注意看，这个男人一夜之间家族破产，抚养他的老舅还成了植物人。就在林野山身心憔悴，快要顶不住的时候，竟偶然发现了通往古代的时空流，在2个时空交换物资。5年后，野山集团的业务已经遍布各个朝地。你好，您的外卖。喂，200袋水泥土产项扛2楼，600块钱干不干？干，20分钟准时到。说完，林野山就骑着他那辆2手电瓶车，风驰电掣般的向土产项赶去。一段时间后，水泥终于扛完了，腰酸背痛的林野山正坐在路边休息，碰巧遇到路过的李靖。我说林大少爷，你还真他娘干上了装卸了。嗨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有事就做一下。走，去喝点。好。阿静、浩然、大洋他们最近怎么样？我天天干活，好久都没见他们了。都不太好。浩然前2年做生意，市场行情不好，全砸了，还负债200多万。大洋的妈妈常年瘫痪在床，我知道这些年你也没少帮他。那你呢？我光棍一个，倒无所谓，哈哈。阿静，跟哥几个说一声，后天晚上石塘湾9号，我们兄弟聚一下。行。3天后，4个人如约而至。现实中哥几个过得都不痛快。李靖开车拉货，高阳当兵退伍后在工厂开叉车，林浩然欠了一屁股债，现在在跑业务养家糊口。胡胖跟着包工头姐夫，混得也不怎么样。哥几个，你们说咱兄弟这辈子还有翻身的机会吗？我看难搞，都太卷了，咱几个没背景没人带，哪有出头日？本来就野山过得好点，得了，现在也工地扛水泥了，机会一定会有的，兄弟几个也不要灰心。一顿夜宵吃完，已是深夜2点多了。浩然、高阳、胡胖住的人打车先走了，林野山和李靖还聊着一些往事。奇怪了，什么东西？你现在不会连破烂都开始捡了吧？别扯淡，这东西奇怪，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我也不知是个啥东西。哎呦，卧槽！老林，你人呢？穿墙了？谁摸我？什么东西这么软？大哥，咱不会穿越了吧？大姐别怕，我们是人，不是妖。不是妖，那就是流氓。说是不是想来占老娘便宜的？大姐，你别喊，我们是走错地方了，打扰了，我们这就走。走错地方？为何半夜走到寡妇床上来？经过半个小时的谈判，2个人只能答应大姐的条件，赔钱。赔多少？1口价，5贯足钱，不给就告官。敢问大姐，现在是哪一年？这地方又是哪里？5贯钱就吓傻啦！现在是崇宁2年，这里是大名府。算了，姐不要你们钱了，快走吧。2傻蛋子身上穿的啥呀？真好笑。崇宁2年，徽宗，公元1103年，北京大名府。老天爷呀！阿静，我们真穿越了。小兔崽子，还愣着干啥？快走啊！再不走，一会姐反悔了，不让你们走了啊！大姐，答应你的5贯钱，等我们有了，一定来还你。俩傻蛋子。老林，咱是不是回不去了？我还好，你还有一家老小，怎么办？是啊，老舅还在医院躺着，家里还有2个无业的姐姐和在上学的2个妹妹呢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弄2套衣服。掌柜的，你看一下我这吊坠能当几个钱？烂吊坠1件，大钱100文。真他奶奶的黑，行吧。等一下，客官，您手上是什么宝物？哦，掌柜的，您给看看，祖传的绿玛瑙玉胆春瓶，这可是当年杨玉环娘娘闺房里用过的哦。这材质圆润流滑，似玉非玉，难道是天然玛瑙或者水晶？杂纹消石绿瓶1个，当大钱5贯。5贯？我说掌柜的，你也太不识货了吧！贵妃娘娘用过的宝瓶，您就给5贯啊？打发要饭的呢？那您要当多少？说个价，我看小店能否接住。1口价20贯足钱，不行我就不当了，留着传家。一番讨价还价后，双方以15贯成交，北宋货币1贯是1000文，能兑换白银1两，10两白银兑换1两金。林野山嫌铜钱太重，要了10两银子和5贯钱。花完钱后，林野山就去旁边服饰店挑了2套衣服，先自己换上，然后就来到巷子里。可以啊，老林，先换上，我们再去找点吃的。2人吃了个饱，一顿早餐总共花了30文。林野山不由得感叹道：“这里的物价真便宜，要不是还有一大家子要养，还真不愿意回去了。”回去？阿静，我想起来了，应该是昨晚我捡来的那个轮子的问题。你是说那个轮子是个时光机器，我们还能回去？对，而且时光之门应该还在杨寡妇的床上。今晚我俩必须再去一趟杨寡妇的床。他要是不让呢？不行就给他5贯钱，把他嘴堵上。吃完早饭，2个人在附近四处溜达，路过一家钱庄，李靖将10两银子拿出来，换了1两金子。北宋时的1两，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40克。我的天啊，老林，你一个啤酒瓶子就换了人家60克黄金，那可是2万多块钱啊！想啥呢？古代提炼水平有限，这金子又不是千足金，含金量也顶多80%而已。那也有48克，要是还能穿回去，把昨天喝完的酒瓶都拿回来当掉，岂不是发财了？如果是搞一车酒瓶子来的话，靠！你想让这大名府每家当铺都摆满啤酒瓶子，这事不急，容我想想。2人边逛边聊，李靖一不小心肩膀撞到一个人的胳膊上。你他娘走路不长眼睛啊！敢撞本少爷，快给你爷爷赔礼道歉！他奶奶的，你是谁爷爷呢？这么横，你是高衙内吧？让你叫爷爷，是看得起你，知道他是谁吗？告诉你，这是黄大少爷。卧槽，这是啥呀？
这叫八宝琉璃火，我从海外带过来的。黄少爷，刚才对不住，这样我送这个宝贝给你，这件事就算了，你看怎样？这有点意思啊。好，我喜欢。往后你要还有啥好东西，就来翠仙楼找我，爷不白要，爷给银子。好，多谢黄少爷。天色将晚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再穿越回去，二人便匆匆赶回杨寡妇家。你们两个回小子，怎么又跑这来了呢？稀罕姐啥呀？就不学好。大姐，我们真的有正经事，想求您帮个忙。你看，看到手里明晃晃的元宝，杨寡妇惊得嘴巴撅成了个 O 型，都能塞进一根大号火腿肠了。你说吧。实不相瞒，我俩都是海外龙华国人士，我俩就是用这东西过来的，没想到直接跑大姐您的床上了，真是对不住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俩是小流氓，垂涎我的美色呢。看来是错怪你们了。那这样，我就认了您两个做兄弟，啥时候想来就住大姐家得了。那我俩也把你这姐姐给认下了，后面我俩回来，免不了还要叨扰。那你们怎么回去？还从我床上？没错，只是我们每次来回总要麻烦大姐，这有点不太方便。也是，不然黑灯瞎火的，你俩又摸到老娘屁股上来。这样吧，我去西屋住，这床就给你俩了。多谢大姐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这个事你千万要保密，不然我们都很麻烦。你就放心吧，姐姐我的嘴紧着呢。哥们儿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也想到了，搞钱。换上现代的衣服后，两人各自按计划进行。李靖去换黄金，而林野山则在西溪商城买了一批货物。你这嘴还真准，含金量80%差一点点，1万多到手，这下子咱兄弟真要发达了。打电话给哥几个，紫云街8轮海鲜城。现在不是都落魄了吗？这咋宴席又摆上了呢？三人心里都很疑惑，但也没多问，都知道林浩然既然喊了，那肯定还有其他事。野山，我刚才好像看到辉婷和辉映了他俩了。他俩在哪里？就在前面的玫瑰 KTV。这不是野山弟弟吗？好久不见了呀。星姐，我那两个姐姐呢？我找他们有事。2楼金红厅，不过他们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不如你在这喝点东西等等吧。都给我滚开！野山，你干嘛？跟我回家。我们看到你每天累成狗，我们不心疼吗？我们也想赚点钱，可是我们什么也不会啊。听好了，有我在，用不着你俩抛头露面，乖乖跟我回去。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来搅我生意？他俩可是自己要来赚钱的。叶可欣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帮吴老狗坑我老舅，你老爸的功劳可是不小啊。活腻歪了是吧？我看谁敢动手。林野山先让两个姐姐回棉花巷，然后回到住所讲了一遍昨天的经历，其他3个人都惊呆了。这上面的刻度应该是对应了穿越的年代和地点经纬度。我操，这么牛逼的吗？哥呀，你就说让咱怎么干吧。那咱们玩转历史，努力搞钱。好啊，那我宣布野山集团第1届董事会会议正式开始。明天就把叉车工作给辞了。我明天就把破面包车给卖了，太他娘难开了。我明天就把离职报告甩那个吊经理脸上。我他娘今晚回去就把我那个鸟姐夫给上一课，让他敢背叛我姐。3天后，林野山买的所有货物都打包好，又帮高阳买了一套古代的服装，接着就传送了过去。杨寡妇没在家，应该出去干活了，在家等着，我出去打听打听黄少爷的醉仙楼。卧槽，没想到他娘的竟然是青楼啊！黄大少爷进来可好？好什么好？无聊透顶，还有啥稀奇玩意儿？给小爷我瞧瞧。我舅舅在海外龙华国经商，斥巨资收了几样宝贝，托人带回来帮他变成现银。只是，野山兄有何疑虑，但说无妨，本少爷帮你办。这大名府可都是我爹的生意，银子我家最是不缺，只要你有好东西，我照单尽收就是了。黄兄果然是爽快之人，那小弟就直言相告了。我想请哥哥帮我找一些像您这样有身份、有实力的人物，我搞一个竞价，价高者的。当然了，哥哥您那份，兄弟分文不收。好啊，有意思。什么宝货？可否先让哥哥我开开眼呢？你先把窗关上。这叫千里镜，在夜里可照百步之外，亮如白昼。妙啊，真乃神物！快，还有什么？黄少爷把窗户重新打开，林野山掏出一个遥控4轮玩具越野车摆在地上。咦，这是什么？还有4个马车轮子，有趣。啥东西？车里怎么有人？野山兄，他说他是羊，羊怎么会说话？黄兄，别怕，是人的声音填进去的。你说这玩意可以自己跑？对，你只需要用这个东西来控制它，它就可以听你的号令，来去自如。妙啊，林兄，宝贝，你只有这2个吗？我老舅这次总共带来白玉水晶杯20个，千里镜10个，霹雳车5个，另外还有3个稀世宝贝还没带来。烦请哥哥替我安排这次竞价会，事成之后这些物品都给哥哥安排上，以表小弟心意。兄弟，没想到你如此豪爽，哥哥帮你安排就是了。不过其余宝货我要一同竞价，享受乐趣，毕竟我有的是银子，哈哈。黄兄讲究，你看咱俩这么投缘，以后就结为兄弟如何？好。明晚上翠仙楼对面的灯影酒楼，我包下来了，一切费用算哥的，竞价会就在那开。多谢黄兄。
这个玩具车在古代被他卖了600两银子，就连普通的玻璃杯也能卖出天价。看一看，瞧一瞧，龙华国50年前，天降流星，偶得纯粹水晶11块，4名匠人花费10几年的心血，才打磨成这白玉水晶杯20只。这黄胖子也太能吹了，要是生在现代，搞直播，绝对是个网红人物。老黄，你就别叨叨了，赶紧说个价，爷全要了。钱串子，就你小子猴急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愿意出多少一只？1银10两，我全要了。钱小豪，放你奶奶的罗圈屁！10两就想买这白玉水晶杯。这小胖子叫洪明，这大明城的绸缎庄一半都是他爹的，他和那钱串子一直互相看不顺眼。我出20两，25两，30两，40两。诸位今天能来，都是给我黄哥的面子，我林某人谢过了。我看了一下，刚好是20位爷。这样吧，白玉杯就按30两银子，每人1只，怎么样？哦，将就。好，诸位爷们，咱们继续。林野山心想，忘记给他带个麦克风过来，真是失算。第2个宝货，诸位看仔细了，有了它，你晚上去找小娘子，夜晚再黑都不怕了。旺财，把蜡烛都灭掉。这叫千里镜，你可以用它驾驭闪电里面的电。就问你们厉不厉害？哈哈。1银100两，150两，200两，300两。好，爽快，就300两一个。千里镜里的电耗完后需要用充电盒子充电，这充电盒子我林某人送了。快，接着来呀！接下来这个宝货还是由本少爷我来给大家亲自操作。黄汉飞也是兴奋到了极点，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嗨过，今晚他是焦点。有钱算个啥呀？能比得过开心快乐吗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告诉你们，这是最牛逼的创造，比鲁班鸟可巧妙几百倍。你可以驾驭它前进后退到处跑，而且它还可以唱歌。黄胖子，吹牛逼吧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玩意？还能跑，还能唱歌？你咋不说它还能上天呢？钱串子，说你小子鼠目寸光，你还不信？睁大你的小眼睛，给爷瞧好了。终于等到了3天。我操，黄胖子说的是真的，这玩意真他娘的会唱会跑。什么工匠做的？这么牛逼，我的乖乖，这林兄，快开价吧！诸位，这霹雳车匠人只做了5辆，除了我义兄手里这辆，还有4辆，300两起价，价高者得之。我出400两，给我1辆。去你奶奶的腿！我出450两。这些纨绔子弟，个个有钱又嘚瑟，这不见都没见过的稀奇玩意儿，开始杠上了。爷出600两。钱兄爽快，诸位爷愿和这位钱兄一样出600两的，烦请举下手。好，正好4位爷，林某谢过。接下来还有最后3个大宝贝，这个东西有个雅名，叫做红尘幻影。等下我打开后，大伙可以看到里面的人物动作都是栩栩如生一般。当然，你们看到的都是幻象，不是真人。大家请看。我打了一辈子仗，就不能享受享受吗？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我操，牛逼！黄汉飞直接掏出15张银票，啪的一声拍在桌面上。瞅你们那样，都还愣着干嘛？好东西错过可就没了，麻溜的掏银子啊！乖乖，这黄胖子财大气粗，1500两啊！宝贝看着眼馋，但白花花的银子拍出去也肉痛。台下很安静，众人王八瞅绿豆，你看看我看看你。瞅你们那抠样，平时在外面养个花蝴蝶，随便都花个1000把两，惊个烟了呀！哈哈，没人抢是吧？没人抢，那我可包圆了。黄胖子挤兑谁呢？不就银子吗？这么好的玩意，也当然得留1个了。林兄，洪某也要了。多谢洪兄捧场。黄兄，有人到翠仙楼找姑娘，弄出点感情了，就几百两的帮人赎身。现在道怂了，估计这银子都花在姑娘的肚皮上了吧？小迷了，就他娘的数你最坏，破嘴没个把门的，张口就来，也是拿抠手的人吗？说罢，从马褂里掏出一叠银票，一查只有1100两。钱不够啊，刚才拍千里镜和霹雳车啊，已经花了900两银子了。400两也给你垫上，没啥不好意思的，都是茅坑拉屎脸朝外的汉子。好，黄兄，银子明儿我就让人给你送来，谢了。宝物到手，欢喜的眉开眼笑，李靖不忘把5万毫安的充电宝发给几人，并告诉他们充电方式。当然了，后续没电了，再次购买的话，可要1银10两一个。10两不贵，公道。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爷的捧场。林兄，想办法再弄些更好玩的宝货，下次一定把银子带足。好，我林某人一定会尽力给大家安排上更多好物。拍卖结束后，林野山也不敢多耽搁，3人向找好的钱庄而去，用6000两银票兑了600两金子，总计24公斤。林野山不敢大意，没有直接往大姐家走，而是带着李靖和高阳7绕8绕的都起了圈子。放心，没有尾巴。看来是多想了，不过小心行事总没错。1个时辰后，3人回到大姐家，没做停留，背着金子直接偷回去。老林，你这么带个小笼包回来，你看出了什么问题？包子还是新鲜的，说明通过时空轮进行时空穿越，时间是同步的，所带的东西的时间和年份都是同步的。具体点呢？说明了什么？具体说就是，假如你带回来一幅宋徽宗的书画，专业机构可以鉴定是真品，但不是古董，因为年份是新鲜的。看来古董这条路子不太好跑啊。下午1点，林浩然和胡胖来了，看到林野山3人穿着古装的样子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卧槽，你们真得手了！什么叫得手？我们是正经买卖，童叟无欺。现在第一笔启动资金到位了，哥几个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金子兑换一下，不着急，慢慢出。几天后，5个人又聚到了一起，一共换的现金750多万，几个人都有点亢奋。林哥，这200万你拿着，先把欠的贷款还了。不行，贷款的事以后挣了钱我再还，这钱我不能用。我们几个都说好了，把债还了，后面要干大事，我们兄弟才好轻装上阵。你就当是从公司借的，以后挣钱了再还回来不就行了吗？好，我谢谢哥几个了。既然有了这个能穿梭历史的时光机，那咱们干脆就把生意做到古代去。昨天我在西田物流园那边看了个带院子的仓库，位置好也较为隐秘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行，价格有点贵，5万1个月，还必须年付，1年60万。就他了，定了吧。说完，几人就各自散去。云浩然回去研究了时光机几天，似乎看出一些玄机，招呼大伙开了个小会。时光机上面的刻度我测试了一下，确实是对应着可穿越的年代和地点，可以在开启之前手动调节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年限值最远只到公元620年，也就是大唐开国的第3年。唐高祖李渊武德3年，历史年号我不清楚，反正应该就是公元620年，这是能穿的最远的了。好，暂时先这样。后面我们再多研究研究，仓库还在装修，我们去拜访一下义兄黄大少爷，顺便打探一下商机。毕竟想在古代挣钱，还得想办法做点正经生意。播放器和玩具车这种玩意儿，始终不是长久之计。走，我开车去给黄少爷买点礼物。大辽的悍将在擂台上嚣张至极，没想到竟然被他用电棍一套带走。这事还要说到2天前，林野山一行人用时光机穿过来拜访黄少爷，正巧遇到他的姐夫大名府的马军指挥使崔望月。明天比武的事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威湖、西夏、大理倒不要紧，吐蕃那边有个番僧多吉格桑，听说手段了得。大辽那边更有耶律齐格和乌铁马，这2个久经沙场的悍将。那我们这边呢？你堂堂指挥使，手底下能没几个猛汉？有倒是有几个，都带队去了京都了，都还没回来呀。此次比赛的结果关乎我大宋脸面，中书大人可是给我下了命令，必须胜出，不得有误。这事不好办啊，可不是花银子就能搞得定的。第2天上午，比试正式开始。第1轮比试，陆军统领萧震就碰上了耶律齐格。这古人玩的也太特么严了。大理和西夏的2个高手一前一后上台挑战不到10分钟，纷纷败下阵来。一群蝼蚁，最不量力。一番比斗后，只剩下4人了。最后的决赛时间放在了明天中午。大人，那3人内力深不可测，属下无能，确实没有把握将他们击败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投降认输，我大宋的脸面不要了？看来只能有话就说。比赛的规矩，只要一方还有参赛人没有被淘汰，就可以中途更换其他打擂之人。我也知道啊，可一时之间我去哪里找这样的高手？哥，你看这个擂，我去打怎么样？扯淡，那3个家伙那么强，你怎么打？哥，有办法，我用电他娘的。高阳高中毕业后就去了部队，在部队里面一待就是5年，因为身体素质过硬，还分到特警部队了。大洋，你确定能干得过这几个蛮人？你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险了吧。如果空手比斗，应该能平分秋色，再不济也能撑个20-30回合。他们是器械战，这就好办了。我回去弄个电棍过来。那几个蛮人确实太嚣张了，是该教训教训，也算帮了黄大少爷和崔大人了，落个人情也好。这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没问题。我这帮兄弟想要帮你出这个头，把那几个野蛮人都给收着了，你看怎样？啊，此话当真？那可是救了我崔某的命了，多谢多谢。敢问是哪一位兄弟如此豪气干云？大人，在下愿往。果然一表人才，既然敢上台打擂，必有其过人之处。当晚，崔大人设宴款待众人，高阳和李靖说去取兵器，先告辞离开，然后就直接穿回去购买装备。刚子，东西给我准备好了吗？大杨子，我这里可都是合法民用的小玩意，上哪给你搞威力大的去？你要那玩意干啥？叉车不干了，去打劫啊！扯淡，别拿那些娘们防狼用的小棒子来蒙一点，给我来根大号直流高压的。你要大的干啥？千万别给我惹事啊，哥哥！我去山北给老舅看脸子，怕碰到野猪，麻溜拿出来得了。得嘞，您是我亲哥，拿去吧。黑鹰18号，就是头黄牛也能干晕。行，刚子，回头请你吃饭。随后，高阳就立即穿越回来。第2天上午，装备都已经安排妥当。来呀，你们这帮虫子，不敢上的话，就跪下磕头吧。公云呢？怎么不上呀？我堂堂大宋，难道真不敢打了？兄弟，就仰仗你了。大人放心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兄弟小心点，不要大意。狂妄，在我大宋怎敢口出狂言？今天爷爷这根棍子偏不饶你。大洋，你他娘的，这入戏也太快了吧！这耶律齐格可是大辽国有名的高手，没想到刚登擂台就被这个小将一棍子打飞了。这小子的劲儿咋就那么大？莫非是李元霸转世？这边耶律齐格还在迷糊，这边番僧多吉格桑看不下去了，立即飞身冲了上来。好啊，好啊，狠狠地揍他这帮小王八养的！这玩意儿野牛都能干晕，你他娘能比野牛还壮？擂台赛结束，高阳1挑3，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大辽和吐蕃的3大高手。崔大人在府上开了宴席，感谢高阳等人鼎力相助。听说林兄弟想在这边做生意，不知打算做哪一方面的生意呢？家父之前在姑苏就是开米粮店生意的，这方面比较熟。
那正巧，我妹夫就在西市那边当差，专管米粮市场的。我写个条子，你们想做这个生意，可以去西市找他。那就有劳崔大人了。听说林少爷想开米粮店，有了解过这边的行情吗？我这几个兄弟刚到此地，还不甚清楚，这不就找哥哥您来了吗？现在粮价高，至于货源嘛，都是各自去外地整，或者当地农户收购，利润在每单150钱左右。一单大约重120斤，成本价就是276块，可卖1300左右。这米粮的生意看来能做，我们可以暂时先做这个，等到后面再做其他的。可行？董监事，小弟们刚来宝地，一切都还不熟悉，就有劳哥哥您了，帮着留意门店和经营手续什么的。都是自家兄弟，这些小事就包在哥哥身上了。过2日来找我，都给你办齐喽。之后几人又花了150两银子，租了稍微偏僻点的一个仓院。既然时光轮子可以定位，那我们的货物不是可以直接运到米市吗？为何要在城外租个仓院呢？这样可以掩人耳目。我明白了，你们这是怕引起别人的怀疑。之后的小半个月，几人来回穿梭，把这边的粮店就正式开了起来。不好了，林大官人出事了。李叔别着急，慢慢说，啥事？是牛铁蛋伏牛山的土匪，我从仓库赶来的牛车，走到半路就被他们一伙人堵那儿了。他们把牛车扣了，说让你们东家去一趟，不然粮食他们可就拉走了。伏牛山土匪抢劫客商，平时官府不管的吗？他们有100多喽啰呢，官府也缴了几次，每次都被他们跑了，最后就不了了之了。他娘的，老爷我的手可正痒呢，现代世界不能动手，白瞎我的功夫了。今儿来的正好，我去会他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位哥哥，你们可是伏牛山上的好汉。我就是伏牛山威虎堂的老九杨大长，你谁啊？我是林记粮行的林野山，不知九爷您这是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我大哥让你明儿去一趟伏牛山，有事要和你说。我要是不去呢？行，不去，那好啊，往后你的米车，我建议车结一车。哎呦，我去你大爷的，你来结一下试试。都别动，我要单独会这小子。小子，偷袭不算你本事，有本事咱们重来，谁要是输了，就叫一声爷爷如何？来，这小子什么棍法？你们真是土匪，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吧！输了就是输了，老子说话算话，你小子听好了，老子要叫了。爷爷，我来。娘们唧唧，声太小了，我听不见。打住，给点面子行不行？牛车你们带走吧，明天伏牛山你们还是去一下，没啥大事，我家哥哥找你们谈生意的。好，告诉你们当家的，明天晌午我准时过去拜会。叫爷爷的事，回去谁也不许说，不然我把他屎打出来。小的们不说就是了，九爷放心。走。哥，你说明天咱们真的要去那什么土匪窝里吗？去就去，咱还怕他？凭我手中棍子，10个来，10个马，100个来，100个马。有了电器的降维打击，高阳满不在乎，根本没把土匪放在眼里。林野山权衡利弊，认为这一趟还必须得去，事情不解决总会有麻烦。明天上午，高阳和胖子陪我走一趟，阿静看着米市和浩然那边做好对接。好。第二天，林野山带着高阳和胡胖3个人去了伏牛山，因为都不会骑马，只能走路。上午打听了一下，这伏牛山在他娘的几公里以外，要不我回去把面包车开过来。你别扯犊子了，这是北宋，你开个面包车，等下遇到人还不把人给吓晕了？咱们去租个马车。大叔去伏牛山，向前2里地，进了林子就看见寨子了。大叔，你在这等我们1个时辰，回去还有你的车。且我在这候着。西北悬天一朵云，乌鸦飞进了凤凰群，满店都是英雄汉，谁是君来谁是臣。小子，挺会说话，我就是牛铁蛋，知道为啥叫你来的吗？不知道。你们太不懂规矩了吧？做生意经过我们同意了吗？过路费交了吗？什么过路费？请大当家的明示。你去打听打听，沿河仓房哪个不得孝敬我们威虎堂？每个月20两银子，懂吗？孙子，昨天那顿还不够，又皮痒了吧？林野山一怔，猛虎干不过群狼，真动起手来，肯定要吃亏。牛大当家的，我们同意交个朋友，每月纹银20两，一文不少，咋样？识相，就这么定了。咱就这样忍了，让这帮兔崽子骑咱脖子上。哥，你是不是有啥后手？你就当他那是钱庄，先让他存着，这样等下回去买2个无线摄像头，今晚咱就偷偷给他牛铁蛋他们装个监控。哈哈，好。当家的，昨天上午咱的弟兄去蚂蚁岛，又被赵老四揍了，2个兄弟胳膊折了。老九，怎么回事？他娘的赵老四真是又臭又硬，这些年根本没把咱威虎堂放在眼里。那就黑了他，永除后患。当天晚上，高阳和胡胖又来了，悄悄地取走监控里的内存卡，又换了一张新的上去，并设置了录制时间段。这帮熊玩意儿要对付赵老四，赵老四是谁？不认识，但我想去认识认识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咱们是要找点帮手才行。请问阿公，赵四哥是住这里吗？老四，有人寻你。是谁找我？见过赵四哥，我兄弟俩特意来寻四哥，有事相商。2位不必客气，俺是个粗人，有话但说无妨。四哥，我也是偶然听说那伏牛山的牛铁蛋想要找你的麻烦，还准备在后天晚上带人来蚂蚁岛。来了好啊，这帮鸟贼就知道欺男霸女，我早都想收拾他们了。我们得到消息后，今天特意赶来，就是让四哥做个防备，以防暗算。
两位小兄弟，我们一见如故，要不多留一会儿聊聊？好。林野山把自己开闵行被打劫事情说了一遍，赵四哥听得气炸了肺，平生最见不得这样的事。银子一文都不要给他牛铁蛋，他敢蛮横的，先问问哥哥手里的棒子。那就多谢哥哥了。林兄弟，以后我们就是自家兄弟了，你有事来蚂蚁岛说一声，四哥一定尽力帮你摆平。行，四哥，别忘了后天晚上牛铁蛋那伙要来偷袭你们，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后天晚上我俩再过来，我们一起对付这狗子的。好。回去以后，高阳又跑了一趟西郊市场，找朋友刚子好说歹说，又弄了几根棍子，还带回来一个超大分贝的音响。第3天下午，林野山带着高阳和胡胖3个人又来到了蚂蚁岛四哥的家。牛铁蛋想要对付的人是赵四哥，所以肯定会奔着这院子而来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就给他来个守株待兔。大哥，没人，赵四不在家，干脆一把火烧了这房子算了。烧他房子干嘛？这过房子也不值钱，进去看看。是。什么东西？大哥，我的身子麻了。哎呀，草泥马，你撞我干啥？屋里的10几个土匪都快被电麻了，没人敢乱动，纷纷龟缩在屋里瑟瑟发抖。四哥，你们就瞧好吧，今晚牛铁蛋估计要疯，哈哈。狗子的赵四太阴险了，有本事真刀真枪来干，用邪术算什么好汉呢？哎呦，小王八蛋，你挺狂，老子现在就进来剐了你。四哥不急，看我来把牛铁蛋吓尿裤子。何方妖孽？牛铁蛋，你作恶多端，本欲取你狗命，然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今天且放你一条生路，如敢再作恶，必取你狗命。牛铁蛋也顾不得其他的了，招呼兄弟一行人夺门而逃。兄弟，你可真有办法，真是太解气了，哈哈！以后临济粮行有事，就是我们蚂蚁岛有事，牛铁蛋再敢耍横，我们绝不饶他。多谢四哥。他把纸巾带到古代去，解决了全国1亿人口的擦屁屁问题。卫生纸是消耗品，必定大卖。用纸擦屁屁，那屁屁是香精了吧？听说还能当手帕擦嘴，擦屁屁还能擦嘴，胡扯吧！人老18倍，都是用竹片子刮的，用这玩意能擦干净。好东西，又柔又软。哎，我正好要如厕，就替大伙先试试去。诸位，临济这清洁纸都是南阳的工坊用好的竹子和木浆做的，用起来真他娘舒服，软和，擦得干净，还有一股清香呢。我操，真的那么软？我也得试试。这2个形象代言人还真起了点效果。慢慢的，一会儿也卖出去了3、4包。少爷，你刚才去如厕，还没洗手吧？小的去翠仙楼给你打盆水来。你大爷的，要你管！老子用的是清洁纸，还用洗手吗？哎，兄弟，我有办法了。哥哥，啥办法？翠仙楼啊，哈哈。这是啥办法？在翠仙楼搞展销会吗？来快活的客人送清洁纸。林野山没搞明白，钱小豪似乎好像已经懂了。林兄，这件事儿就包在我俩身上了，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老弟呀，在没有其他地方以翠仙楼更好的宣传地方了，哈哈。全凭哥哥安排，小弟晚上在宴宾楼准备薄酒致谢。2位哥哥，今儿怎么帮我宣传的？简单，我俩今天跑了5家青楼，每个姑娘发了1卷清洁纸，老鸨子发2卷，就一个要求，用着感觉好，帮着宣传宣传。还是2位哥哥有办法，野山谢过了。林大官人，今儿生意不错，卖了140多包了。林野山一听也是一惊，他原以为打开市场怎么也得要1、2个月的时间，没想到这么快。以后凡是零买的，每包170文，杂货店来批发进货的，一次20包起，每包150文，就按这个价格卖。好的。要说还是黄大少爷的脑子好使，竟然能想到让翠仙楼的姑娘帮着来宣传，用竹片去刮，那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蔡伦发明的纸不仅硬，而且贵。1个月后，大名府里的大部分人家都用上了临济清洁纸，一切走上正轨。正当兄弟几个雄心勃勃，准备开始进军北宋服装产业的时候，一个消息突然传来：林兄弟，赵四哥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你慢慢说。四哥一行从漠北买了80多匹好马，走到半路就碰到黑风岭的山贼了。之前走2年都相安无事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是不开面子，马匹全被抢走了。这帮土匪什么来头？黑风岭的老大撒谎，盘踞在当地将近20年了，势力很大，平日里劫掠客商，冲州撞府，无恶不作。四哥他们为了逃出来伤了他们的人，他们放出话来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剐了赵四几个人。四哥现在在哪？四哥他们都上了大狼山，那里山高林密，地势陡峭，不易被发现。山贼什么时候到？听说他们在处理一些事情，2天后过来洗劫村庄。兄弟，四哥让我来告诉你，这事儿你别管了。山贼势大，我们抗不了就逃，只是贩马的本金，四哥暂时只能给你1半了。如果没有被劫匪逮住，后面再慢慢还给兄弟。林野山心中焦躁，不忍四哥他们蒙难，可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好办法。山贼有上千人，自己只是个生意人，没法对抗啊。李兄弟，后会有期了。等一下，门口的大青马你骑上去，多买点吃的，告诉四哥在山上藏好，明天下午我带着救兵过来。兄弟，四哥说了，你别管，真管不了，赶快去吧，照我的话传，快走。是。说完以后，几人穿回现代，开始讨论应对之策。都说说吧，这事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冲过去把四哥他们救出来，不就完了？
几百号彪悍的山贼，官府都打不赢，就凭我们几个人，几根棍子就能把人救出来。我们花银子去官府找人帮忙，他们会不会发兵？官兵调动队伍剿匪，手续很麻烦，况且他们胃口很大，我们暂时喂不饱，这个估计很难。搞武器，有了武器就很容易了。说的容易，现在到哪里搞得了武器？想搞武器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老林，咱们的时光轮最晚能穿越到哪一年？最晚1930。你要干啥？弄武器，就四哥。我要去。林哥，查资料，咱找张大帅借几杆武器用用。我知道了大概的地方，但不精确。时间是1927年的今天。几人查阅了资料，又结合实地情况观察，找到了当时的一个武器库，穿了过去。发了，全是好东西，我都几年没摸过了，快！半小时后，把各种挑选好的武器都装箱，接着就穿了回去。第二天早上，高阳去买了辆吉普车，连车一起穿回古代粮仓旁。估计山贼们今天下午就会到，时间紧迫，来不及顾其他的了。出发！5个人带着现代的武器，能打得过古代1000人的劫匪团吗？兄弟，你怎么非要来？没必要陪着我们被山贼灭掉。听哥的，快走！哈哈，我们不来的话，那还叫兄弟吗？放心，既然来了就有把握。今天干脆就把那些山贼都给他收拾了。兄弟，你带了兵马过来了吗？没有，就我们几个，够了。啊，好吧，那今天我们就拼一拼了。老林，你把时光轮调整好，万一不对劲，我们随时可以撤。好。四哥，你估摸山贼会从哪里上来？这边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过来，其他路都太费劲了。兄弟，你带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呀？这是龙华国皇宫里的兵器，来多少山贼都能干掉。这也不锋利啊，是当棍子使吗？那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他的厉害。卧槽，这是神仙用的兵器吗？这么厉害？四哥几人都被这些稀奇玩意儿震惊到了。接着高阳就把武器架好，等待劫匪到来。不多会儿，远处的荒原上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山上而来。估计最多10多分钟后就能到这里。撒当家的，真不放过我们！你想屁吃呢？兄弟们，给我冲上去，把他们全都消灭掉！一顿操作下来，劫匪大半都已倒下。赵四哥几人没见过这样的阵仗，都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没缓过神来。四哥，黑风岭还有多少山贼？哦，听说总共有1000个喽啰上下，今儿估计被灭了一半，剩下的大概还有500人左右。今天来的都是山贼的精锐，连他们首领都被灭了，短时间内他们绝不敢来了。这些倒下的山贼，我们要不要处理一下？官府会不会调查？这些山贼官府不会过问的，说不定还有人拿去邀功的呢。这大狼山一带野狼野狗多，用不了几天就清理干净了。咱们撤吧。双方告别，四哥一行人先回了蚂蚁岛，而李靖已经测试好了位置，直接就用时光机传送了回去。四哥他们也不容易，这次80多匹马被抢，本金全没了。是啊，马被抢了，本金没了，还让兄弟给咱还回来1000两。老哥几个手里估计金光了，确实难。要不咱去黑风岭把马讨回来吧？想啥呢？还打2000两银子呢，心疼。黑风岭欠的钱必须要拿回来。为什么？这样帮了四哥，还能把四哥欠我们的本金拿回来，不然他也会一直过意不去。第二，这帮山贼还有1半人马，说不定哪天又来偷袭，咱们就直接给他釜底抽薪。釜底抽薪怎么个抽法？掏他老底，搬空他的仓库。好主意，这帮贼子这些年劫掠了不少地方，武艺之财肯定不少。趁着他们老大刚被灭掉，咱给他搬完，让他们自己起内乱，慢慢就会土崩瓦解。可是怎么才能确定黑风岭的仓库坐标呢？有办法，打入敌人内部，化妆侦查。虽然危险点，但确实是个好办法。不过你不能去，还是我去妥当些。为啥我不能去呀？因为脑瓜子我比你转得快。嘿嘿，扯淡！你是林大官人，是大掌柜的，不能轻举妄动。你俩都别扯了，这种事还得我来，你们不行的。两人不吭声了，这卧底的事还真就李靖合适干。第3天下午，黑风岭还在议论纷纷。二当家的去的弟兄们都被消灭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哥带着500多人呢，照死他们就几个人，怎么搞的？有官兵？我们的人好像都是被非常厉害的暗器所伤。怎么会这样？再去打探。是。大堂之上，人人惶恐，而寨门口，一个一身破旧的小子正嚎啕大哭。好你娘的蛋！你是干啥呢？我来找我大哥。你大哥谁啊？李大赖子，他在你们这儿当差。俺娘最近养了野汉子，把俺赶出来了，俺只能来找俺哥了。李大赖子一个小头目，昨天和大当家的一起被消灭了。蚂蚁岛的人认得，此人好赌，就一个老娘还不正经。我要加入黑风岭，给大哥复仇。李靖假扮李二赖子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，打动了守门的喽啰杨二蛋，看他可怜，就把他带进了大寨。黑风岭一下子损失了那么多精锐，元气大伤，正缺人手，你先跟着杨二蛋一起去守寨门。多谢二当家的。 3天后，李靖就把黑风岭混熟了，摸清了金库的位置。你在这里看好了，我去尿个尿。哈，放心吧。李靖趁他出去，偷偷在他酒壶里放了一包粉末，回来以后喝了一口，就沉沉的睡着了。
搞定了吗？搞定了，药效很猛，他一时半会也醒不过来。这个是画好的仓库的位置，你去测算一下坐标，赶紧穿过去把它搬空。好，你在这里看着小心点，半个时辰后偷偷溜去前面的山路边，我们来接应你。好。半个时辰后，李靖估摸着几个人应该差不多了，便偷偷溜走了。这生意来得快，要不咱光打土匪吧，自己能赚钱，还能为民除害，哈哈。只不过是楼草打兔子，正经门道还是踏踏实实做生意。1个月后，几人把两边物资都交换妥后，每人还分了3000万。去年这个时候，哥几个还在扛水泥、跑业务，没想到今年全都翻身了，哈哈。老林，你咋还哭了呢？跟哥娘们似的。操，谁哭了？有沙子迷眼了。假期过后，几人又开始忙活起来了。林野山和李靖来到了都城开封拜访宋英大人，临记这大半年来开启了商号，多亏了宋英大人的帮衬。经常喝琼浆玉液的朋友都知道，2两下肚，胆量值直接飙升500%。这不，林野山刚从宋府出来后，在街上闲逛，便看见几个流氓不干好事。臭娘们，不识抬举，让你陪丹巴老爷都却不肯，真是找打。林野山最见不得这样的事，正想提着棍子冲上去，没想到眼前2道黑影闪过，醉汉被2人放倒在地。不好，咱们去帮忙。不快来了，不快来了！2位还不跑，等着蹲大牢呢？什么情况？见义勇为的先跑，不会帮错了吧？我操！兔崽子，给我站住！不对，怎么软乎乎的？还有点香，竟然是个女人！嘘，别叫！休要伤害主人！狗子的丹巴错，迫害我大宋忠良，你可知罪？不用多说，干掉他们！一行蝼蚁，妄想螳臂挡车，试问天下谁能挡住我的暴雨梨花？小王爷，福临公主，今天可是你们先动手的，别怪我丹巴错手黑了。怎么还有王爷、公主？难道这2位是当今天子宋徽宗赵佶，正好22岁，看年龄也符合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位公子就是永宁郡王赵猜。丹巴错，你这条西夏走狗，竟敢勾结蔡京，图我大宋忠良！我今天不能灭你，自有能灭你的人。黄口小儿，屡次坏我的事，今儿我就拔了你的皮。不过福临公主嘛，我就不舍得了。2位小兄弟，今天我姐弟2人连累你们了，等下打起来，你们能跑就跑吧。想跑往哪跑？今天既然赶上了，就一起吧，不能走漏了消息。我们西夏现在还不想和你们开战。我操，你们当我2不存在吧？又是让走又是不让走的，干啥呢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有暴雨梨花就很刁，在我大宋就能横着走？笑话，我们也有一指禅，你怕不怕？一指禅没听说过，拿出来给老子看看。兄弟，你真的可以？小王爷，你看好了，今天林某就让这个外藩帮的家伙见识见识我们大宋的手段。临来东京前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林野山还特意准备了一件装备，没想到今天竟然真的派上用场了。来呀，小子，你的一指禅呢？老爷我还……这位莫非真是当世奇人？难道这世上真有人会一指禅的功夫？2位侠士留步，萍水相逢，赵猜有一事相求，只为这天下苍生最后一抹良心。什么事？说来听听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回去再说吧。当今朝廷权宦当道，蔡京、童贯把持大权，许多忠臣义士被奸臣所害，只能委托我们积蓄力量，暗中保护被迫害的忠臣义士。但我们现在力量有限，还不能和蔡京老贼等人抗衡。小王爷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林某尽力去帮助这些忠良义士。老弟，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，还是我来说吧。洛阳城东30里有个圣婴谷，6年前东京禁军教头龙宇被奸臣迫害，最后带着17个弟兄来到这里。现在我们在一些江湖义士的帮助下，将一些被迫害忠臣的家人送到山谷。奸臣贼子们想斩草除根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刺客潜入进去。多亏龙宇和他的兄弟们拼尽全力，才护得这些忠良生存下来。所以你们想让我做什么？林兄弟，不瞒你说，现在我大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，所以我想恳求林兄，看有没有办法能保护他们。如果林兄不愿，赵猜绝不勉强，拜谢了。王爷所提之事，林某确实佩服万分。林某只是个商人，不过林某有几个江湖上的朋友，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好汉子，我可以请他们帮这个忙。林兄果然是侠义之人，这份情谊赵猜终生不忘。你刚才是用的什么功夫？顷刻之间就击倒了巴丹错几位高手。公主，我并没有什么神功，只是靠这把神兵利器而已。这么个小玩意儿，竟然比丹巴错的暴雨梨花还要厉害。小王爷，正所谓宝剑赠英雄，这把兵器就送给你了，可惜里面的弹药只能用3次了。多谢林兄弟，这块玉佩你拿着，这郡王府没有人不认识他，下次来东京直接来我府上找我。好，咱们真的要帮他姐弟俩吗？阿静，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做？要不要帮？能帮就尽量帮帮吧，他姐俩小年纪就要面对这些事，也确实不容易。帮了小王爷，就意味着得罪了蔡京等一帮权贵。不过做生意都必须去结交掌权的人，既然一定要做出选择，就选择对得起良心的一边。2天后，林野山和李靖2人来到了蚂蚁岛4哥家。上个月这边的湖泊都被官家封锁了，你说这还叫百姓们怎么活呀？大丈夫何患没有去路？今天来我倒是有个事，想请4哥帮个忙。兄弟，这是什么话？上次在大狼山，我们可都是你救下来的。
你若有事，我兄弟几人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于是林野山把遇到小王爷赵猜和福临公主的事说了一遍。好，我赵四此生最敬重的就是忠臣孝子，恨不得马上消灭掉那些奸臣污吏。我们愿意去做，你就放心吧。既然四哥愿意去做这些忠义之事，其他的就交给我吧。你们的2米银钱我都管了。好，多谢兄弟。2天后，林野山和赵四一行人便来到了圣婴谷。我就是龙宇，大家跟我进去吧。既然诸位都是小王爷介绍来的，那就都是自家兄弟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林野山将四哥兄弟5人一一介绍给龙宇，并说明答应小王爷帮助守护圣婴谷3年的承诺。 5位兄弟豪气干云，真令龙某佩服。以后你我当以兄弟相称。今后圣婴谷的米粮都由临济粮行供应，武器方面也会设法从西洋购进一批新式武器，来增强圣婴谷的防御力量。龙教头，不好了！我们得到消息，有人收拢整合了北边的龟洞、葫芦山2叉河的3股土匪势力，3天后直扑咱圣婴谷。上千号贼人，就凭自己这几10个弟兄，怎么可能守得住？四哥几个人则一脸风轻云淡。上次在大狼山对付黑风岭的土匪，他们可是见识过了。龙教头不必多虑，我会带兄弟来助你打赢这一仗。兄弟们，今天这一战务必要打个痛快，瞎个过瘾。只有让他们知道厉害，才不会像饿狼一样总盯着我们圣婴谷。兄弟，这些东西看上去怪怪的，能有用吗？龙教头别不信，这几个大铁家伙一开动就能干倒一大片。事关重大，你可别蒙我。我蒙你，连大官人可不会蒙你的，哈哈。龙教头，这神兵我可是亲眼见识过的，500多山贼还没近身，就全部放倒了。见他这样说，龙宇心中才有些相信。龙教头，贼爷们过来了，就在前面的沙坡。都提起精神来，准备开战。前面的乱臣贼子听着，赶紧把温敏交出来，不然马上踏平圣婴谷。温大人被奸臣陷害后，其子温敏逃到此地，这群奸臣又担心他门生故吏太多，所以想斩草除根。哪个裤裆没系上，蹦出个你这么玩意儿，会说人话吗？小子，我今天非活剐了你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你来剐我试试，今天且看谁剐谁。光头汉子真是废物。小兔崽子，说谁是废物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，而是说你们这一群王八蛋，全他娘是废物，通通瞎道，一个不留。每个人弹夹都打得精光，逃窜的路上就剩下几10个残敌。不多会儿，龙宇便把其他的土匪都解决掉了，还特意留了几个残兵回去报信。此战后，北边的土匪们肯定怕了，短时间内绝对没有胆量再打来犯。看样子，圣婴谷的老幼又能过上一段时间的平安日子。龙教头，土匪已经解决了，我们也得回去了。我给你们留下一挺武器，足以守护圣婴谷的平安。好，多谢林兄弟相助。3天后，林野山和李靖又来到了东京城。李靖去东京城的商号处理账务，林野山则一个人来到了郡王府。小王爷不可，林某是一介平民，怎可受此大礼？林兄是大义之人，我是替那些忠良遗孤拜谢公子。小王爷，怒阳距此千余里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你猜？你别逗我了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我哪里能猜到？你不是神仙，又怎么只用3天便从怒阳到了开封呢？卧槽，光想着穿越痛快，忘记时间这茬了，这下可露了马脚出来。林兄，你难道真是神仙不成？我不是神仙，古人有神马能日行千里，我自有神兽可以日行300余里。是何神兽？可否一见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圣婴谷的事呢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上一边装老道去，是飞鸽传书而已。老姐，你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？这就看上人家林公子了，想招他做驸马吧？小兔崽子，你别跑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这姐弟俩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林公子，你骑的真是宝马吗？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。确实有匹好马，不过朋友有事借去了。公主，你也喜欢骑马？我这老姐骑术高超，平生最喜欢骑烈马，尤其喜欢和别人在教场比速度。就你嘴快，什么都说。林兄，龙宇飞鸽传书说，这次北山马贼来犯，全靠你带去的神兵才剿灭了匪群，保住了圣婴谷的老弱遗孤。你带了什么神兵，竟可屠灭近1000人？用的就是上次我送你的那种武器。不过圣婴谷一战所用的神器，都是我从别的地方借来的，是要还回去的。我可买不起那么多的宝贝。如果能有那些神器，他日等我羽翼丰满，清君侧，护社稷，助我11个江山永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我还以为这小子有野心，想要争皇位呢。林兄如此优秀，要是能做我姐夫就好了。小兔崽子又乱说。小王爷切不可再提此事，公主金枝玉叶，我一介布衣岂能相提并论？林公子都送了老弟宝物了，下次能不能也送我一个宝物呀？好，下次一定让老舅从东阳带些稀罕玩意，再送给公主。林公子下次来，记得把你的马带来，我想看看它。卧槽，我到哪里给他弄宝马去？大名府米仓那2匹大青马，不知道行不行？3人又聊了1个多时辰，林野山方才告辞。几天后，林野山、李靖浩然回到了现代。李靖带着3件黄花梨小桌柜和1件紫檀木箱子去广深市进行拍卖。林野山去看望了一下老舅，第2天去 4S 店给2个姐姐各买了1辆车，然后就回到家里休息。喂，野山，高阳和胡胖出事了。林哥，你在哪？在家里，你快过来一下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老林，怎么回事？
今天上午，高阳和胖子两人去江宁收款对账，说好的今晚6点回来，这都快10点了还没回来。时光轮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时光轮一切正常，我刚穿过去江宁看了下，那边我们的办公室里也没人。你先别急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好。说完，林野山便穿了过去，回到江宁便立马去找商号的总办张大林。哎呦，林大官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！高阳和胡胖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今天2位官人在店里对账，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对乞讨的妇女。掌柜的行行好，可怜可怜小老儿妇女了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，等一下，老人家，这袋米你拿回去。好人呐！原来老头不是本地人，带着女儿常年跑江湖卖艺，上个月到了这江宁城，没想到被一个无赖盯上了女儿的美貌，强行霸占，2人反抗就被揍了一顿，报官也没有用。这之后才知道那无赖叫赖甲，父亲是地方军团练使赖宏发，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无奈之下，父女俩只能屈从。哪想到没到半个月就被赖甲的大夫人发现了，结果又挨了一顿。母老虎让人告诉老头父女俩去乞讨赚钱，赔偿1000两银子的精神损失费，不然这是没完。沿途2人身后还有派来的狗腿子，稍有停顿就是拳脚相加。听完老头哭诉，高阳和胡胖肺都要气炸了。天下哪有这样欺负人的？老人出去后，高阳也和胡胖跟了出去，果然发现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一直盯着他们，时不时还踢他们2脚。父女2人流落街头，被无赖盯上女儿美貌，强行霸占，2人反抗就被揍了一顿，报官也没用。之后才发现那无赖是地方军团练使的儿子赖甲，最后只能屈从。哪想到没到半个月就被无赖的大夫人发现了，又挨了一顿，逼迫2人沿街乞讨，赔偿精神损失费，不然这是没完。沿途2人身后还有狗腿子跟着，稍有停顿就是拳脚相加。听完老人哭诉后，高阳胡胖肺都要气炸了。天下哪有这样欺负人的？老人出去后，高阳和胡胖也跟了出去，发现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一直跟着他们，时不时还踢他们2脚。卧槽，那里冒出来你这个驴牛日的贼王八，你可知我家主人是谁？我不认识你家什么鸟主人，可你现在认识你爹了吧？高大郎，你们惹祸了，赶快托人花银子想办法吧。这些是团练使赖大赖子的人，这人不好惹。谁吃了豹子胆，敢动老子的人？就是你爷爷我动的，想咋地？你瞎了他就得问斩，给我拿下，带回去大刑伺候。哎呀，这里是哪里？我嘎了吗？大少爷，你们也嘎了吗？你他娘的才嘎了呢！给老子继续躺下装血。2个人1分钟不到，赖小赖子几人又被干倒在地。哈哈哈！这胖子竟然还能哈哈大笑，心有多大，摊上官司了。难不成这临济粮行是山里的大王开的？怪不得敢动赖大赖子的人呢，这就不奇怪了。讨饭的父女俩吓得缩成一团，不知所措。高阳走上前，掏出一张100两的银票，对老头说：“大叔，拿着银票带着女儿，雇辆马车赶紧出城走吧，越远越好。”多谢义士。哥哥，怎么办？跑不跑？跑啥跑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咱走了的话，咱的店铺和这些伙计就老遭罪了。就不走，爷爷今天就学一学鲁提辖，看他能怎地。这大宋当真没有了王法不成？高阳搬了把椅子，4平8稳地坐在了店门口。胡胖子混不吝的也一屁股坐上去。不久后，突然传来一阵喧嚣，夹杂着马的嘶鸣声。谁杀了我儿子？谁？爹，我没洗，我在这儿。爹的好大儿呀，没洗就好。大人，这天下是讲王法的吧？您儿子强抢民女，儿媳勒索钱财，还当街揍人，这些事还望大人您明察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秉公执法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绝不会放走一个欺负百姓的人。好了，那大家都看到了，我儿子和这些家丁，他们是百姓，百姓被欺负了怎么办？来人呐，把这2个小子给我抓起来，带回去大刑伺候。他奶奶的，本以为赖大赖子是个好官，刚才给他鼓的掌都白鼓了。这狗官油盐不进，黑白不分，干脆和他狗子的拼了。哥你别冲动，咱不能和他硬来，实在弄不过，大不了店不要了，咱回去躺平，反正钱够花了。老子咽不下这口气。咽不下也要咽，别忘了你还有老娘，卡里还有3000万没花完呢。高阳听他这么说，也就不再反抗了，2人就被五花大绑带走了。都说县官不如县管，事情就是这样。张师傅，你是本地人，江宁这边你有没有什么能说上话的？我想花钱把人捞出来。林大官人，今天赖宏发抓了人以后，我就开始找关系了。我表哥的姐夫是江宁城防司的小官，根本搭不上话，江湖上的豪杰更是不敢染指。你就是有再多的银子，也没地方送呀。哎。江宁本地也有禁军驻扎，如果能搭上禁军里面能说得上话的人物，也许就有办法了。可是到哪去找呢？服不服？服你大爷！别跟各娘们似的，你倒是10点进啊！嘴硬，给老子使劲抽！正打着呢，后墙上面2道硕大的黑影冲了下来。2位好汉别怕，俺来救你们。难不成真是鲁提辖来救我们？不对呀，上次野山说梁山好汉，那是10年后的事，此时年轻的鲁提辖还在陕西呀。那这2位是谁？正说着，突然大牢又来了一批官兵，双拳难敌4手，2个黑大汉也被绑起来了。狗官，2大汉子怎么骂的这么简单，就不会骂点别的？他不就是个狗官吗？其他的脏话要骂你骂，俺可骂不出口。多谢2位哥哥搭救，谁派你们来的？
没人派就不能自己来了。俺们看你俩都是好汉，所以特意来搭救。从他俩的话里得知，这俩是一对双胞胎，老大叫花心，老二叫花蕊，二人江湖气场很强。今天听说有2位好汉行侠仗义被抓了，二话不说就前来搭救。2位兄弟好样的，今天下不了这狗关，咱兄弟4个一起上路，也怪美的。大哥，要去你去，我还有3000万没花你。爹，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？先关2天，杜撰个反贼的罪名弄得干净。还是爹的脑瓜子聪明。而另一边，林野山担心高阳和胡胖的安危，和梁行大贵、老张一起，连夜去了他表哥的姐夫家，看能不能找到关系接触到禁军。江宁禁军的几个统领，平时都是高高在上，根本接触不到。江宁府禁军的最高长官兵马都监温庭绫，那就更不可能搭上线了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林野山突然眼睛一亮，你刚才说到兵马都监叫温庭绫？对啊，是他。他和兵部侍郎温庭森是啥关系？这我还真知道，兵部侍郎温庭森就是他亲哥哥，可惜被奸臣陷害了。温庭森死后，听说有个儿子下落不明。老天有眼，高阳和胡胖有救了。顾大人，我知道温庭绫的侄子在哪里。那就好办了，他为了找他这个侄子也是一筹莫展。温庭森得罪了权臣，这温庭绫就没受一点牵连。去年也遭遇了2次行刺，不过温家在这江宁城势力很大，又加上温庭绫手握重兵，东京的权贵倒也奈何不了他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怎么才能见到这位温大人呢？你既然知道他侄子的下落，见他就不难了。我现在就带你去他府上砸门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好。什么人敢闯渡监府？我是城防司顾贤，有要事禀报温大人，烦请通报。就说他侄子的朋友林野山求见。不多会儿，一个身材高大、将军模样的人跑了出来。小兄弟，你真是敏儿的朋友。林野山把在圣婴谷遇到的事给温庭绫讲了一遍。当他得知侄子还在的时候，早已是热泪盈眶。兄弟，大恩不言谢，你救了我侄子，以后能用得到的地方，我温家当全力相报。大人不必客气，就令侄的事情，都是小王爷的恩典。不过而今，我还真有件难事，想求大人帮忙。何事？请讲。林野山赶紧把高阳和胡胖的事对温庭绫说了一遍。温庭绫听后大怒：赖红发这个狗东西，一直仗势欺民，我早就想收拾这对狗父子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咱们4个看来是出不去这大牢了。万一有人来救咱们呢？高家兄弟啊，你还指望着有人能来救你？除了我弟兄2个，难道还有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不成？哎呦，天兵天将真来了，哥哥救我！温大人，你这是大胆赖红发父子，欺君害民，无恶不作。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以后在这江宁城有任何事，直接来府上找温叔。多谢温叔。折腾了一个晚上，天光已经大亮。华家兄弟，你俩四处漂泊也不是个办法，不如去大名府吧。我推荐你去一个好地方，有酒有肉，还有一帮好汉子。好，等我兄弟俩办完眼前的事，下个月中旬前来赴约。爽快，记得大名府西郊，临近粮行。3天后，林野山来到东京商行，刚到店里，伙计拿了一张书信递给他。昨天有一个姑娘来店里寻你，见你没在，就留了一封信。姑娘？哪里的姑娘？林公子见信速来郡王府，有要事相求。福临。他用1盒巧克力就让公主喜笑颜开。这是什么呀？太好吃了！哎呦喂，嘎嘎香！这东西叫巧克力，用的都是稀有的果子和牛奶做成的。好甜啊，还有果子味。对了，公主，你找我到底是什么事？林公子，你今天可是骑马来的吗？我没骑马。我还想借你的宝马骑呢，可你又没骑来。5天后，西郊草场的万国秋田赛马就要开赛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原来东京城每隔3年就要举行一次骑术大赛，各国都会派出选手来参赛。而大宋上次只得了老6，皇帝很没面子。今年福临公主决定亲自参赛。马被朋友借走了，到现在没还呢。好吧，后天内部选拔赛，你要来给我助威哦。好，我一定来给公主加油。给我加什么油？加油就是助威的意思。正说着，一个下人抱着2个古色古香的插瓶向院里走去。抱的什么东西？回禀王爷，小叶紫檀插瓶，南阳那边上供过来的，说有36个，皇上赏各位王爷1对。这玩意有啥用？附庸风雅，还不如赏点有用的东西呢。小叶紫檀啊，我就喜欢这玩意，好看。给你银票你不要，倒喜欢这些物件，得送你吧。这我可不敢要，皇上赐的，在下哪敢用？给你就拿着，这东西我不稀罕，不过也不白送。后天来助威，给我多带几盒巧克力。好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林某先行告退，后天再来。乖乖，又是小叶紫檀，弟弟啊，你在哪偷的？我昨天去郡王府拿巧克力和小王爷换的。字画古董做不了旧，咱搞不了。可是这些名贵木材和玉石我们可以做。对呀，这些东西好变现，利润又大。第3天早上，林野山带着巧克力又赶去赛马场。小组选拔赛开始，福临公主对洛阳起手，公主驾驭着大青龙，一骑绝尘，轻松胜出。经过几轮角逐，其他选手一一落败，只剩下福临和御林军代表龙尘2人了。老姐别怕，来这块巧克力，林公子说这玩意能给你增加气力。好吃，放心吧，老弟，看我拿捏它。老姐弄它。
福临公主最终拔得头筹，赢得场上经久不息的掌声。今天我老姐能赢，一是靠那大青龙勇猛，二是靠你那巧克力，给我老姐送去了神秘的力量。小王爷啊，你可真会提。哪里，林公子今年贵庚？23岁。般配，我老姐也23，你来我家做个驸马如何？卧槽，这中间差着900多年呢。再说电视剧里驸马爷的日子大都也不好过。我知道你在想啥了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你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我大宋的驸马是可以纳妾的，哈哈，这都哪跟哪儿啊？老姐啊，你今天可真牛！听说那火凤凰在洛阳没有对手，差点就输给他了。不过那火凤凰确实是匹宝马，让人看得眼馋。恭贺公主，你现在是代表我大宋的选手了，过几天正式比赛更要加油哦。林公子，谢谢你的巧克力。3天后，你还愿意来给我加油吗？林某一定会来的。回去之后，几人就穿回了现代。第二天一起去给野山的2个姐姐过生日。林野山到吧台，刚好碰到一个中年妇女。林野山，真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女人她太熟悉了，正是之前的未婚妻严胜玉的妈黄霞。出于礼貌，林野山开口问好：“黄阿姨你好，听说你去年在送外卖，扛水泥啊，能养活自己吗？”呵呵，不送了，改送快递了，没什么区别。对了，胜玉今天订婚，他对象蛮不错的，家里是做餐饮生意的，你俩好过一场。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等下最好不要碰面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林野山一听这话，不乐意了。对不起，黄阿姨，我今天约了朋友在这里吃饭。是别人请你的吧？这样，阿姨给你200块，你回去吃吧。林野山懒得再和他絮叨，转身回自己桌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房子还真不错。老林说我好，那肯定好，要不咱们下午没事去看看呗？好。呵，太奢华了，牛逼克拉斯！小胡，请注意形象，你是买不起还是咋地？欢迎光临燕兰山，我是销售顾问厉丽薇。我们燕兰山目前的楼盘是568平的联排别墅，单价3.8万，总价2158万每套。那个有没有高层小户型的？我想看看。听他这样说，厉丽薇的脸色明显有点不热情了。我们小高层的户型不多，最小也是158平的，而且价格是4万多。正聊着呢，就听大堂经理高声喊道：“厉丽薇，有贵宾到，请接待。”好的，狗经理，我马上带看。狗经理是吧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总分的先来后到吧？妈呀，你是属狗皮膏药的，怎么哪都有你？我来看的房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那个林芳，你来接待这几位先生一下。几位先生，我叫林芳，是见习销售顾问，请问我可以接待你们吗？林哥，要不就他吧，反正咱买不买还不一定呢。姑娘，现在我们这2波看房子的人，你选哪边？既然狗经理喊了我就服务他们吧，不好意思了。没关系，林芳小姐，麻烦你再给我们介绍吧。你们销售一套房子能拿多少提成？楼房3个点，别墅是2个点，好大一笔钱啊！可我到现在都没拿过一次。小李啊，快拿份合同来，客户订了1号联排。薇姐真棒，又开了1单。小林，去给我的客户倒几杯饮料，没事别在这浪费时间。狗经理，去把你们领导喊下来，告诉他5套联排别墅，老子全要了，现在马上立刻！操！别听他扯淡，还5套，你他妈有这么多钱吗？狗经理，我这位兄弟跟你一起去转账，不过嘛，我有个小小的条件。林先生您请讲。请这些人出去，我不想看到他们。房子我们已经订了1套，凭什么走？不好意思了几位，合同还没签，我们别墅卖完了，您去别处看看吧，对不住了。你小子有种，我们走。几人办完手续后，又去采购了一批物资，接着就穿回了古代去。他是一个土匪头目，却被一群土匪崽子追着打。林大官人，救救我！你是谁啊？怎么认得我？大官人，我是伏牛山的杨大长啊，上次黑松林劫你们粮车的那个。卧槽，你不是那个伏牛山9当家的吧？这怎么混成这样了？你少管闲事，不然连你一起弄。刀下留人，你要怎么地？想和他一起嘎？你们都是伏牛山的人，为什么要嘎他？总得有个原因吧？多管闲事。大哥，你看他穿的挺好，像是个有钱人，绑他的票，让家人拿钱来赎。放屁！谁在感动？别怪老子用6脉神剑取他狗命！啥玩意儿？就你这白面书生，还溜什么剑？来呀，公子哥，快用你的6脉神剑，狠狠地刺爷的屁股！我要回家！还有谁不服的？过来试试！这次我可不打屁股了，要打就打他的鸟头了。你怎么不走？我没有家，弟兄们又要嘎我，我没地方去。牛铁蛋被抓去塞北，伏牛山上你不是做老大了吗？怎么他们还要嘎你呢？你难道不知道牛铁蛋3天前晚上回来了？伏牛山上现在还有多少人？现在还有80、90个。走，去城里先找了家医馆处理下伤口。活了30年，还没有人对俺这么好过。今天你救了俺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大官人你的了。哎，你可别，反正以后我就跟你了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。不当土匪了？不当了，没意思。本来冲着行侠仗义去的，没想到那帮玩意儿干的都是丧良心的烂事。说说吧，他们因为什么要追击你？他们昨天下山掠了7、8个大姑娘，都是寻常百姓家的好女儿。
昨天夜里，趁他们都喝多了酒，我把那些姑娘都放走了。今天就被他们追着打，说要嘎了我，然后就遇到你了。行吧，你先在这里住下休养，过2天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那里都是英雄豪杰。林大官人，差点忘了，牛铁蛋说就这2天要来烧你的米仓。他娘的，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的。叶山，要不你还是去找4哥帮忙吧，光靠我们几个对付牛铁蛋还是有点费劲。好，那我去一趟圣婴谷。今天临济粮行有事，就是我等弟兄们的事，咱们去平了那副牛山。宰鸡焉用牛刀，我带几个兄弟去。龙教头不可轻举妄动，这圣婴谷可都指望着你呢。龙教头听了不再勉强，事关紧要，几人便立即赶了回去。傍晚时分，牛铁蛋的队伍就来到了一个上坡的土路跟前。兄弟，来，哥哥带你玩个好玩的。土匪就快到了，还有啥好玩的？玩牛铁蛋？我们给牛铁蛋放烟花，别紧张，你就把他当上次的机枪干就完了。经过一整晚的战斗，终于除掉了牛铁蛋这个心头大患，可以安心做生意了。公主今天怎么闷闷不乐的？老姐的大青龙脚崴了，没有宝马可以参加比赛。可我答应了九哥，要护我大宋国威，可现在，一时之间到哪去寻宝马呀？我倒是有一个没办法的办法，只不过很难办成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好马是找不到了，我想办法给你弄辆摩托来，就是不知道比赛方让不让你用。摩托是什么？宝马的名字吗？宝马它确实是宝马，不过它不是真马，是铁做的马，下面是2个车轮子，可以骑着跑，速度极快。啊，这天下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！卧槽，当年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，就已经够天下人吃惊了，你竟然还有铁马，那玩意儿吃草不？真能跑？能骑能跑，而且还能赢，只不过也不知道其他几个国能不能同意你骑铁马比赛，估计说不通，毕竟不是真马。林公子，我相信你，我去和他们说。尊贵的公主，你的马伤了，比赛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有马，总不能光着脚丫子跑吧？那我回去就找铁匠做个铁马和你们比，咋样？敢不敢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铁匠做的铁马？少他娘逼逼叨，就问你们敢不敢吧？怂了，踏了。同意，我们同意。别说铁马了，公主就算骑块石头来也都行。不管骑啥，只要能跑在前头，我们都算他赢。好，一口唾沫一颗钉，你们都是爷们，说话可要算话，别等我赢了又娘们唧唧的不认账。我们可以立4句，公主殿下可以骑铁马比赛。我们举办的是骑术大赛，也没说一定要活马呀。前年南越过来的那个小子，骑什么鸵鸟来的，不也让他比了吗？没多大会儿，跑腿的送来几份文书，大家签字画押按手印。林大公子，你可不要蒙我啊！文书我都签了，骗人是狗狗。公主殿下，你就放心吧。回去后，林野山就托高阳弄了一辆宝马摩托车过来。哎呦喂，我的天爷啊！你还真是骑着铁马来的？南阳铁匠打的。公主来练习一下。好。不到半天时间，公主就大概已经熟练掌握，接下来就等待比赛到来。没得说，今年这冠军还得是人家大大的。你看看那匹过3峰，简直绝了！我看不一定，西夏的火麒麟那是千年难遇的宝马，晋国的神驹也不错，听说是狼主的宝贝呢。咱大宋难了。福临公主说是要骑铁马来比赛，这不是骇人听闻吗？就是，谁信铁马能跑啊？你他娘的小声点，对公主不敬，造官家君你小子的脑袋！赛前半个小时，场边踩点前已经围满了下注的人群。切，看看怎么赔的。丙千岁爷，达赢，买5赔1；西夏赢，买1赔1；大金赢，买1赔5。卧槽，那我大宋呢？千岁爷，小的说了，你可不能打我。有屁快放！大宋赢，1赔10，1赔10。就因为是铁马，谁信咱会赢啊？大宋的呢？千岁爷爷，他们都不买呀，小的们也没法子。有没有人买大宋赢？谁他娘的和钱过不去呢？林大官人身上带了多少银子？200两，就这么多了。我出600两，赢了咱俩一人一半，800两买大宋铁马赢，记住了，1赔10。赛场这边，公主也要进场了，正风姿飒爽的从后场缓缓而来。知不知道什么是神啊？神以前也是人，不过他做了人做不到的事，所以他成了神。你少扯淡，看我怎么拿捏他们。没想到这大宋的公主果然没有吹牛，还真的是骑着铁马来的。什么匠人这么牛，竟能造出这么个霸气的家伙？观众议论纷纷，下了注的人个个都开始有点后悔了。比赛正式开始，摩托车一声轰鸣，瞬间窜出。不到3分钟，福临公主一骑绝尘，早把3骑马远远甩到了身后。大宋赢了，大宋赢了！这大宋的国力如此了得，竟能做出这么牛的铁马。要是开战时，他们的骑兵骑着文艺，那速度谁能争锋？千岁爷，您真的太神了，收的钱都给您了，总共8000两。那你们还有利润吗？就剩10两了，今年白忙活喽。回到郡王府，福临满脸惆怅的坐在摩托车前。老姐，怎么赢了比赛还不开心呢？
我太爱这摩托了，可这车估计也就仅此一辆，公子是借来的，要还给人家了，我有点不舍。罢了，干脆把摩托车送给他吧，自己也不是买不起，回去给高阳再买一台就是了。林兄，你看能不能晚还几天？我那还有2颗夜明珠，你拿去送给车主，就当人情了，行不？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公主，这车就送你了。可这不是你的车啊，你说送就送。小王爷不说了吗？我送2颗珠子给他做个人情，他再让工匠花个几年时间，再造一辆就得了。真的呀，谢谢林公子。对了，今天赢的8000两银子都给你了。小王爷快收起来，银票林某绝不能要。拿着，我郡王府最不缺的就是银子，都是赢来的，尽管拿去使劲花就得了，哈哈。小王爷爽朗大气，林野山也就不再推辞。天气越来越凉了，大名府的服装店已经开始装修。现代的服装店店员大都是女子，我看店里的大柜最好也找个女子。要找个合适的女掌柜，那的确不容易啊。有了，谁有了？你有了。我说我有服装店掌柜的人选了。是啊，我们都认识，咱刚穿过去时的大姐啊。你还别说，这大姐的性格还真合适，哈哈。大姐想兄弟没？兄弟，最近你挺忙的吧？看你都瘦了不少，也没来看姐姐。听说你打算开服装店了啊？店铺在装修了，准备月底开业。只是这大柜的人选必须是个女的，我才刚刚找好。这女人也能当大柜？怎么不能？自古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有人在。而且我找的这大柜你也认识。我认识，是谁啊？就是你啊，我的大姐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。不，兄弟，你可别开姐的玩笑，我何德何能做这大柜呀？我的姐姐呀，有兄弟给你坐镇，你就大胆的当你的大柜，不怕。嘿嘿，姐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这傻兄弟咋这么会疼人力？哥哥，你这是准备去哪？兄弟啊，我爹他出事了。你先别着急，黄伯伯怎么了？这2年周边战事不断，我爹承包的木材厂没能开采，眼看期限要到了，我爹去和那富商猴子精协商，最后起了冲突，就被捕快抓走了。我和你一起去，遇事也好有个照应。兄弟有心了，那咱走吧。爹，你不是被抓走了吗？小崔把我弄出来了，哈哈。卧槽，我还白担心一场。人是没事，可是我的9万两银子啊，亏得干干净净的。一片林子，你至于吗？咱不要了就是，你何苦跟猴子精生气？就是啊，岳父大人，咱不要了。我是计较那9万两银子吗？是不想把那些树留给那猴子精，让他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恨不得全给他烧了。爹啊，我可就你这么一个爹，以大送律，故意纵火当斩，你可要三思。滚一边去！说着玩的，我还真能去放火啊！这林子都是好红木啊，就剩6个月了，看来这林子真被他猴子精白捡了，可惜可惜。听黄成庭讲红松林的事，林野山突然想到高阳说有个红木大厂在广深市招标的事情。我家乡那边红木价格还可以，就不知道需求有多少。野山啊，要是有人要那林子，你尽管找人去看，我不要钱，多砍1棵，猴子精就少赚1棵。多谢伯伯，荣侄儿去打听一下，过2天再来回复。董事长，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个啥？主题告诉你们，有个大生意，大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干。黄少爷有1万多亩红木林子，决定送给我们开采，期限是6个月。1万多亩，这蛋糕太大，不太好吃下去，而且砍伐运输都是个问题。这是不能急，问题提出来，一项一项，如果能解决，就可以干。这是要找专业的人打听，等下和我去趟我战友那里，回来再说。我看行。罗总，我有1万亩红松，质量非常好，但是6个月时间要全部砍伐，你有没有办法将这批红松全部吃下？什么1万亩优质红松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现在哪里还有上万亩的红松？我没有开玩笑，1万亩林子一点都不少，咱们合作这么久了，你应该了解我高阳的为人，这是不假。1万亩，我可以想办法吃下来，可是砍伐、运输这些问题，你们怎么解决？运输没有问题，还和以前一样，你们分批来仓库拉就行，只是量太大，砍伐确实是个大难题。这批红松的质量肯定优于市面上的货物，价格方面我们让利10%，原本2000一方，这次全部按1800一方，你看怎么样？让利10%，70万方，那就是1个多亿啊！砍伐的问题，我有朋友可以托他们帮忙购买伐木车和配件。那燃油和工人，你有办法解决吗？柴油好办，我姑父在乡镇开了几个油站，油料没有问题。人手方面，咱们那些老战友，如今好多闲着的，咱找10-20个人，每人给一笔钱，跟着上山干个半年，哪个不愿意去？还是你有办法，只是咱那些战友们都没有伐木设备的经验呢。这玩意不需要经验，上手操控一番就会了，有些连坦克都能飙，还玩不了这个，你就放心吧，哈哈。罗总，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，1万亩红松，咱6个月内干完，机械、油料、人工方面就拜托你了，钱不管多少我们来出。放心吧，还有木材的进出我全部弄好。第2天中午，林野山就收到了大致的71项预算清单，大概需要差不多7至8千万。靖哥，咱账上还有多少钱？上次剩余的资金加上这2个月的利润，还有2.2个亿，柜子里还有点黄金，资金足够。那哥几个考虑一下，这1万亩红松，咱到底干不干？这么好个机会，干，必须得干。
过了2天，人员和设备都陆续到齐，手机全部关机，装弹密封，车程6个小时，中途严格保密，所有车窗窗帘密封。关于保密，战友们都懂，一路兜兜转转，找了个隐蔽地方，就用时光机穿了过去。兄弟们，咱们到地方了。所有人都认为，经过几个多小时的行程，来到了一片原始森林，没有人会意识到自己竟然穿越了。大家先整理营地，搭建活动板房，调试学习各种设备，后天就可以开伐了。所有生活物资都有货车会定期送过来，确保大家没有后顾之忧。高阳的话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交代完后，大伙就开始忙活起来。1个月后，此事就被猴子金侯老爷的探子打听到。老爷，驴牛日的，吵什么吵？老爷，那片林子皇家可能派人再砍了。这皇城停5年都没砍几亩，现在就剩几个月了，怎么又来封禁了？派人继续盯紧了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来报。老侯的脸色阴晴不定。原来苍龙山谷的密林深处有一口隐秘的岩洞，相传是当年安禄山兵败后在此囤积了不少的金银宝贝，但这地方总是有一群战斗力很强的怪物守着，每次派人进去都没有回来的。苍龙山林场目前砍伐工期快要接近一半，最近几天一直有猴子精的探子在山谷附近出没。这猴子精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是舍不得这亿万亩红松？这个老刁毛如果想使坏，我的马克沁可不答应。遇事不能蛮干，我们一边要搞好防备，一边要想办法弄清楚对方的意图。对付牛铁蛋的方法可以继续用。第2天下午，一辆马车停在侯府门口。侯叔，上次的事，家父太冲动了。小侄这次来呢，是专门给侯叔赔个不是的。这小子没吃错药，来和我道歉。小侄一点心意，侯叔务必赏脸，哈哈。木材伐的怎么样？这大冬天的不容易吧？可让侯叔您说对了，难呐！我爹就是倔，天冷路滑，伐下的木头暂时运不出去，工人还被狼咬伤了5、6个。不急，慢慢来，时间不还有3个月吗？李靖悄悄地从袖子里摸出了小型经纬仪。林野山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假意让黄汉飞去侯府送礼，实际的目的是让李靖测量侯府的坐标，给他装上个小型监控。事情办完后，2人就找了个理由回去了。山洞里明明有大量的宝藏，却无人敢去取走，只因山洞附近总是有一群战斗力很强的怪物守着，去过的人基本都是有去无回。而这几个穿越过来的现代人，是否能把这里的宝藏带走？这山谷里竟然有安禄山的宝藏，这是8成是真的。因为啥？我们装的监控里，猴子精说得很清楚。再说，如果没有宝藏，他猴子精为什么紧盯不放？还真为那些红松树，那些红松真让他砍，除了人工运输的费用，他也赚不了几个啊。这还真是搂草打兔子，赶上了。那还等什么？送上门来的，我们直接过去搬走。这些怪物真他娘的凶残！门口不能没人，大胖在门口守着，我和大杨进去看看。行，你们小心点。以前只能在小说里看到神秘宝藏，真是做梦都没想到，如今这种幸运的事情竟能落在自己的头上。这真是手拿大刀砍电线，一路火花带闪电。哥啊，这么多东西，咱怎么办啊？走，先回去，别让大胖等急了。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？还以为又遇到怪物了，再不出来，我可就下去找你们去了。里面有啥？难不成还真的有堆金子？金子，兄弟，你不妨格局再大点。告诉你，别吓尿了，里面有座他娘的旧金山，哈哈。大杨，你小子可净吹吧！你还别蒙我，我小时候打电动游戏的时候就知道旧金山在老美那边。差点忘了正事了，东西呢？拿出来。啥东西啊？金子？金个锤子，老林给你的东西。啊，经纬仪啊，这里差点忘了。测完坐标后，几人就匆匆赶了回去。先别吃了，哥几个，我带你们去看旧金山。去漂亮国看旧金山，东平郡王安禄山留下的金山，真被你们找到了。必须的，走吧，都去看看。也是啊，这回搞大发了。天上掉下一座金山，苍龙山藏宝洞内，哥几个开心的击掌相庆。西郊侯府里，侯家父子俩却感到脊背一阵阵的发凉。最近派了40个高手去林场袭击，谁料到竟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。小六子，咱不能便宜了那姓黄的，他能请厉害的杀手，我就不能了吗？笑话。爹啊，你不会要去找东山老鬼吧？目前还不用，咱先用官家的势力去弄他，如果压不住，再请老鬼出山，和他们血拼到底。官家势力，可黄胖子他姐夫崔望月可是留守司的马军指挥使啊，老崔他爹又是京官。京官算什么？你大姑府的御史台不也是京官？你爹我在这大名府有多少故交？俗话说得好，县官不如县管，我就是要用官面来压他，我就不信他敢和大宋朝廷作对。爹啊，都说人老奸，马老花，兔子老了狗儿难拿，到底还是您老人家有办法。有你这样夸自己爹的吗？他奶奶的，我看你小子脑子里灌马尿了。看看又急眼了，有能耐你踢老黄屁股去，踢我干嘛呀？老侯懒得理他，自己儿子什么货色，自己心里最清楚，还是琢磨琢磨怎么办吧。而另一边，杳无人烟的苍龙山林场，却有一队官兵向这边走来。兄弟，有一队官兵向这边过来了。
这么久了都没有人过来，今天怎么会有官兵过来？这是有点蹊跷。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看看他们要做什么再说。让你们管事的出来。这位军爷，你们这是？官差检查，把你们的采伐承包文书拿来看看。这片林子，官府要收回了，给你们东家说，5天的时间内，所有人全部撤出苍龙山，都听到了吗？我们的协议文书可是有期限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还有1个半月，为何让我们提前撤离？文书算个屁！上面的老爷让你撤你就撤，5天后没撤，就等着被收拾吧。四哥别急，我先回去找大家商量一下。果然是这对狗父子干的，上次阴的没完过载，这才勾结官府来对付我们。这侯家父子肯定买通了临城司和部分官员，设计好了圈套，要把黄承廷赶走，夺回林场里的宝藏，这事不能耽误。靖哥，你去一趟东京郡王府，找小王爷赵猜，把这件事给他说一下。好。李靖走后，林野山就去了黄大少爷的家。黄侯两家积怨已久，如今闹到这个地步，干脆撕破脸斗上一斗。汉飞啊，你快去找你姐夫，让他老爹崔响去找何玉桥说道。谢过黄伯伯，我也回去准备。好。小王爷的信带回来了吗？信倒是没写，不过他说让你把信放在肚子里。他说要亲自来一趟大名府，给你林大官人捧捧场子。大名府在河北大名县，距离开封市200-300公里，土路又难走，他怎么来？难道骑摩托过来？哎，随他吧。黄府那边我有点不放心，老黄可是正经的生意人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。可猴子精就不一样了，一肚子坏水。林子还有3000亩，经营咱们搬完后，红松林干脆让给他们算了，何必要惹这么多麻烦呢？这侯家父子阴险歹毒，就算林子让给他了，他知道宝藏没了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早晚是个麻烦。要么就不做，要做就得用铁腕手段。而另一边，黄府内一波未平，另一波又起。来福，什么事？慌张张的。老爷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你姐说来。我们的运盐船在老龙河葫芦湾全沉了。什么？全沉了？怎么可能？爹，你没事吧？你都知道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80万斤盐呢，要掉脑袋的。80万斤官盐沉入湖底，他听到消息后却镇定自如，只因这事跟他没关系。但老黄家摊上这个事，作为好朋友肯定得帮上一把。兄弟啊，你能不能想办法，看看哪里能买到盐，救我父子一命？自从穿越以来，黄家也帮了自己不少忙，我穿回现代弄点粗盐回来，应该也不算难事。黄兄你别急，80万斤盐，5天之内我给你全部弄过来。野山啊，你别说胡话，这事你就别管了，不要引火上身。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，你俩就放心吧。兄弟当真能弄来？一口唾沫一颗钉。不过银子的事好办，只要能弄到盐，银票你需要多少，尽管和我说。黄兄，银子我1两都不要，这80万斤盐就当我孝敬黄伯伯的。只是这3天你要准备足够大的仓库放盐才是。兄弟啊，能帮这个忙都是天大的恩情了，银子怎可不要？仓库不担心，我家有现成的大仓。没事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先回去准备。黄汉飞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回去之后，林野山就开始打电话联系粗盐供应商，最后以每吨320元的价格购入520吨粗盐。第3天就直接把粗盐全部传到了黄大少爷的粮仓里。林兄弟啊，你的能耐真不是一般大，竟然真的能在3天内把这些盐搞回来。举手之劳而已，哈哈。儿子呀，咱爷俩欠了小林天大个人情，往后你得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人家。爹呀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儿子是有点混，可是论讲义气，那绝对不含糊。对了，明天就是第5天了，老猴子的人肯定要去枫林场，你今天再去你姐夫那一趟，让他明天务必要过去帮忙。第2天一早，苍龙山林场，一队军官又耀武扬威的来到谷口。5天的期限到了，为何还不撤离？真要和官家过不去吗？大人，我们可是有采伐文书的，这期限没到便赶我们走，是何道理？让你走你就走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你们这样做是大宋律法为何物？你一介草民也配提律法？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律法。你的意思，谁手里有刀，就是大宋律法不成？崔望月，你未免太狂妄了吧？你一个马军指挥使，竟然为了你老丈人来管起林业的事了，有点过分了吧？你们巡检司管得不宽，城里的事不够管，竟能管到这60里远的林场来。这些官兵是大名府巡检司的，相当于现在的警察系统，收了侯家600两银子，硬把这林场的经营性质给改了。崔大人，这有敕令文书在此。滚你个蛋，唯利是图的东西！崔望月，你不要张狂，你想怎么样？眼看双方剑拔弩张，山坡下又有一支队伍向谷口就奔了过来。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中书大人不放心，所以让我过来看看。你们2家有事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说，弄得动刀动枪的。小六子，出息了呀，不怕我大嘴巴子扇你了？黄胖子，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，你爷儿们俩就快要倒霉了。小兔崽子，我去你大爷的！上面的长官可还等着他回话呢，把他们统统赶出去，有敢阻拦的都给我抓起来。我看今天你们谁敢？图灵也不好掺和，毕竟他是过来替中书大人说和的，双方正闹得不可开交，土路上又来人了。
还等是何人？胯下骑的是什么邪物？林兄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哈哈。林野山见过千岁爷，公主殿下。千岁爷，公主。下官骁骑营副统领图灵，见过千岁爷，见过公主殿下。起来吧，涂将军，我也是路过大名府，听说我兄弟野山的林场遇到了点问题，所以顺道过来看看。快去城里请中书大人和玉峤过来。这林野山是老黄派来砍林子的，这小子看起来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能和王爷公主扯在一起呢？先等中书大人和玉峤看看，如果他俩真是冒牌的，就是欺君之罪，那就连老黄一起抓起来。天神啊，这小林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才几个月，竟能采伐上万亩红松林。老猴子没有心情管他伐了多少林子，一心想着藏在山谷里的宝藏。也不知道这林子里的宝藏被他们发现没有。千岁爷，下官来晚了，恕罪。这下子确定了小王爷身份，老猴子和这军官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，灰溜溜的离开山谷，众人也都纷纷告辞回城。这林野山是何人？怎么会和小王爷扯到一起呢？红松林伐掉后，守着藏宝洞的怪物都到哪里去了呢？不会真的被这帮小子给灭了吧？还有我明明找人弄成了他皇家的言传，可老黄父子的脸上怎么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恐惧呢？那批宝贝绝不能拱手让人。好啊，那就来邪的吧，看谁的命硬。听着，明日带1万两银票上东山，找到老鬼，让他带人灭了苍龙山林场。爹啊，你真要招老鬼？那玩意儿也太邪乎了，我怕什么？让你去你就去。老鬼要的是银子，告诉他1万两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侯家再送他2万两。爹啊，按我说的做，咱爷俩没有退路了。哼，老鬼一出山，他们通通都得他。老猴子嘴里说的东山老鬼，乃是东岭山上第一悍匪。此人心狠手辣，眼里没有王法，没有江湖道义，只有银子和欲望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可庙里没有老和尚和小和尚，只有一群土匪崽子呱呱叫。侯小六带着1万两银票来到庙里找老鬼，被吓得撒尿尿。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你这个怂货，比你爹老猴子差远了，哈哈。老鬼爷爷，我爹有事相求。银子带来了吗？带了，这是1万两定金。我爹说了，事成后再孝敬您老2万两。说吧，嘎谁？嘎几个？苍龙山林场皇家砍木头的人。好，1万两留下，回去告诉你爹，再送5万两银票，我马上带着弟兄们荡平苍龙山。侯小六如遇大赦，连滚带爬的下山去了。这老鬼趁人之危，狮子大开口，张嘴就要5万两。没法子呀，想想那宝藏，5万就5万。而另一边，哥几个把安装在老猴子家的监控内容全部过了一遍，老猴子请东山老鬼的情报又被截获了。这老疯猴子竟然勾结土匪，要将我们赶尽杀绝。土匪怕个啥？咱灭的土匪还少吗？伏牛山、黑风岭、北山匪不都被咱废了吗？东山老鬼敢来，咱一样干了他。高阳，你去准备一下，我去趟崔大人那里。崔大人可曾听说过东山老鬼这个人？这个老贼凶悍无比，占据东山10-20年了，官府数次围剿，就是弄不动他。难道朝廷都搅不动他？不是搅不动他，而是地方的军士们各自为政，让他们去和东山贼硬拼。做梦吧！我这马军指挥使手底下才几百号军士，也不是这些剿匪的对手啊。如果我有办法对付东山贼，不用您出一兵一卒，这个功劳就由哥哥来领，你看如何？兄弟啊，你莫要开玩笑！我知道你有2个兄弟都是以一敌10的好汉，可东山匪不是他老鬼一个，总共有1-2千军马呀，你怎么对付？崔兄，你知道伏牛山和黑风岭的山贼是怎么灭的吗？不是图灵带兵剿灭的吗？非也，都是兄弟帮他的，他只是打扫了一下战场。啊，我说那图灵只是个马屁拍得好的人，什么时候那么有能耐了？原来是你小子干的！兄弟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次林野山没有说实话，而是给崔望月吹起了牛。我有个朋友乃是世外高人，能造顶级暗器暴雨梨花，此物一开，就算来1-2千军马，也能轻松扫光。这世间还有这等厉害的奇人，如果战场上有这等高人，什么仗打不赢他？林兄能否引荐给崔某人认识一下？这高人脾气古怪，只因为我俩有一段姻缘，所以答应帮我3次，前2次的机会已经帮了，这次是因为那老猴子勾结了东山老鬼，想要来谋害我，我不得已才准备请高人再次出山，灭了那东山匪。既然你有高人帮忙，为何来找我呢？哥哥呀，我想把剿灭东山匪的功劳送给你，因为我是个商人，我只想安安稳稳做生意，不愿和官家有什么瓜葛。兄弟一片心意，哥哥懂了，多谢了。几天后，林野山算好时间，带着人在谷口布置好装备，随时准备杀敌。现在林场那边所剩的红松林不多了，也不可能遇到太大的野兽危机。马克沁机枪留一架在那边，剩下的全部在这里架好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乖乖从里面滚出来，爷爷给你留个全尸。果子的，谁把捣蒜锤子扔了出来？让老子给你捣蒜啊！哎，不对，这捣蒜锤怎么还冒烟呢？老鬼怎么都搞不明白，怎么轰的一声，老五就嘎球了呢？弟兄们，给我冲进去，嘎光这帮狗崽子，也要用他们的心肝下酒。
这些雷火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难道真的是因果报应？老天爷今天特意来索命了吗？二当家的老鬼哥被他们赶了，东山这块地方咱不能继续待着了，干脆带着剩下的兄弟，另外寻找地盘重新安身立命吧。只能这样了，但临走前得为大当家的和那么多弟兄报仇。二当家带着2小队人连夜混入城去，一队直奔黄府，一队直奔侯府。黄府的一队没想到早有官军埋伏在里面，所以刚刚翻墙而入就被全部抓获，而另一队去侯家的却很幸运得手了，老侯父子则被取了西瓜。第二天邻居报案，官府开始追查。崔望月听从了林野山的建议，自告奋勇去剿匪。林大官人，你可莫要诓我了，兄弟，这些土匪都是被你解决掉的。大人开玩笑了，这些贼子们可都是崔大人您带兵剿灭的。是，老弟说的是。土匪和林场的事都处理的差不多了，之后林野山就来到新开的4季长青被府店。大姐，我来看你来了。多久没来看姐姐了？那山里的木头要你亲自砍呀，哈哈。姐姐恕罪，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来了，这不木头刚砍完就来看大姐了。臭小子，嘴里抹了蜜了。姐，和你说个事，我呀有个把兄弟哥哥，今年30出头，至今未婚，这人一身的英雄气，我想介绍你俩认识认识，你看如何？行啊，那就认识认识呗。找个时间，我安排你俩见个面。大姐来了，大姐来了。林野山伸头去看，一眼就看到义兄黄大少爷和钱串子2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。他每天都要去一趟青楼，可时间久了就感觉不对劲，喜欢吃鱼，老是要去菜场买，何不如自己挖个鱼塘方便，于是就打起主意自己也开一个青楼。就这么定了。可这还没开始呢，就与隔壁青楼的护院起了冲突，打起来了。林野山见自己好兄弟被打，一个旋风腿飞了过去，奈何寡不敌众，又被踢了回来。大姐一看兄弟挨打了，心里疼得不得了，拎起店里1暖瓶刚烧的开水就泼了过去。被泼的汉子恼羞成怒，恶狠狠地冲上来，一把掐住大姐白皙的脖子。大姐顿时被掐得直翻白眼，危急关头一道白影闪过，大汉就被放倒在地。这身影不是赵四哥吗？四哥，帮我！好啊，这些鸟货不仅打女人，还敢打我兄弟，就是活佛也忍不了这口鸟气。二虎，干他们！架打完了，翠仙楼的老板毛金洞过来了，听说是黄公子和自己的护院打起来了，也就没多说话。毕竟这老黄家有留守司的关系，自己也不能轻易得罪。可后来又听说对面服装店的人也参与了，这老毛可不干了。黄家的人不好得罪，你个平头百姓还不得欺负？谁到我那儿打的人，还泼了开水烫。老金毛，怎么的？还想再干一场？嘿嘿，跟你没有关系，让这服装店的老板出来。我是掌柜的，你想怎么玩？要么赔钱3000两，要么我告官，让你去蹲牢房。好啊，你他娘的去告一个试试。这老毛是坐地户，在大名府数十年，哪个敢这样和他说话？行啊，小子年纪轻轻，如此嚣张，今儿个我不关了你的店，让你去蹲土牢，老夫就跟你姓。毛家的管家听了老爷的话，立马就去告官去了。老小子想玩？好啊，今天老子看你怎么收场。半个时辰后，一队官兵就从街头过来了。兄弟呀，你赶紧从后门走。现在这大名府，即使是中书大人何玉桥，都得给我3分面子。且看来人怎么说。闪开！何人寻衅滋事，都给我抓起来！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巡检司的头子胡队长，就是他们几个打伤了我的人，和黄少爷没有关系啊！别呀，主犯是我呀，来抓我！来，就是他，还有那个女的。我操，怎么又碰到他了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收队！啊，妹夫你怎么装瞎呢？你他娘踩下，知道里面那人是谁不？谁呀？有后台，比你还硬。我硬个锤子！那小子是京城赵官家的人，小王爷的把兄弟，你吃饱撑的，你惹他啊！我老天爷啊，这倒霉催的！这些来抓兄弟的官兵，怎么一碰面跑得比兔子还快？难道我这兄弟是妖怪变的？林大官人，哎呀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我说老毛没让我兄弟蹲上土牢房，以后是不是要改姓？该喊你老林了。大少爷别开玩笑，咱都是街坊，一条街做生意，误会。那你们打了人怎么算？意思，不成敬意。那我俩呢？你们2位从今天起3个月之内，翠仙楼消费免账。好啊，同意。瞧你小子那点出息。好了，都在大明城里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人家既然认怂了，大家就见好就收吧。那2小子不缺钱，这银票就给你们吧。这银票我们不能要，林兄弟你拿着吧。白花花的银票，我还送不出去了呢。行，我替你俩存着吧。后面是能成的话，老弟给你们买个小院。四哥和大姐2人这才知道林野山安排的人就在身边了。之后林野山就让他们聊着，自己就去了一趟王爷府，听李靖说小王爷找他有些事情。小王爷找我有什么事？在宋辽边界蜈蚣岭一带，山洪冲垮了一片土山，露出了一片巨大的石炭层，储量巨大。林兄有没有兴趣？你喊我来就是为了石炭这事的。
当然，你不是商人吗？要不要干？我是商人不假，你当我啥生意都能干啊？挖煤岂是那么容易得事？半年之内1万亩红松都能砍完，你能耐大着呢？你可别提了，没有你帮忙，我能砍完，说不定赔的裤衩子都没了。裤衩子是个啥？裤衩子就是短的裤子呗，我店里有卖的，你要穿，回头我给你送几条。你可拉倒吧，我堂堂大宋王爷穿个裤衩子出去，我的面子何在？煤炭这风险太大，路途又远，根本就是赔钱的买卖嘛。你再琢磨琢磨啊！对了，石炭务的官员可说了，东京炭商的经营，官家一律抽1层半，蜈蚣岭的炭吗？1文不抽，但有一条，售价不能超6文1斤。这事不急，容我回去筹划筹划再说。说完后，林野山从王府出来，准备在街上逛逛，就看一小叫花子被几个壮汉追着打，正想冲过去帮忙，一道银光飞出，几个大汉硬生生被拽出去好远。好猛的功夫！多谢义士出手相救。你不也一样吗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敢问阁下怎么称呼？在下卢俊义，大名府人士。卢俊义，阁下莫非就是河北玉麒麟？那都是江湖上的兄弟，给小弟取的浑号。自己从小就喜欢读《水浒传》，没想到今天遇到真人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还有点事要先回大名府了。林某在大名府开了几家店铺，也经常过去，改日有空一定去府上拜访。卢某求之不得，他日相见，定要一醉方休。回去之后，林野山就召集哥几个开始谋划起煤矿的事。露天采煤难度相对小一些，而运输方面更没有问题。有一点要考虑到，现代社会无证无照的情况下，私自销售煤炭可是违反法律的。本来就没打算弄回来卖，如果接了这煤厂，挖出的煤炭就在北宋几座大厂里卖。挖煤问题不大，可是这煤炭不是挖出来就能卖的，它还要经过几道工序，比如洗煤、去硫。可是这些技术咱都没有啊。另外，洗煤的那些大型设备都是要用电驱动的，这怎么搞？说你们不懂吧？你们还挺懂。古代哪来的这些工序？冬天有煤烧都谢天谢地了。那酒楼里炒菜用的大盐粒子，味道苦也没辙呀，还得吃。也就是说，这煤只要挖出来就能卖，不用再搞其他的。没错。他把挖掘机开到了古代去，利用从洪祥学到的技术，成功打开了大量无法开采的煤炭，解决了古人取暖的问题。有了这些设备，一天8个小时作业可以挖6000吨煤。小王爷说了，京城里有2片现成的露天堆煤厂，随时可供使用。这样的话，第1个月挖的煤炭可以全部转到京城煤厂储存。这次就交给四哥的兄弟们培训培训，反正这些机器上手也不难。行。2天后，四哥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拒马河畔。四哥，这附近一点人烟都没有，我们上哪能找到石炭厂呢？豹子来的时候，高大郎送来的千里传音呢。四哥，人家林大官人说过，这东西叫什么？哦，叫对讲机，哪里是什么千里传音啊？不都一个意思吗？赶快打开，呼喊林大官人！林大官人，林大官人，大兄弟，你在哪里啊？四哥，你们在哪里？听到请回答。是高大郎在喊。大兄弟，我们已经到了拒马河畔，河边有几十棵大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原地休息，我过来接你们。话说，这对讲机也太神了，隔那么老远都能说话，莫非这里面有千里传音的宝贝？确实神奇的很，这都是故事里才有的东西。我林家兄弟确实是个牛人，听说他老舅是海外龙华国的国士，他手里的宝物那可多了去了。四哥，你说这话我们都信，不说别的，就说这火器和手榴弹吧。俺这大宋还真没有这么厉害的兵器。有了这些兵器，俺现在都感觉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，哈哈！有东西过来了，大家小心！大长兄弟，不要紧张，是高大郎接我们来了。众家哥哥，一路辛苦了。你前边带路吧，我们跟着你走。不用你们自己走，都快上来。这大铁车真是厉害，不用牛拉，竟然能自己跑。下午3点钟，众人来到煤厂北边的营地，各种生活物资一应俱全。四哥，咱们整理枪械武器，准备布防。荒郊野外又是2国交界，不得不防。煤厂的布防都安排妥当了，兄弟5个又开了个会，重新把自己的工作给安排了一下。到年底之前，高阳全权负责蜈蚣岭煤厂的安保工作，还有就是每隔3天配送1次物资和油料。没问题。李靖主要负责6个城市的煤炭售卖管理工作。行。胡胖负责原本粮行、清洁纸、备服店所有进出货的安排以及收账等工作。姐，这些都是老本行了。老林仍旧坐镇指挥，并管理好时光轮的使用、人员穿越的时间安排等工作。我这边你放心。8月下旬，就近的各大城市都已经开厂售煤了。这2个月，蜈蚣岭煤厂一切顺利。四哥他们清闲无事，都快把周边的野兽给打完了。好大一头猪啊！今儿个来个猪肉炖酸菜。我们留下一部分，其余的你带到煤厂，给那边干活的兄弟也加个菜。好嘞。傍晚，兄弟们在煤厂营地上围在一起烤肉喝酒。四哥说了上午路遇骑兵的事。上午遇到一路骑兵，不知道是什么来头，看上去不像好人就嘎掉了，这是缴获来的东西。这些会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不是金的，而是熟铜的兵符。
嘎的难道是官兵？那我们可惹了大祸。便是官兵，也不能出手就要嘎人，怕他怎的？如果是兵，也不是咱大宋的兵，有可能是大辽的兵。你们看这玉佩上面的荷花，这是大辽的国花，下面还有一个萧字。大辽的权贵不是耶律氏，就是萧氏，说明此人很可能是大辽一个皇族。这大辽的人怎么乔装打扮，跑到咱大宋的疆土来了？四哥，这些东西全部收起来，千万不要被生人看见。有人过来了，来者身份不明，大家小心提防。老乡，老乡，你们是何人？来这里做什么？老乡，我们打东边70-80里地来的，都是锚定屯的猎户。今天在骏马河追野猪，有个小子跑不见了，一路寻一路找，天黑看不清方向，看到这边有火光，就循着过来了。俺们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，都回去吧。老乡，这蜈蚣岭经常有野兽出没，你们在此地做什么？老乡，我们是奉了官家之命，在此地屯兵开采石炭的，你莫要多问，赶快回去吧。呵呵，屯兵开采石炭，我看未必吧。不要动，否则别怪我戳开你的鸭脖，给你放血。七星龙阙，这刀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七星龙阙，怎么你认识这把刀？是死定是死在你们手里了，给我嘎了他们！说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把刀的主人又是谁？你们这群蝼蚁也配知道我们是谁？做梦去吧！嘎了是死，就算你们赵官家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们的小命了，等死吧！哈哈。七星龙阙，柿子。另外3个家伙趁他们不注意，好像遁地一样的失踪了。平静了2个月，看来麻烦要来了。都伶俐一点，尾巴跑了，后面肯定还有大麻烦。以后就是睡觉都要轮班放哨，不来就罢了，还敢来的话，来一个嘎一个，直到把他们干怕了，也就不敢来了。当天夜里，大辽境内一处残破的道观里，昨晚跑掉的3个小子正跪在地上，战战栗栗地禀报消息。主位上端坐着一个黑脸大汉，此人名叫韩天林，乃是大辽北院大王萧文渊的结拜兄弟。你们确定他拿的是公子的佩剑？小的确定，入堂主临死前确实喊出了七星龙阙这几个字。快去通知猛鬼山、赤焦山2山寨主，各带100名刀斧手过来见我。你敢信？这几个现代人开着挖掘机，竟然到古代和土匪干起来了。这些应该是来侦查的，不像是他们主力。咦，那边是什么东西？坏了，他娘的，来的都是人呀！四哥，南边大概来了2到300人，冲咱来的。快用对讲机通知高阳，马上来支援。高大郎，高大郎，矿场来了土匪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收到，收到，马上过来。大洋，怎么回事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快上车。老侯，听那3个小子说，那些人都是玩暗器的，但青子使的贼溜。老鬼莫怕，我这帮兄弟是金刚不坏之身，刀枪不入。2个头子沾沾自喜，认为这样就万无一失。飞蛋子还飞得挺远，拿小孩子玩的玩意儿唬谁呢？都给我冲过去，活捉这些蛮子！战斗结束了，看着满地的残骸，四哥皱起了眉头。厮杀的时候卯足了劲，过足了瘾，现在可不好收拾啊！没事，看我的。200号山匪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韩天林这边甚至连一个回来报信的都没有。韩天林的脑袋着实有点蒙圈了。对方区10来人，是怎么将这些盗客嘎得干干净净的呢？再去蜈蚣岭查探消息。是。而另一边，黄大少爷的醉红楼盛大开业了，作为特邀嘉宾，林野山也早早到场。嚯，不得了，这也太气派了！兄弟，你是第一个到的，太给面子了，哥哥这心里啊舒坦，哈哈。今日这醉红楼开业，小弟为了助兴，上个月特意从外地定制了一些七彩焰火，晚上华灯初上时正好拿来燃放，我保证半个城的人都会过来看。林兄啊，还是你的主意多，我都有点急不可耐，想看看这七彩焰火放出来到底是啥样，哈哈。钱兄，这装修档次，那醉仙楼简直没法比，这得多少银子？你俩真是财大气粗。原本计划的20万两银子，可一不小心就花爆了，总共弄下来31万两啊！我操，真乃大手笔啊！殊不知这2货把自己的小金库都掏光了，还从老爹那搞了不少。林兄呀，醉红楼今儿个酬宾可是以2当3呐，你不交点银票到柜上？以2当3？怎么讲？就是今天你交2000两银子，1年内在醉红楼可以当3000两消费，划算吧？白的1000两呐！看来拉会员办卡、锁卡促销的方式自古有之啊。确实划算。那可不，就是要会节俭过日子嘛。我就刚交了2000两。林少爷，国家少爷请您到外面指挥小的们放焰火呢。我和你一块去。醉红楼有七彩焰火要放的消息，中午就传出去了。这不刚7点，大门口的街上就聚集了乌泱泱的人群。黄大少爷，这下子是真露脸了，兄弟的这份贺礼比什么都强啊！欢闹的人群中，醉仙楼老板毛金洞正躲在暗处拉着脸，冷冷地看着烟花表演。醉红楼今天开业，他那儿的客人一半都跑里面消费去了。老金毛这心里着实有点闹心啊。
几天后，拒马河北的道观内，韩天林焦急地走来走去，没有见到两山寨主和刀手，蜈蚣岭上有搭建的棚屋和简单的防御物。那我的人是怎么失踪的？就算全是高手，也不可能屠尽我200刀客呀！叫老黑子准备300骑兵，听我号令，随时准备前去冲关。我就不信打不了你。是。这几天，高阳除了去送物资外，其余时间都待在四哥的营地上，寸步不敢离开。四哥这边都不做饭了，顿顿都吃杨大肠的拿手好菜——骨汤方便面。这味道绝了，香气飘散在野外，会不会把野猪给引过来？哈哈。林兄弟，大名府生意那么忙，你咋不回去？这里有俺们，你别操心。没事，那边店里都有人打理，但是这边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。北边死的那个可能是个皇族，他们认出了7星龙雀刀，就不会善罢甘休。这200刀手就是证明。我管他是谁，敢来咱就弄他。就是，咱有这些枪还怕他？土匪和山贼数量不多，咱对付他们问题不大。但是如果他们调动大辽的正规军来袭，我们能不能抵挡得住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如今宋辽并未交战，上次派山匪来杀，就说明了大辽朝廷并没有过问这事，只是私底下让土匪们来解决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，做具马栅，挖深坑陷阱，防止敌人迂回2亿包抄。兄弟说的没错，大家照做就是了。几天后，林野山和老林回到现代，正在公司做规划。院子里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，老罗风风火火的过来了，一进门就咧嘴骂娘：“邪了门了，狗子的吴老狗，屁事没有，竟然给放出来了！放出来了？凭什么？”这吴老狗不仅做局陷害林野山的老舅，前段时间还纵火弄出1条人命，现在居然没事，被放出来了。这可是纵火罪啊，而且还出了1条人命。不知道吴老狗找了什么关系，调查结果说是什么证据不足，审查了几天就放人了。那就让他逍遥法外。这条狗，你等着吧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下午老罗走后，林野山的心慢慢冷静下来。野山啊，你不会真想干掉吴德仁吧？现在是新社会，法治时代，我哪能那么莽？把他嘎了，我不跟着倒霉吗？那你想怎么对付他？这个社会不需要他了，干脆把他送到古代去思想改造吧。还别说，这个主意还真不错。那改造多长时间合适？多长时间？既然去了，那就待一辈子吧。兄弟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是哪个剧组的？我去你大爷的！滚开！狗子的，你骂谁呢？此时的吴德仁先生被时光机传送到北宋的开封城外，这天正是金兵攻破开封的日子。这是老林替吴德仁这个混蛋选好的。不是刚从玫瑰 KTV 后门进来吗？怎么搞的？咋就跑到这里来了呢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小子不是林野山吗？难道是被他打晕了？应该是在拍戏，古装战争片。这里是横店不成？见了鬼了，这是好端端的混到片场来了。别说，这些人演的还真像。老乡，你咋还不跑吧？东京城破了，皇帝都没了，快跑吧，往南逃。老头，你喝多了吧？好啥呀？谈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呀！这些人当自己是主演呢，还他娘的挺入戏。我他娘的，难道穿越了？我操！林野山把他传送过去后，自己就回来了，接着就去了义兄黄汉飞的家里。听说他刚开的醉红楼，快亏的裤衩子都没了。早都和你说了，术业有专攻，你就是不听。青楼那种风月长水有多深，你那脑子能玩得过来？几10万两银子打水漂了吧？都是那翠仙楼的老金毛联合其他场所抢光了醉红楼的客人。钱小豪那边怎么说？他老爹逼迫他让他退股，不然就断绝关系。他找我商量过了，退还6万两给他，他就退出了。现在钱可都压在了生意上，上哪弄现银去？黄伯伯莫慌，小侄助你们一臂之力，钱串在那6万两，我替你们拿。可是兄弟啊，这醉红楼可能是个无底洞，他进不来银子呢。哥哥不必担心，小弟自有妙计，帮你把醉红楼起死回生，让你财源滚滚来。嘿嘿，我的好兄弟啊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包在我身上。林野山回来后，把这事情又给哥几个说了一遍。这个忙肯定的帮，银子不愁，我们多的是。只是你有什么办法能帮他扭亏为盈，生意变红火呢？对呀，怎么能把醉红楼再弄红火？毕竟黄汉飞可是下了血本的，银子已经砸进去几10万两了。我不光是帮黄大少爷，我也是想研究研究，在古代这个娱乐行业到底有多赚钱。胖子，你娱乐场所去的多，你来说说醉红楼和现代的夜总会各有什么差别？我哪去的多了，一个月就几次而已嘛。这醉红楼嘛，姑娘的服饰不同，让人耳目一新，不俗气。不错，讲到点子上了，这就叫差异化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。反其道而行之，我们可以把醉红楼改造成现代的商务 KTV 或者是夜总会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间有点蒙圈。胡胖子和李靖两人终于反应过来了。我的哥，你的脑洞真大，这主意太牛逼了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闻所未闻呀。在北宋开夜总会，通俗的来讲，就是要把醉红楼从古代的青楼改造成现代化的商务会馆。创意倒是不错，可这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呀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店的问题你怎么解决？你以为真的完全照搬重建啊？
只是大概模仿即可。用电的地方，比如各种简单的色灯，就够他们惊艳的了。水果我们给它全部换成现代的水果，香蕉、西瓜、哈密瓜、苹果、柚子、火龙果，还不惊掉了那帮王孙子弟的下巴，还不大把的掏银子。电能，你还没说，电从哪来呀？总不能用充电宝供电吧？扯淡，充电宝够干啥的？用柴油发电机和电池就行，暂时不用空调、电视那些。灯光用电，再加一台大卧冰柜，用不了多少电，小型柴油发电机即可够用的。硬件要改，软件也得改。软件怎么个改法？店里所有的小妹妹全部换装。啥要换装？那青纱罗裙哥哥跟嫦娥仙子似的，难道不好看吗？胖子呀，那是你对现代人的着装审美疲劳，才会觉得青纱罗裙别有一番风味。古人同样会有审美疲劳。大明城所有青楼会馆着装都是一样，那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，让人耳目一新。我好像有点懂了。醉红楼里的姑娘全部换成现代装束，比如黑丝短裙、职业套装等等。店里的伙计也统一穿着。阿静说的没错，行业标准要做起来。我们要引领大宋新时尚，将醉红楼打造成大明城最豪华、最高档的商务夜总会。上半年煤厂暂时不开挖，装修采买这些事情，胡胖你和高阳来做吧。人员培训也交给胡胖，他懂。那我得抽时间多去红浪漫学习学习，进修进修才行。你俩明天就开始弄吧，人手不够，我让我姐夫带人过来帮忙。姐夫？你姐夫是谁？操，赵四哥啊！叫姐夫别扭，还是叫四哥吧。商量好以后，林野山就去醉红楼找一凶黄大少爷。兄弟，快说说，怎么才能让醉红楼起死回生？林野山把情况说了一下，黄胖子听了个大概，也不是很懂。我现在就是死马当活马医，一切全凭兄弟安排。那好，从明天起暂停营业，改造1个月，1个月后重新开业。好，咱先说好，醉红楼如果还是起不来，兄弟拿的钱我如数奉还。如果能起死回生，这醉红楼以后，咱兄弟俩一人一半。如果起不来，小弟的银子分文不要。如果能活过来，醉红楼还是哥哥的，挣了银子再把本钱还我就行。嘿嘿。第二天，高阳和胡胖就回到现代，开始采买各种装修材料。下午柴油发电机到了，醉红楼开始改造，哥几个热火朝天的大干起来，正式进军娱乐行业。全城100家青楼已经倒闭了99家，却唯独只有1家活了下来，并且天天人满为患。原来这家青楼是林野山用现代化的设备改造的，连迎宾小妹妹都全是黑丝短裙大长腿，个个都打扮得青春靓丽。权贵公子们哪见过这阵仗，还不都纷纷掏银子享受。各位贵客，为了感谢大家对小店支持，今天店里所有酒水畅饮，消费全由本公子买单，哈哈。醉红楼现在不但起死回生，就连隔壁翠仙楼的几个头牌都跑来醉红楼上班了，把隔壁青楼掌柜毛巾洞气的，大半夜的在醉红楼门口跳着脚骂娘。公子，翠仙楼的毛巾洞过来找事了，就在门口。我们走去看看。老毛，你啥意思？带人来我这里想干啥？搞事情啊？大少爷，你们抢我醉仙楼的姑娘，这是不地道吧？人家自己要来挣银子，跟我有啥关系？我能管得了他们的腿，还是能管得了他们的嘴？毛巾洞简直快要气炸了，可看见林野山就在旁边，又不敢得罪。你们牛逼，我们走。老毛啊，慢走不送，想喝花酒随时过来，哈哈。老李啊，最近营收怎么样啊？掌柜的，改造后可厉害了，每日营收都超过1万两了，预交的银子也有2万多两。不错，哥哥，我就说你是有福之人吧，好日子这不来了吗？都是弟弟你的主意好，哈哈。哥哥，那柴油发电机你得让人看好，别没电了，晚上没法营业啊。不能够，放在后面仓库里了，我让那个最聪明的小伙子看着他，你放心吧。几个月后，李靖和林野山决定继续扩大野山商贸在北宋的经营业务。靖哥，咱现在有多少员工了？现代商贸公司那边一共13人，大宋这边的7家商号，总计357人，一年下来大约需要支出3万2千两银子。那还行，压力不大。人员招聘好了，现在富有余，可以筹备新店了。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？本来计划开超市，可是想来想去，都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。古代很难找得到那么大面积的店铺，而且没有现代的结算系统，在商品过多的情况下，也不好管理。我们可以化整为零，把超市品类拆分，单独经营。那最好找那种连排连片的铺子，这样的话方便货物配送。行，我通知各商号寻找店面。现在北宋距离靖康之乱还有20多年，我们的生意要想做安稳，还得要和当权者建立关系。我准备这几天去东京活动。赞同，不但要和赵官家搭上关系，地方和中央那些大臣们也要维护好。4月19，林野山去了东京，在宋英的引荐下拜访了太师蔡京，知道蔡京是个大贪，来之前就准备好了礼物。宋英啊，这位是太师，这是小人的远房侄子。太师大人，小人林野山在这天子脚下东京城里做些小买卖，平生最是崇拜您老人家，今日得以见面，足为平生。说出这话，林野山都有些脸红。这蔡京乃是北宋第1大奸臣的名号，嘴上说着仰慕的话，心里却一通暗骂。蔡京对这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，可以用非常满意来形容。严格意义来说，是对林野山送的礼物非常满意。小林啊，生意你好好的做，以后遇到什么难处就和宋大人说。多谢太师大人。
林大官人、蔡京太师这层关系算是搭上了，后面慢慢处吧。多谢宋大人，小人谨记了。中午前，林野山又来到郡王府，见老朋友赵猜。林大公子，好久不见啊，天天忙啥呢？我苦命人啊，不是砍木头就是挖煤，还能干啥？听说你最近跑南边去了，又包了不少林子。不多，就几万亩，都是路途偏远的深山老林子，还得雇那么多人干，人吃马嚼的，也挣不了多少。挣钱不挣钱我管不到，不过我是真心佩服你，胆子够大，这些活儿一般人还真干不了。哎，林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，好久没过来了，今天正好不忙，就顺路过来了。老姐，你怎么风风火火的？有什么事吗？正好你俩也在，快帮帮我吧！皇上竟然要把我许配给吐蕃那个傻子。傻子？你说的是那个大土司多嘎桑巴家的多嘎达娃吧？就是那个傻子。那小子上次跟他爹来朝拜，我见过，长得像个南瓜一样，看起来傻乎乎的。皇兄怎么突然要和吐蕃联亲了呢？这个多嘎桑巴感觉自己实力强大了，最近一直在边境搞事情。蔡京这个老混蛋就提议把我送过去平定动乱，我宁愿嘎了，都不会嫁给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。乱弹琴！我堂堂大宋公主，文才武略样样都有，人长得也不丑，何故嫁给那个什么达娃？我下午就进宫面见皇兄，让他收回成命。三人正聊着呢，有宫里的太监总管过来通报。岳王爷，今天下午，吐蕃王子带领使臣进宫面圣，皇上吩咐内务府接待，令亲王及以上者进宫随驾，展我华夏风采。赵猜谨遵圣命。太监走后，小王爷大怒，他娘的，一个吐蕃的土司竟然这么张狂，根本没把咱大宋放在眼里。好啊，我倒要见识见识，这是什么妖孽！老姐你放心，和亲这件事我非把他搅黄了不可。林兄，下午你陪我去。只能带一个贴身护卫，我又没功夫在身，去了有何用？要不我把高阳给你喊来，如果要比武的话，他没有问题。你和我去就好，你脑子转得快，关键时候帮我出主意就行。那好吧，下午我陪你走一趟，看看那吐蕃王子到底什么来头。午饭过后，二人就来到大殿内。使团路过林野山身边的时候，轻蔑地看着眼前的这些大宋勇士，满脸都是嘲笑，不屑之情溢于言表。你们都是绵羊，我多嘎，来自高原的狼。哈哈哈！尊贵的皇帝陛下，我吐蕃人最是崇拜勇士，不知道贵国有没有像我们吐蕃这样勇敢的勇士？我泱泱大宋，自古英雄辈出，又岂是你们吐蕃可比的？今天我带使团觐见陛下，正好带来了一件祥瑞，只有最勇敢的勇士才能降服此物，请陛下一见。左右，把林虎带上来。7、8个高原壮汉抬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过来，铁笼子里面正是一头通体花斑的孟加拉虎。这头猛虎是我们高原最勇猛的2个勇士在林子里捉到的，传说只有最勇敢的战士才能降服得了他。既然我们的勇士能做到，那么我想看看大宋的勇士能不能做到。大宋的勇士们，向你们皇帝陛下展示你们的勇敢吧！这个吐蕃小土司竟然把一只老虎带入皇宫，想要羞辱大宋一番，可这次却碰到了穿越过来的林野山，且看他如何应对。我大宋儿郎安在，岂能容这话外蛮夷再次嚣张？让我来会会这条大虫。2个回合下来，武将就已受重伤，好在被老虎撞飞很远，没被吃掉。大宋的勇士们，来啊，继续在尊贵的皇帝陛下面前降服这头猛虎。这大虫人如何能打得过他？就是看那爪子多粗，就算高阳在场，也降服不了这头600斤的猛虎，除非他有电棍在手。我靠，差点忘了有机枪，只要我出手快，就能一击毙命。他娘的，忘记带你给我的神枪了！如果有神枪在手，肯定能干掉他。现在回去取也来不及了。我带了。太好了，快给我，我去嘎了那条大虫。你是王爷，上去不合适，就交给我吧。别忘了，我现在是你的护卫。你去就你去，不过实在杀不了就撤下来，别硬逞能。咱不能为了出一口气，小命就不要了。我没那么傻，区区一条大虫何足挂齿，看我拿它！哈哈哈！想不到堂堂大宋，竟然没有人能降服这头大虫。狂妄！吐蕃不过蛮夷之地，胆在我大宋皇上面前不敬。你又是何人？敢和猛虎一战吗？我乃大宋一小卒，不值一提。壮士，干到他，嘎了这条畜生！来啊，你这只大虫子！哈哈哈！来人呐，重赏那位义士。这家伙用的什么暗器？就这样干掉一只大虫？这要是换成我和他对阵，肯定也是必嘎无疑啊！多嘎想要羞辱大宋的计划破灭，再也没脸待下去，当即带着手下回他的吐蕃去了。干得太漂亮了！走，我们回府去。刚坐下，内务府的总管就带人来了，还一箱金银珠宝。皇上有旨，越王府护卫勇冠3军，一己之力击杀吐蕃猛虎，展我天朝威严，特赏赐金银珠宝1箱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赏赐也太多了吧？还有人嫌赏的东西多呀？我不过举手之劳，哪能要这些赏赐？还是留给你们吧。皇上的赏赐不能不要，要不传出去就是有违圣意。收着。天色不早，林野山辞别福临公主和小王爷，第2天上午又和高阳、四哥一起去了刚在西南方承包的林场。这几天不太平，我派人去城里打探了，
很多人说，最近边境上面老是有外部势力滋扰，嘎了不少百姓。外部势力入境，这还得了？大宋的边防军没有动静。这些年各地禁军主要是屯兵北方，主防大辽、回鹘。谁想到西南边陲，大理和吐蕃竟然勾结在一起了。最近蠢蠢欲动，想蚕食我大宋土地和子民。都别太担心，大宋朝廷不会不管这事，不久必会出兵平叛。但愿吧，不然波及到我们林场，老子又要大开嘎戒了。咱们做好防备就行。如果边疆再起狼烟，咱们大不了就撤回去，再多的银子也比不了命值钱。5月底，吐蕃勾结大理，连续侵吞了大宋境内7、8座城池，当权者们坐不住了，奸臣蔡京便推荐童贯率军发兵西南，可连续2次战斗都损失惨重，最后无计可施，遂派手下将官到附近州县打探，看有没有地方武装可供调遣，以补充兵力缺损的损失。刚好这天，林野山几人在营地上休息，四哥发现西南边的老林子里有3、2个人影在穿梭闪动，四哥跳起身来，像猴王似的就冲进了林子。等等，阁下可是河北玉麒麟？你是何人？怎知道我的婚号？如员外，还认得林野山吗？嘿嘿，林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老林子里？我还以为你们是吐蕃人呢。哈哈，兄弟好俊的功夫，哥哥承让了。我等和户部灵城司签了文书，来此地伐木。听说朝廷在讨伐吐蕃和大理人，错把你等当作细作了。不知卢兄到此所谓何事呢？俺现在是统帅的先锋官，前2次对战大理和吐蕃战役，他没有听我的建议，不然也不会连败2阵。这一次，统帅说了，就由俺带兵打先锋，俺立誓必打败吐蕃和大理的联合军。如果童贯再败，那么吐蕃人就会打到这林场，到时候还得自己与这些人拼命。不如协助卢俊义和童贯他们主动出击，打退吐蕃人，这林子才有的划。兄弟有难，咱必须得帮。你俩的意见说说。这有何难？我一人去助卢将军打头阵，必然嘎他个片甲不留。我和你同去，嘎光他们。2位兄弟勇士可嘉，可这打仗的事，个人勇猛起不了多大作用，还是要靠协作才行。他俩虽不在军中，却也有一颗报国之心，你就让他俩去吧，也能助你一臂之力。卢某求之不得，多谢了。明早就要再战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回去吧。好，容我们去收拾一下。说完，四哥和高阳到后面拿武器。高阳带上一把狙击枪和8倍镜，还有一个火箭筒。四哥揣了一把机枪和10颗手雷。高阳认为打这些蛮夷，有这些装备就够用了。2位兄长身上背的兵器，卢某从未见过，能否赐教一二？我祖上是猎户出身，善使弓箭狩猎。我背的这家伙唤作火枪，是山里的一个老铁匠帮我做的，用火药激发铁弹子，可在100步之外猎杀大虫。有这等厉害，高兄莫非是神箭手？可100步穿杨乎？神箭手不敢当，常年习射，熟练了而已。出了山区，几个人加快了速度赶路，黄昏时分才回到营地。第2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便拔寨而起。先锋队先行开拔，童贯率领大军紧随其后，双方保持5里路的距离。卢将军，敌军兵锋正盛，不可与之争锋，宜寻找机会再战。你们这帮老垮，敢来俺南邦撒野，昨日里吃的亏还不够，又来作死。好啊，那就来一个不怕死的，和爷爷碰碰。爷爷手里的大斧可是饥渴难耐了。这厮可恶，我欲嘎了他。卢将军不可意气用事，不知敌人有无埋伏，高俅建议不可前往。高俅？难道是高衙内的叔叔高俅？这位高兄说的对，卢将军身为先锋官，不可轻举妄动。高阳不知道，这时的高俅还是个小喽啰，3年后才进了太尉府。卢将军不必心急，让我去会会这厮，你们做好准备，等我嘎了那人，你们就只管向前，放手追杀。高大郎，你没有战场临战经验，我怎么敢让你上前冒险？放心吧，他自有手段，保证能一击必杀那蛮子。高兄，小心提防，能嘎便嘎，嘎不了就速速回撤，绝不可意气用事。说完，高阳就向那人奔去。来得正好，让我的大斧喝喝血吧。受死吧，蛮子！一颗子弹穿梭过去，蛮子们都没反应过来，带头的将领是怎么嘎的就倒下了。高大郎真是人也，真有上将军风采。万军从中取敌将首节，真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卢将军正好掩杀过去。15000人的先锋军嗷嗷叫的向前冲杀，吐蕃人大败，2万多人只剩6成。战报传到后营，童贯大喜，催促继续进兵。这里是庇务草原，也是我大宋的土地。话音刚落，一阵号角声传来，大理的步兵现阵营来了。军队的前锋竟然还有5头战象。宋军大都是北方的汉子，99%都没见过大象这种庞然大物，很多人的手脚开始颤抖不安了。高阳用狙击枪千里之外取敌将首级，大胜之后，没想到大理吐蕃联军竟然带着象兵前来。大宋士兵看到后早已吓得不知所措。高大郎，这啥东西啊？竟然长这么大！都别怕，那玩意儿叫大象，吃草的，不吃肉。我怎么感觉那玩意儿皮糙肉厚的，用大斧头都未必能伤它分毫。你那里的弹药还够对付这几个大家伙吗？不用担心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等下几颗手雷下去，那几个大家伙肯定会受到惊吓，自乱阵脚，大伙就可趁机冲杀过去。都给我冲过去，查光那帮小兔崽子！
不出意料，几颗手雷下去，大象就开始变得暴躁，开始不分敌我到处奔跑。对方阵营还没开打就已经乱了起来。不要乱，给我稳住！不听命者全部处斩！带头的将军还在催促士兵冲锋，高阳已经换好了狙击枪的弹夹，抬手就是一狙，大理士兵这下子再也绷不住了。卢俊义带兵冲杀，一时间跑得跑嘎的嘎。第二天，童贯得知消息后，又从本部抽调2万人给卢俊义，自己乐得坐享其成，同时催促先锋军乘胜进攻，继续向大理的边境进发。这一仗还是老方法，和他对峙，我找机会继续狙他统兵大将。来呀，你们这群没羊！正合我意，送上门来了。乡野村夫也敢觊觎我大宋疆土，今天兵到来，还不下马受缚，要将你等剁成泥，才知道悔改吗？那将领跃马舞锤就来收拾高阳，相距几米，高阳迎头就是一击，舞锤子的瞬时没了动静。还有谁？吐蕃骑兵脑子一根筋，吃了亏就哇啦乱叫。一个使狼牙棍的骑着一匹烈马，鼓起狼牙棍就往前冲，快到跟前，高阳又是一个点射就被了结了。看见一个个将领倒地，大理吐蕃联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。卢俊义一声令下，8万宋军快速发起冲锋，高阳则找到一个制高点，专挑将领点射。吐蕃和大理联军心里彻底崩溃了，开始丢盔弃甲，四散而逃。第二天下午，大理和吐蕃派人前来求和，表示愿和大宋永结同好，每年赠送岁币、牛羊，愿永远和大宋朝廷结盟。南疆战事已平，高阳一战封神，宋军准备班师回朝。卢俊义和高俅挽留2人一起回京。2位侠士一起进京领赏，共享繁华如何？我等久在江湖，不堪庙堂之重，2位就不用勉强了。卢将军、高兄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他日你2位如果遇上难处，可派人到大名府跑马坊找我和高阳，我兄弟俩定当不避刀斧，前来相助。高俅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他想要四哥和高阳这样的人才，但目前自己羽翼未丰，又不适合挽留，于是借着酒的兴致说道：我等4人一起相投，干脆结成异姓兄弟，他日富贵必不相忘。这家伙以后可是大宋第一奸臣，我要和他结拜成兄弟。管他呢，我姓高，他也姓高，拜就拜吧，做不做兄弟还不是我自己说了算。流程走完，双方拜别后就各自回去了。自从有了时光轮，哥几个在北宋奋斗了2年，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，但还没去过其他历史时代啊。想想确实令人憧憬，有这样的机会，谁不想去各个朝代去看看风土人情呢？哈哈。现在我一个人就能把煤厂和所有商号轻松的管理起来，是可以去其他地方看看，考察考察。去吧，也没啥事，后面说不定还要开分公司呢。不过不能去乱世，太危险了，要去就去盛世。你和高阳一起去，我们也放心一些。好，那我就先去天宝元年看看。天宝元年，唐玄宗李隆基，你想去看大美女杨玉环呀？锤子杨玉环，我看她干啥？我想去看李太白。那也不错，师爷啊，就怕你到了长安城也不一定能找到她。第二天一早，林野山和高阳还特意换了一身装扮，准备穿越去大唐。好看，像那么回事。咱身材好，穿啥衣服都好看，哈哈。你俩晚上6点左右准时回来，注意安全。行，放心吧。说完，2人就调好时间穿了过去。这就是长安城，也就是现代的西安。没错，就是长安城。史书记载，这长安城热闹非凡，很多商人都是来自波斯、大食、回鹘。这里有家胡人开的酒肆，进去尝尝。2人进店，有胡姬前来招待。高阳点了羊肉串和胡饼，2人一边吃喝，一边欣赏着西域美女的舞蹈。不错，酒香扑鼻，单纯爽口。你看这胡人的女子，眼睛瞳孔怎么这么蓝，真是漂亮。在唐代，这胡人的酒肆生意就是好，有果酒和奶酒，而且还能看歌舞表演，所以汉人来消费的也特别多。汉人就不能也搞些歌舞表演？你要知道，人家这可是洋妞，那风情肯定不一样嘛。我懂了，哈哈。酒足饭饱后，2人出了酒肆，就看到一群人在追逐一辆马车在跑。这马车里是何人？为何你们都跟着呢？这可是工部侍郎贺知章，大诗人啊！贺知章，咏柳。走，看看去，见到活的了。这先不必多虑，以你的才华，早晚位极人臣，四海皆知。有劳先生了，白不胜感激。我靠，诗仙李白也在，这么巧。渡远京门外，来从楚国游，好诗啊！先生大才，好诗呀！小哥既然夸赞，想必也是懂诗之人，不妨过来一谈，如何？贺太傅，小弟唐突了，恕罪。小兄弟也喜欢写诗，平生喜爱之极，兴起时也胡乱写一写罢了。小哥可有佳作，也让我等饱饱眼福呢。这些人都是识才傲物，眼光甚高，想接触这些名人，还必须要让他们瞧得上才行。好，既然大人垂问，那小弟就献丑了，请太傅出题。就以怀才不遇为题，写一首可好？小二，笔墨伺候。怪不得要来长安城，这是来装逼的。客官，这笔墨不用钱，这宣纸可要200文一张啊。无妨，2桌茶钱一起算。李白的眼神有些变化，可能他也喜欢这种洒脱豪气的性格吧。这家伙不去做影帝，都屈才了。老贺不动声色，他也搞不清这小子的虚实。可是人家把茶钱都付了，那就不妨等一等。等下如果写不出来，或者写出来狗屁不通，那就是沽名钓誉之徒，只好让伙计把他俩给插出去。请先生过目。
林野山默写的是宋代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一首《咏玉乐》，京口北固亭怀古。老贺读完，脸色都变了。这真是你写的？小个竟有如此大作，大才呀！敢问尊姓大名？在下林野山，诸位见笑了。阁下的字虽然写得一般，但文章却气吞如虎，掷地金声，在下失敬了。这个脸装的属实有点大，但却一点破绽没露出。几人交谈甚欢，从谈话里林野山得知，李白刚从南陵来到长安，虽满腹经纶，却久久不能入仕。经过老哥哥贺知章的推荐，玄宗皇帝终于答应要召见他了。太白老弟，明日随老朽一起进宫面见圣人。李白感激涕零，俯身就拜。之后几人约好，后日正午还来西市花明楼饮酒一醉。告别后，林野山和高阳在集市里又逛了会儿，一晃就是下午6点多了。赶紧走，唐代是7点左右就宵禁了，等下被抓住了要挨板子的。这大唐的百姓也太无聊了，晚上只能待在家里。不全是这样，7点后宵禁开始，金吾卫和不良人轮番巡逻，大街上不准有人的，但每个坊里是不限制活动，也就是封街不封坊。那要是偶尔有急事没赶回去，那不就倒霉了吗？赶不回去就只能找到就近的坊，先进去掏钱住店，第2天再回去。还有每年的元宵节3天有灯会，圣上特许这3天不封禁，可以通宵玩耍。两人来到来时的小树林，就回到了大宋商号里。今个咋样？好玩吗？胡人的美女各顶各的漂亮，看得贼拉带劲。不错，下次我也去看看能不能找个女朋友。第2天，林野山和高阳一大早就起来了，两人拉了满满一车物资，就去了蜈蚣岭煤矿。刚到营地，就遇见出去侦查回来的四哥。四哥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大辽没什么动静，边防军还是在30里开外驻扎。不过听说最近拒马河北岸闹了狼灾，辽国有不少牧民的羊都被狼群洗劫了，人也嘎了10几个。狼群一旦食物不够，就会彼此联合在一起，像蝗虫一样肆虐人和动物，而这里的村庄都被狼群吃掉了。林野山的煤矿厂就在附近，也岌岌可危，随时都有被狼群袭击的危险。这样聚集的狼群可能是几十上百个种群联合，非常可怕。如果四哥说的狼灾确有其事的话，我看我们还是早做安排才是。如果几百上千只狼来袭击，又该如何来对付呢？不用怕，狼这种畜生再厉害，能比大辽骑兵还猛，不照样被咱们给灭了吗？就是来就来呗，咱手里有火枪，还怕这些畜生吗？不行就埋雷，炸他狗子的。不必，对付狼嘛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我就知道你小子鬼点子多，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。你想怎么干？架电网，用电对付狼群。啥？用电？没弄错吧？你们两个一个用雷，一个用电，你俩不会一个是雷公，一个是电母吧？从天上下凡的神仙？哈哈，你才是电母呢！众人大笑，都以为林野山在开玩笑。林野山则叫李靖和浩然把电线、电闸、增压器等采购好。下午和高阳开着拖拉机就去拉设备了。哥呀，还是你绝，这都想得出来。那我总不能看着弟兄们都被狼吃了吧？再说了，不是也省子弹和炸药吗？哎，等会儿，电从哪来？你别告诉我那电瓶里的电啊，那没用，太少了。扯淡，电瓶里的电够干啥的？用咱仓库的电，再加个变压器增压，干到380伏。两人把设备装车，就开着拖拉机赶过去了。到了蜈蚣岭以后，就招呼四哥他们一起动手。林野山指挥，大家一起开干。忙完以后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情况有点不对劲，我俩干脆不回去了，就在营地守着。我也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北边霍的差不多了，食物不够吃，狼群很有可能夜里会渡河过来。四哥说的对，狼这种畜生就喜欢夜里行动，我们一定得防着点。大家把枪械再检查一遍，弹药都备足了。狼怕火，前几天做的火把都在油里掏一下，放在壕沟后面容易拿的地方。夜晚气温下降的厉害，呼吸之间嘴巴里喷出的都是白色的雾气，有几个人都换上了厚厚的军大衣。这衣服穿得真舒服，又软又暖和，一点都不冷了。等下狼群上来了我就开电，大家记住了，千万不能碰外面那些线，人碰到也会嘎，只要碰了线，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活。这玩意儿碰了就嘎，这世间真有这么逆天的玩意儿？刚才绑的时候大伙都摸了，也没事啊，想不通。不过呢，高大郎发话了，不能碰就是不能碰。夜里10点了，10几个人趴在战壕里，还在吹牛聊天。这电网会不会像雷场一样，把狼炸得稀巴烂？你想吃狼啊？嘿嘿。狼肉太柴不好吃，狼皮剥下来晒干，送到大明城专收皮货的柜上，能卖5贯足钱1张呢。倒是能卖个好价钱，换酒喝也好。你们快看，狼好像要来了。狼群来了，高阳快接通了，电压器已经开始增压。也没看出那些电线和白天有什么不同，咋就静悄悄的，一点火光也不冒呢？看它灵不灵吧，不灵也没关系，咱不还有机枪吗？狼群来了，只管突突就是。乖乖，这些狼怎么这么大，都像豹子似的？这不是胡狼，这是从北边跑来的西伯利亚狼。狼群一路南下，从大辽过境，竟然跑到蜈蚣岭来了。营地上有探照光源，如果打开的话，应该也能暂时吓退狼群。但是治标不治本，狼这种动物野心很大，等它回过神来，还是会继续再来。再往南的话，就连大宋的老百姓和边防军都会遭殃。狼群上来了。虽然营地上没有开光源，可这些狼的鼻子很尖，
离老远就能嗅到活物的味道了。与此同时，拒马河北岸十里坡山谷前，一个辽人大将在此观望。片刻后，一个斥候来报：禀将军，狼群已经上蜈蚣岭了。我倒要看看这些蛮子该如何对付这些狼。将军不可小瞧他们，去年世子萧将军可都是折在这蜈蚣岭了。听说这蜈蚣岭是块硬骨头。好啊，那我就先从这里砍。原来去年吃的亏太大了。萧氏一门想来想去都咽不下这口气，最近说服狼主要和大宋开战，意图侵占宋北境8城。先锋官是大辽名将浑天赞，浑天赞率马军2万，屯兵十里坡山谷，正要找机会突袭，正好斥候打探到有狼群过境，奔蜈蚣岭去了。这是天意啊！看来蜈蚣岭都不用我动手了，哈哈！不都说蜈蚣岭每场的守卫营牛逼吗？几百头恶狼，我看你能不能杀得过来。浑天赞把部队全部藏于山谷，静待其变，准备坐山观虎斗，再一举拿下蜈蚣岭煤矿。看来他们已经和这群畜生交上手了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击，先摧毁蜈蚣岭，然后再南下攻城瑞典。老子要砍了他们的西瓜，拿回世子的佩刀还给北渊大王，也算是功劳一件。蜈蚣岭这边，林野山等人的心思都在狼群身上，没人能想到这个时候，大辽已经发兵攻宋了，不宣而战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别说林野山他们不知道，就连大宋的边防军们也不知道啊。前面的狼群开始进攻，先头的大狼刚碰上电网，瞬间就触电了，后腿一下蹬得笔直，身体晃动了2下就不动了。四哥和大长一帮人被月光下的这一幕惊得张大了嘴巴。天哪，这又是什么逆天的手段？他们是晕了还是嘎了？嘎透透的了。说话间，又有一大群狼撞到电网上了，一个接一个的，直挺挺的倒在电网下面。狼群主力一嘎，剩下的弱狼军心大乱，纷纷四散而逃，解决了狼群的袭击。大伙正笑得热闹呢。大长大喊：“有人杀过来了！”拒马河边黑压压、漫山遍野的骑兵突然摸黑杀了过来。是大辽骑兵，他大爷的，有他娘的上万人不止。这不是冲咱来的，这么多人，这是要和大宋开战啊！都不要慌，怕个瞧，管他来多少人，咱手里有机枪。来吧，咱就和大辽干一场。10几个人对战2万大辽骑兵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他把高压电搬到古代去，刚电倒一群凶残的狼，没想到后面竟然还有一批大辽骑兵在坐山观虎斗。正当他们准备来一网打尽时，发现这几百头狼竟然没有一点打斗痕迹就倒下了。这些狼怎么了？身上一点血迹都没有，看起来好像睡着了一样。骑兵们来不及思考，前排已经撞到电网上了，接触到强大的电流，立刻人仰马翻。而后面的人认为是铁线绊倒了前面的马腿才倒下的，于是加速冲锋，结果倒下的人和马也倒电，大批骑兵被电流击中，成片的倒下。但是由于骑兵的数量太多了，仍旧有大批的骑兵冲破防线。兄弟们，开火！夜色里，一片片密集的石头后，摇曳着璀璨的火光，将骑兵人海分割成好几大块。宋军太恐怖了，用的什么东西？还没见到人家的脸，就被嘎了这么多人，我们还是撤吧。如果这样推回去，就算有10个脑袋都不够北渊大王砍的。给我全体冲锋，胆敢怯战的，诛灭9族！骑兵冒死，纷纷向前冲过去，就快要突破第3道电网，情况十分危急。林野山回头大喊：“高阳，这样下去不行，给我打他的指挥官，快！”先锋指挥官被高阳一杆狙击枪给放倒了，剩下的人已无心再战，残余的骑兵连滚带爬的向北边逃窜。很快天就蒙蒙亮了，高阳和胡胖去开了2台铲车，开始清理战场。四哥，你说大辽还会不会再来？说不好，这次来了2万人，肯定是准备开战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先锋队竟然会损失这么惨重。我估计最近几天不会来了，他们要重新制定方案。至于后面还会不会进攻，要看他们的将军和狼主怎么打算了。确实如此，今天太过凶险，先清理一下战场，让兄弟们好好休息休息。营地上，大伙先忙着，林野山独自一人回去了。与贺知章和李白约的聚会，还是去一下比较好。回到商号就直接去了长安城。林野山到的时候，老贺诗仙已经到了，正在喝茶欣赏胡姬舞，旁边还坐着一个年轻人。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高适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，就是他写的。小哥来了，快请。太傅，昨日您带太白兄去见圣人如何？谪仙才高8斗，圣人龙颜大悦，御赐翰林代诏。虽然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事物，他日前程不可限量。都是老哥抬爱，哈哈。林野山知道，这是李白第2次来长安了，今年已经42岁了。他的目标是1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宰相之位。翰林代诏是什么？连官品都不是，只有皇帝需要他写诗了，才会召见他而已。恭贺太白兄能得到圣人的青睐。酒过3巡，几个人讨论诗词风月，好不快活。老贺酒意上涌，又开始整气氛了。野山小哥，上次的佳作，老夫回去后又拜读了数十遍，真是气吞山河。你这样的人才，可比谪仙太白老弟。冒昧的问一句，小哥可有科举功名之心？可想为朝廷效力呢？回太傅，小弟浪荡惯了，平生以写诗为乐，经商为生，苟且于江湖，实难尊庙堂之归守。诸位见笑了。
三人都被他身怀大才、不贪权贵的精神所感动。老子现在腰缠万贯，才不去伺候什么皇帝呢！哈哈。野山老弟，老夫年过80，虽百无一用，此生做过的都是文官。可我年轻时也有一个上马平天下的梦。都说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。如今垂垂老矣，时日不多，可否恳请老弟为我这个梦想作诗一首，以表我的心意呢？李白和高适一听也来了兴致，眼巴巴地看着林野山。这老哥都80多了，还有个领兵打仗的梦，又给我出考题呢。好，为国建功是每个男儿年轻时候的梦想，那小弟就献丑了，为太傅作词一首。这次林同学默写的是著名文豪苏东坡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。老弟，果真神人也，老朽活了80多岁，终于找到知音了。你把我的心思、我的梦都写出来了。矮人，我一定带你面见圣人。咱大唐有你这样的年轻人，那是国之祥瑞啊！哈哈。好，我也想一睹天子的容颜。来，喝。一顿酒喝了2个小时，中午快到1点了，才准备散去。太傅，圣人有遣，平卢节度使来朝，令你和李先生进宫。平卢节度使安禄山。听到平卢节度使，林野山马上想到了安禄山，就是这个男人，在13年后给予大唐王朝致命的一击，从此帝国开始陨落。李白一听圣人召见，当即和老贺一起进宫去了。林野山也没有心思闲逛，就立即回了大宋商行。战场都清理干净了，都弄山沟里去了，实在太多，东边的深沟都他娘快填满了。对了，咱们的武器库还有多少弹药？不多了，连打了几仗，弹药消耗太快，都不够一场战事用的。不够，咱再去弄就是了，就弄小鬼子的，那手雷针他娘的好用。怎么着？再去搞点存货，没弹药，再遇到战事可没法打了。去，不拿白不拿，你多拿小鬼子1颗子弹，咱抗战的队伍可能就少牺牲1个人。这次再去，能搬的都给他搬干净。第2天上午，胡胖去了林场，林野山和高阳换了衣服，穿越去了1930年东北南满铁路一带。南满铁路这一段，鬼子驻军4万多人，这座弹药库里的东西应该不少。走，过去看看。2个人装作行路的人，慢慢绕到军火库后面。林野山刚测定好坐标，就听见一声怒喝：“八卦，你们是那人，什么地干活？”几个穿着黄军衣的鬼子凶神恶煞地冲2人喊叫：“八卦，你们是那人，什么地干活？”这2哥们穿越到1930年，本想弄点鬼子的武器去古代，没想到刚到这边就撞到几个小鬼子。我靠，活的小鬼子，想办法干他一下。别胡来，见机行事。你们间谍地？太君，我们就是路过，去大连地干活。到前面地登记。2人无奈，只能跟着一起到了大门的岗亭那边。男人怎么留长头发？林野山和高阳为了去古代方便，就一直保留了长发没有剪。太君，我们都是戏班子里表演的，所以都留长发地干活。表演的来一段。林野山心里早把小鬼子的18代祖宗全部问候了一遍，但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。高阳活动了一下，就开始跳起舞来。别说，高阳这舞跳的还真好。姚喜，你的舞跳的真好。小鬼子军官接着又在2人口袋里搜出5块银元。太君，您留着喝茶，喝茶。鬼子没搜出可疑的东西，看2人也不像是当兵的，就放他们离开了。真男人，不要来这边闲逛，快滚！2个人赶紧走人，不多会儿就钻进小树林，回到了大宋商号。高阳越想越窝火，这狗子的小鬼子跑到咱这儿，装他娘的大尾巴狼。就5块银元还被他讹走了，给老子等着，我非得回去狠狠收拾收拾他们不可。傍晚，哥几个办完事情也都赶回来了。林场那边怎么样？都安排好了吗？南边没问题，林场一切顺利。阿静，煤厂最近怎么样？今年天冷的早，煤厂的生意一直不错，忙不过来，伙计就多雇了点。每个城市都有专人管理。林野山又把今天的事情都说了一遍，几人计划着怎么行动。等待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准备穿越到小鬼子的军火库搬东西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吧。没错，就是鬼子的弹药库，这是个大库，比上次那个强多了，堆得满满当当的。胖子，都给他搬走，省得留下祸咱们人。老林，看看这得多少炸药！我操，他奶奶的小鬼子准备了这么多炸药，能搬的都给他搬走，搬不了的等下一把火都炸掉。 5个人累得气喘吁吁，从1点一直干到凌晨4点。老林、胡胖、李静先把东西都搬回去了，林野山和高阳还没走，准备用剩余的炸药炸了鬼子的仓库。2人刚撤到时光门边，准备点火，刚好几个鬼子就冲了进来，带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早上遇到的那个鬼子军官。这不正是上午那个在军火库附近转悠的那2个人吗？大哥。 林野山没有任何犹豫，端起机枪，突突突几下就将鬼子干翻在地上。巡逻队刚进仓库，就传来一连串清脆的枪声。外面巡逻的鬼子像蝗虫一样纷纷向仓库这边跑过来。快走！2人连忙窜过时光门，跳进去的同时，掏出一颗手雷扔了过去。小鬼子们，爷爷送你们回岛上去。林野山和高阳坐在山号的地板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你们说那边得炸多响啊？门口那几只狼狗都得给他崩碎了。 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咱爷们也有打鬼子的一天，赶上了。过瘾，真他娘过瘾！这事儿我怎么还想干呢？哈哈。天色快亮了，说说这边的事吧。对付10万人马，得用多少炸药？没啥标准，越多越好。你就说大概多少炸药包？就弄1000个过去吧。好，等下用货车装，拉1000个，把机枪和子弹都带去。
老林还是留守公司，掌控大局。阿进和胡胖继续忙生意上的事，我和高阳配合四哥整理雷场。大辽的主力人马随时可能攻来。说完，哥几个就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。林野山和高阳下午来到了营地，和四哥的兄弟把炸药都提前买好。大辽主力军已经在拒马河北岸了，要派2个人随时盯着，要不然突然杀过来，俺们可措手不及呀。四哥，让俺去吧。好，大长兄弟，你带耶哥过去，你俩万事小心，不可逞强，有事抓紧回来报告。放心吧，众家兄弟，俺们去了。耶弟啊，我俩分成2个点，我在前，你在后。如果我有什么不测，你可千万别逞能，立刻悄悄地跑回去报告四哥，听到没？大长哥，还是我在前，你在后吧？为啥？我功夫比你好，腿脚也比你快，哈哈。那可不行，来的时候四哥可是交代过，要你听我的。再说我比你年长，经验丰富，你得听你大长哥的，哈哈。耶哥无奈，只好遵命。2人一路来到了一片林子里，耶哥3两下就爬到了一棵大树的树冠上。杨大长找了个树叶茂密的地方藏好，拿起望远镜，仔细地盯着大辽驻军的方向。渐渐的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2队大辽人。杨大长的注意力都在前方，对左右两边的危险丝毫没有察觉分毫。耶哥在树上急得抓耳挠腮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杨大长不想耶哥因为救他也遭不测，向天开了一枪就跑。耶哥听到枪响，知道一切都晚了，这是大长哥给他发出的命令，让他活下去，回去报信的命令。耶哥满脸热泪，悄悄地穿过树林，一路向南跑去。叶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老杨呢？大长哥，他被辽国人给围在林子了。老杨怎么样了？我本想去救，大长哥先开枪了，最后我看到他身上中了2箭，后面就不知道了。四哥，大长兄弟他辽国人吃亏大了，不知道我们虚实，所以最近几天没有贸然上来。这次他们抓到大长，估计会严刑逼供。四哥，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整理枪械，我和高阳过去北边打探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大长的消息。小心行事。说完就和高阳一起开着车直奔大辽驻扎地而去。他把1000个炸药包带到古代去，只等和辽国大干一场。穿越过来原本只是想做点生意赚点钱而已，没想到辽国想抢矿场不说，还把自己的人给抓走了。时辰已到，行刑。这是什么坐骑跑得这么快？据说是大宋的铁马，上次大宋用铁马比赛，把其他的马都甩10万8千里了。管他什么铁马铜马，传令下去，10万骑兵全军出击！今日我要踏平吴公脸。大辽骑兵追来了，这帮辽国的人还真是难缠，真他娘的属狗皮膏药的，咬住就不放了。大杨，你带大长绕路去营地准备，我骑个摩托引他们去雷场。行，你小心一点。来呀，爷爷在这里。大辽骑兵哪受得了这种挑衅，一股劲地往这边冲过来。过了河可就是咱的地界，他们这是要正式开战了。辽字战旗还有萧文渊的旗子都打了起来，这是明目张胆的开战。可惜大宋赵官家还不知道呢。你们看，野山兄弟在那。四哥，快准备炸药，等下野山把他们引过来，就引爆炸药。好。敌人进入指定位置，大杨炸碎这帮狗子的，都爆头，躲到下面，快！一瞬间，地动山摇，火光冲天，整个土坡瞬间被剧烈爆炸，掀了个底朝天。片刻后，大地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大辽8万人马瞬间被炸死了5、6万人，剩余侥幸没被炸的，大部分也受了重伤。剩下的辽兵彻底被摧毁了信心，扔掉战马、武器，哭爹喊娘的逃命去了。第3天下午，哥几个都回了商号。不知道大辽那边现在怎么样？北院大王战死，8万金旗覆没，但愿他不敢再来了。但愿他别再来吧，我是真不想折腾啊，那人命真不如草啊。林哥，我明天想去大辽上京看看，打探一下消息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没多大事，我查过了。自从1004年澶渊之盟后，宋朝每年要给大辽上贡白银10万两，绢20万匹。虽然北院大王吃了大亏，但这些都是暗地里的，两国明面上还没有撕破脸，茶马互市还在，普通商人可以自由来往。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，好有个照应。你这边还有煤场和营地的事要忙，这次就胖子和我一起去吧。好嘞。老林查了上京的坐标，第2天一早，2人用时光轮直接穿到了大辽上京城郊。林野山和胡胖顺着街道往城里面逛，找了家酒馆坐下来。听说北院大王战死，大辽狼主咽不下这口气，准备积蓄力量，用马步军25万，在春季对大宋全面开战。不会吧，这大辽狼主也太小家子气了吧？小气，要知道他这次一下损失8万骑兵，北院大王也阵亡了，这亏他吃大了。再不打一场胜仗，每年的岁币大宋都不会给他了，这是国家利益。2人吃了顿手抓羊肉，就马不停蹄的继续逛。这次的目标是上京皇帝行宫附近。林野山掏出经纬仪测了几个坐标，下次方便来。这草原羊肉味道是真不错，不腥不臊，咱去买点带回去给老林他们尝尝。路过羊肉馆子，人家刚煮出来的一只大羊，胡胖就要了一半。下午4点多，2个人回到了大宋商号。老林，快通知那2货，就说老胡我从草原带了正宗的手扒羊肉，还有肚包肉，叫他俩晚上回来整2滴。行啊，胖子。晚上7点，高阳和李靖都回来了。
你俩今天打探到什么了吗？他娘的，契丹狼主不死心，听说开出要统兵25万，恭送。他奶奶的，没完没了了，这人命就这么不值钱呢？热急了，老子再弄一个雷场轰他狗子！老林心善，心里多少有些不忍。最好不要再炸了，杀戮太多，这样真没意思。我们来古代是冲着赚钱来的，杀戮也是为了自保。可是这种大规模的战争，对我们来讲风险太大。哥哥呀，那你们说该咋办？煤矿不能不要了吧？一年8、9百万两银子呢。刚才胖子不是说了吗？咱们来古代是干啥来的？赚钱呀！我倒有个主意，你们听听行不行？快说说看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还记得四哥被火眼网抢马的那次，咱们是怎么对付黑风岭土匪的吗？知道呀，你小子去卧底，咱搬空了他的仓库。对头，釜底抽薪。你的意思，咱给大辽来个釜底抽薪，去搬他的国库？我倒是觉得阿进的想法不错，这打仗打的是啥呀？是钱。俗话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没有钱怎么发军饷？怎么打仗？我们不愿意打了这么多人，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实为上策。自从宋辽澶渊之盟以来，100年了，大宋每年都要无偿给大辽白银10万两，绢20万匹，这也太扯淡了。可是大辽毕竟是个国家，土匪的仓库可没法比，咱们能摸清地方吗？只要有心想办这件事，就一定会有办法找得到。我还正想说这个事呢，之前剿匪和山里弄回来的宝藏都已经把仓库堆满了，没有地方可以放了，而且这些宝贝放在仓库也不放心啊。以前没钱，穷得难受，现在金银都多得堆不下了，也让人忧愁啊。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前段时间我听说市政府旁边建了个别墅区，里面都是独栋，环境优美，安保非常给力，就是价格太贵，8万多一个平方。哎，咱又不是买不起，你就说你有啥想法？那边的别墅都带院子，我想改天去那里看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哥几个每人搞一套，然后找专业的公司打造地下金库和完善的安保系统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贵重物品就可以安心的存放了。那还等啥呀？明天就过去看呗。可以的话，赶紧订。这些东西长期放仓库，真不是个好的选择。面积多大的？不算太大，680平，地上3层，送院子花园。差不多7000万一套，加上装修还有做金库，大概得花一个小目标。这么贵吗？看你们那样，一看就是穷日子过惯了，1个亿，他个球啊！这大半年，咱商号的生意账上回了60多亿，你们口袋里一人还有3亿，又没有老婆管，他个球啊！第二天，李靖和浩然去购买别墅，林野山和胡胖又去了上京。大辽的行政管理还保留着晋唐的风格，国库的直接负责单位是户部使。说来也巧，两人通过打听得知，有个库管叫班冲，就住在东边的挑水胡同。林野山决定从这个人身上找到突破口。他利用时光机可以随意穿越，去搬土匪的金库、小鬼子的武器，而这次就更厉害了。为了阻止大辽南下开战，直接去搬空大辽国库，但由于不知道国库的具体坐标在哪里，于是打听得知有个国库管理叫班冲，就住在东边的挑水胡同。这天班冲刚下班，路上买了点蔬菜和1瓶酒，准备回去小酌一下。就在这时，这俩哥们从街角转过来，假装没注意，就迎头撞了上去。是哪个老登没长眼啊？恕罪恕罪，是我们不小心撞到了你。阿哥，别生气，打烂了韭菜，我们赔银子便是。这家伙本就是个贪婪的人，打烂的韭菜，他才花了50文钱，人家一出手就给了10两。这两位是有钱的公子哥呀，这银子都是给我的。是的，阿哥，只为赔罪。看来今天是遇上贵人了。可惜了，好香的酒啊，勾起了我肚子里的酒虫。既然打碎了阿哥的酒，前面有个酒肆，不如一同过去痛快喝上几碗，如何？班冲见他二人出手大方豪迈，也有心想要结识，更何况他也是嗜酒之人。哦，遇上了就是缘分，那就一起去喝几坛。不过今天这顿酒我来请，阿哥也是爽快之人。三人一起来到前面的黄鸡酒楼，一看两位兄弟就是来上京游玩的公子哥，这草原的风光还不错吧？嘿嘿，确实不错。敢问班大哥，在这城里做什么差事？内务府当差酷吏，不值一提。呀，大哥还是官府的人呐，失敬，是管粮仓吗？粮仓？不，哥哥我呀是在银库当差。哟，哥哥您真是在陛下的圣库里当差？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陛下的圣库那是皇家私人的银库，在宫城里边呢。哥哥我当值的是户部管理的国库，在皇城东边那个。哎呦喂，那国库里银子肯定堆得像山一样吧？那是，那金银宝贝呀，海了去了。哥哥您太厉害了。厉害个屁！银子再多都是大辽的，我们只能饱个眼福，一个月到头来还不就10两的薪俸，糊口罢了。我们也好奇，这国库到底是啥样的？改日哥哥能带我哥俩看看吗？想啥呢？大辽国库重地，一般人半步也靠近不了，这可不行。我们就远远的看一眼也行，回去以后和朋友一起喝酒，也有牛逼吹了不是？哈哈。胡胖又悄悄地摸出50两一锭大银放在桌子上，用手推到他的面前。班冲眼角瞥到那锭大银，心中狂喜，这可是他5个月的薪俸啊！看来你俩的好奇心真大。也罢，远远的看一眼倒不打紧。这样吧，下月初1，也就是4天后，你们到挑水胡同来找我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多谢班大哥。一顿酒直接喝到晚上9点，两个人才摸黑回到了商号。事儿有眉目了吗？胡胖把班冲的事给老林说了一遍，还挺顺利。
几天后，约定的日子到了，林野山和胡胖一早就提着礼物、点心啥的，来到了班冲的家。三人在街上吃了早饭，就向皇城方向走去。二位兄弟，请看，东边那一片建筑就是国库。哎呦呦喂，果然威严，这就是我大辽的金库啊！二位兄弟，此地不可久留，早点回去吧。哥哥要过去点卯了，咱们回头再见。班冲拢着袖子上班去了，胡胖放风，林野山拿出经纬仪，赶紧估测了位置。测好位置后，两人就穿回商号去了。等到深夜，老林把时光机调好，高阳先穿过去看看路。这次正好就在仓库中间，敞亮。金银多吗？你们自己进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大伙都惊呆了。这个大厅两边装金银的木箱都快堆成山了。乖软，这大辽的金库太牛逼了！这得多少金银呐？都搬回去的话，咱仓库怎么放啊？怎么搞？干还是不干？干，必须干！不想打仗就得搬他的金银，没有办法。干活干活。电叉车就是好，没有什么声音，开起来静悄悄的。两辆电叉车风驰电掣，化身勤劳的小蜜蜂，来来回回忙活个不停，一直忙到凌晨2点多，5个人都大汗淋漓。都休息一下，等会儿再干。里面剩下的都是银子和铜钱了。我估摸这库里的银子大概得有3000多万两，算下来就是1400、500吨重，咱们根本搬不完呀，怎么办？现在是凌晨2点半，到8点还有5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我们一鼓作气，能搬多少搬多少。这件事只能干到8点前，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那就抓紧时间干活吧。5个人又开始忙碌起来，超负荷运转，搬了半个小时才搬了近20万两。这样干不行，就算干到8点，能搬200万两都顶天了。是啊，200万两做不到釜底抽薪，止不住兵哥。我操，那该怎么办？这样，大杨、胖子，你们连夜去蜈蚣岭把铲车开回来，用铲车把银箱往咱仓库里推。用铲车推，铲车声音大，外面的守军会不会听见？林野山还没有说话，就听外面的天空一串闷雷响过。哈哈，连老天也都来帮忙了。15分钟后，高阳和胡胖就把铲车开进了仓库。油门小一些，注意减少噪音。二人抖起精神，把铲车当成推土机开得飞起。林野山则端着机枪站在大门边警戒，紧锣密鼓地干了1个晚上。很快，外面就天亮了。林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收摊了？不早了，该撤了。大杨、胖子，收了。那俩货耳朵就像没听见似的，还在起劲地干。快点撤，我关门了。5个人都回来了。老林瞥了一眼手表，已经是上午7点51分了，距离库兵检查只剩下9分钟不到。叶山，你估摸着咱们掏了他多少过来？经济没注意，银子怎么地也得有2700、800万两吧。大辽银库里现在估计只剩下现银700、800万两，还有2仓库铜钱，就剩这点家底了。我看他拿什么工作，拿什么来吞我们的煤矿，哈哈。等下记得把这仓库锁了，这么多金银被人看到，能吓死。 5个人到宿舍，倒头就睡，一觉睡到下午3点钟才醒过来。起来就去了黄公子的青楼，让技师小姐姐给好好按摩了一下，顿时感觉神清气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腊月初8。林野山和胡胖再去茶馆打探消息，意外的是没有传出任何关于银库被劫的风声。可能是大辽朝廷顾及颜面，没有对外声张，闷声不响的吃了个大亏，又不能走漏了消息。这会儿大辽当权者可能已经乱作一团，不用理会他们，估计明年他们是不会再来了。 大辽的事情告一段落，胡胖子和高阳闲的没事，开始着手考察西域的玉矿。考虑到西域那块地方情况比较复杂，林野山让四哥和唐云陪着一块过去。人多的话，遇到突发情况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去西域于田的小分队也即将启程。哥几个来到西域做矿石生意，本以为这里是鸟不拉屎的戈壁，没想到竟是充满异域风情的人间仙境。踩！没想到西域舞姬竟然如此美丽。穿啥大宋呀？咱直接穿来西域得了。别扯淡了，和田的约特干故城应该就是这里，唐代设立的安西4镇之一。我们就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吧。咱们语言不通，要找个当地向导翻译才行。我们去前面看看。 几人先找了家店住下来，店老板名叫多摩，是个欧罗巴人，长相和咖喱人非常相似。老板健谈，能说汉语。远道而来的客人，我猜你们一定是来于田做生意的。住在我家客栈是最圣明的决定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可以为尊贵的客人接货。掌柜的，我们的肚子饿了，有没有什么好的饭菜？当然有，我的朋友黄羊肉非常美味。 享受一顿鲜美的西域美食过后，林野山订了2间大房，其他3个人先上楼去睡了。林野山和四哥留在1楼陪多摩聊天。掌柜的，你人不错，一看就是个热心人。我们来于田想做点玉石的小生意，您能帮我们找一个向导和翻译吗？朋友，问我就对喽，明天天亮的时候，我就能给你找到一个聪明能干的向导，哈哈。 第2天早上，5个人刚下楼，就看见一个30岁左右、高目深鼻的汉子正在1楼柜台上和多摩聊天。亲爱的朋友，向导我给你们找好了，就是他，他的名字叫做卢吉卡，相信我，他是最好的向导。你们好，我是卢吉卡，很高兴为你们服务。林野山欣喜，看来找到合适的人了。掌柜的，房间给我们留着，回头还住你家。放心吧，我的朋友，
卢吉卡先带他们在城里的玉石店铺和玉石交易市场转了转，了解了当地的玉石价格和交易情况。这和田玉果然名不虚传，质地纯净，如果放在国内的玉石原料商行，那都是抢手的货，看样子是来对地方了。这和田玉的产地主要分布在昆仑山阿尔金一带。于田国还在的时候，原本是大宋的附属国，每年光是进贡的玉料数量就非常庞大。于田灭国后，现在被东喀拉汗国占领。不过这一带形势错综复杂，有吐蕃、回鹘、高昌，还有一些地方割据势力，年年战乱不断。看完集市以后，林野山还是决定明天先去最近的于田矿区看看。第二天，卢吉卡租了几只坐骑过来，大家就准备出发。走了大半天，终于走到了矿区。下游有几百号衣衫褴褛的人，艰难地翻着石头寻找玉石。他们都是从远方来的苦命人，自己带着食物来找寻玉料。河流下游基本没有什么好料。6个人来到中上游，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棚屋，这里有一些壮年劳动力在用铁锹、竹筐等工具在两岸的山坡上挖掘着，隐约能看见一些手拿武器的人在监视着。这些都是什么人？很多都是当地的土司老爷的私人武装，这些玉矿也都是他们分片承包的势力范围。喀拉汗国内部政权混乱，分成多个派别，对玉矿的管理也是混乱不堪。最苦的就是这些挖玉的工人，他们吃不饱穿不暖，冻饿而死是常态，还有很多都是当地土司的奴隶，根本没有人身自由。林野山用望远镜看到，果然有不少人一边艰难的干活，一边还带着长长的脚镣。昆仑山其他产玉的地方大都是这样的情况。6个人来到于田玉石市场，却发现这里的价格高得离谱。原因很简单，玉石原地被这些人控制了。卢吉卡带着大伙儿到当地管理玉石开发的衙门询问玉矿承包的事情。经过交流得知，大部分好的地段都被承包完毕了。克里亚河源头还有一片区域没有对外承包。他们说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那里看看。来都来了，看看就看看吧。一个小伙子带他们沿着河流往上走了17、8里，就是这里了。东家，这里万万不可。怎么说？看这里的大块岩石，根本没有办法挖得动，而且下面有没有玉也根本看不出来。还有就是，这里是河流的源头，水流不大，挖出的玉石也不好水润。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，再做决定吧。 6个人先回了客栈，快半夜才到。下午听卢吉卡说，老一辈口口相传，之前于田国还在的时候，玉石多为官府采，现在到了喀拉汗国，由于政权混乱，统治者干脆实行承包制，收了银子就懒得管了，这就导致各个矿区里面暗流涌动。今天看的那个玉场是最难开挖的一片，所以一直没有人要。高阳和唐云不懂，在一旁喝啤酒，啃鸡爪子，吃花生米。要不干脆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再说吧。我想先把这块地拿下来。哥呀，虽然只要4万两银子，可那块地方看起来干巴巴的，会不会白忙活啊？你们的眼光要多向前看看，不能只看着眼前的利益。我倒有点明白了，你是想弄一块地方先站住脚，再徐图进去。知我者，四哥也。那咱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就定下来。第二天上午，林野山和四哥找到衙门口，约定第二天把银子送过来，签订承包文书。四哥，南疆林场那边现在相对比较安全，人手可以抽调一些回来帮忙。好。之后，高阳和胡胖花了3天的时间，把各种物资和铲车开到矿区。四哥团队加上林野山兄弟3个，一共10几人，大家一起动手，先把玉矿这一大片山谷的基地先建立起来。让卢吉卡招聘一些人手，首批招聘工人50个，要求年轻力壮，别的地方给工钱1天50文，这边给80文，包吃包住，再雇几个专门烧饭的，负责后勤。不要说工钱高了，单是能吃饱饭这一条，就问谁能抵挡？年轻力壮的汉子们听到消息后都纷纷涌了过来。一个下午，50个汉子挑好了，这些人都交给高阳来带，每人先发2套结实的工装，然后就由高阳带着他们训练。林野山和四哥站在山坡上，看着下面高阳带着整齐划一的队伍，林野山的嘴角上扬，脸上带着一丝微笑。林兄弟，我怎么感觉你不是来挖玉的，你像是来搞事的？难不成你想造反当皇帝？想啥呢？我可没那兴趣。不过我真看中这些玉了，所以整个于田的玉它都得是我们的。他利用时光机可以随意穿越，去搬大辽的金库、小鬼子的武器，而这次却遇到麻烦了。本想在西域做点玉石生意，顺便帮助一下底层疾苦的工人，没想到当地其他玉厂的厂主不乐意了。这些厂主平时奴役劳工，压榨血汗钱，听到林野山对这些工人这么好，玉厂主万嘎派手下巴桑带着5、6个人，气势汹汹的来临近玉厂闹事了。这个像只黑熊样的家伙，他刚才说的啥？他说他是旺嘎玉厂的巴桑，他问你们为什么私自给干活的人发工钱，还给他们吃肉和米饭。你对他讲，我是这里的东家，想给工人们多少工钱就给多少工钱，想给他们吃什么饭就吃什么饭，用不着你们来管。巴桑一听，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，身后的几个壮汉上来就要动手，高阳和四哥3两下，全部放倒在地。带着你的狗从这里滚出去！得罪了旺达，佛祖都不再保佑你们，走着车吧。你叫他赶紧来，再不来我都要去找他了。1个羊也释放，100个羊也释放。既然来了，买卖干脆往大里干吧。当晚，巴桑去找了另一家玉厂的大柜，两人密谋了一个时辰有余。天刚蒙蒙亮，50、60个一族打手冲到临近玉厂来，呜呜喳喳的不知道喊的啥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巴桑也不鸟他，带人冲过来就动手。四哥哪能惯着他，用电棍笑眯眯的就对了上去。你们都走着车。没到下午又来了，这下子来了200多号人，这次还带着弓箭。
他娘的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给我把他们杀出去！几十颗炸弹扔出去，匪徒们倒下了30多个，剩下的见到这阵仗都瑟瑟发抖。干活的工人，有谁见过这样的场面？一瞬间，他们把4哥这群人看成神仙一样，个个都会法术。愿意跟我们一起抢地盘的，1个月工钱5两银子，菜饭管够；不愿意的，可以自愿离开。林野山其实早就计划好了，于田这片产域的地方处于几个小国家的夹缝中，贪官污吏和军阀土匪相互勾结，要想安全的挖域，那就只有彻底改变这里的局面。兄弟几个商量了一个晚上，一个庞大宏伟的目标逐渐浮现出来，那就是把于田用武力打下来，以于田为中心，建立一个小的王国。干，反正是从这些蛮人手里抢地盘嘛，也不是在大宋。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卢吉卡说完，这些长期被奴役的工人们情绪也被煽动起来了。晚上还没等旺嘎的人从土拨过来，高阳带人先出手了。20分钟没到，就扫平了旺嘎的浴场，敢有抵抗的就一梭子干翻。长期被压迫的工人纷纷倒戈投靠临济浴场，一仗下来，队伍变成了200多人。第二天上午，高阳和4哥重新把队伍整理了一下，队伍全体开拔到约特干古城。城里的守备队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4哥的队伍直接冲了进城门，队伍沿着街道一路毫无抵抗，直接杀到县府。你们不要怕，这些将军都是代表正义的，他们不会乱杀百姓和你们。几百号士兵就跟在队伍后面，一起向县府而去。县府守备的队伍也有个别不服气的，都被高阳用狙击枪点了。县府县城连滚带爬的从里面出来迎接。你不用害怕，只要归顺于我，县府县城依旧由你来做，把县府后院收拾出来供兄弟们居住。是，小的马上安排。我们暂时把这约特干故城当作基地。现在的林家军有800多人了，大杨和胡胖回去一趟，让老林采购2000套工装和鞋子。行。几天后，顺善府知州的讨伐军队来了，1500号骑兵集结在故城的大门下面。林野山让高阳带了300士兵出城迎战。来将快下马投降，不然就杀个片甲不留。飘挂也有2个耳朵，没听过我石祥的大名，哪里来的草寇也敢来夺我城池？你是汉人，是又如何？石某正是华夏儿郎。怎么样，还敢笑吗？你用的什么家伙这么厉害？你又是何人？华夏儿郎。这带兵的石祥从小跟随父母来到西域，铁匠世家出身，从小习武，虽然不在故土长大，却有一颗爱国之心。长大后从军入伍，在喀拉汗国当了一名下层军官。没想到今天这带头造反的，竟然是华夏故土的人。即是华夏儿郎，不在宋境勾当，怎么跑到这西域来了？又为啥子想造反呢？这于田国原本就是我大宋的附属国，后来被喀拉汗国侵占。你没看到这里的百姓们世代遭受欺压，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吗？石祥没有说话，他心中明白，高阳说的都是实话。那你们想怎么样？嘎掉贪官污吏，重建于田国，还百姓们一个太平。兄弟，看你是条汉子，何不跟我们一起干呢？石祥被他说的热血沸腾，自己孤身一人，在军中经常受他们鸟气，早有回国的打算。何不如和他们一起反了呢？能否让我入城详谈一番，再做决定？请。石祥大大方方的进了城，一顿酒下来，石祥放心了，他看到了一帮华夏郎的风采。俺跟着你们干了，生生死死，绝无万话。现在队伍重新编排一下，总计有1600多人，骑兵1000人编成4个营，统兵主将还是石祥，其余步兵分2个营，让4哥的人带。军队改名就叫于田救国军，4哥任主帅，高阳任副帅。休整3天，兵发顺善郡。他利用时光机可以随意穿越，把现代的武器搬到古代去，打土匪、战豪强。而这次就更厉害了，为了帮助长期被压迫的底层人民，竟然建立起了一个国家，然后开始收复西域被喀拉汗国侵占的土地。这大宋现在发展的这么牛了，铁车都能自己跑了，牛的还多着呢。等下你就看好了。下午到达顺善府，知府下令坚守营战。高阳站在城门下端着机枪，谁露头就打谁。大帅，要不要我带兵攻城？不用，看我的。说罢，4哥就把2个炸药包扔到城门下，轰了2声，城门就被炸得4分5裂。这是什么法术？竟然这么厉害！进城。高阳率先进城就是一顿突突，正碾压式的打发，小城里的士兵哪见过这些？晚上8点，顺善城全部拿下，知府面如死灰。石祥和他叔劝了他半个小时，终于答应归降。顺善城现在还有多少兵力？去掉老弱和不愿意干的，还剩3000多人，粮草库存都在。现在差不多有5000多精兵，士兵们军饷和伙食问题都不大。不过他们原本军饷1个月3两标准，现在全部涨到5两每月。伙食标准比之前翻了几个档次，士兵们的待遇好了，士气也开始大涨。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攻占于田国剩余的6府21县。5天后，林野山、石祥带2000人马向北攻打贾陵、贺元2座城府，4哥高阳带2000人向西攻打胡陵、西仓2府。10天的时间，4城攻破，另外2城投降，整个于田国的7郡24县已经全部拿下。现在于田救国军全部屯兵在东边的怀仁郡，等待迎战喀拉汗王的征讨大军。3月初5，喀拉汗国的5万大军到了怀仁郡东20里。高阳不想打持久战，昨天带人在城门前又埋了一大片垒场。可惜，可惜。什么可惜？妈呀，都是西域好马，这得多少银子？等会儿全没了。2人正说着呢，城下的敌兵准备攻城了。高阳在城楼上一按起爆器，一时间地动山摇，人喊马嘶。我的天爷啊，这还没打就结束了吗？
10统领，现在可以出城打扫战场了。遵命。这一仗打赢后，四哥分析，喀拉汗国短时间也不敢再来了，而兄弟3个已经1个多月没有回去了。晚上，哥几个回去聚在一起，在酒楼包厢里吃晚餐，大家讨论了于田目前的战况。我们有热武器，毫无疑问，战争很快就结束。重要的是，打完以后当地的秩序要怎么维持，政治方面的事我可不懂。在古代，这些真不算什么，管理一个地区就和现在管理一家公司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打完就谈，谈好了确定边界，然后控制好自己的势力，维持地区平衡即可。林哥说的对，经营维持即可。我们不求王图霸业，要的是于田地区的玉石开采。有一个重要的环节，你们没有想到，在古代，封建王权很重要，它不但是权力的象征，更是人民的信仰。那你的意思，咱们还要弄个皇帝出来？也未尝不可。不过这皇帝嘛，必须得是咱自己人才行。那必须得是老龄去当，不白当。还有3宫6院，哈哈，净扯淡！我这一大摊子事，能跑去当个逍遥皇帝吗？林哥不合适，咱们的总后勤都靠他呢，他走不开。我想到一个人，感觉他最合适。谁呀？赵四杯。对，四哥来做，让我姐做皇后娘娘，母仪天下。几天后，林野山回到怀仁城府，和四哥说起让他做于田国大王的事。四哥听后，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不行不行，我怎么能做官家呢？我是大宋的子民，怎么能做于田的国君？哥哥哎，你怕个啥？就是象征着当一当嘛。咱们打下这个江山，必须得有人来当个大王。我们几个还有其他事做，只能是你权且来做了。你放心，就是个名义上的官家，有人替你管理，不用你操心。想回大名府你就回大名府，没什么关系。赵四拗不过，只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。可待了1个月后，四哥每天在行宫里当大王，好酒好肉，有专人侍候，可他一点也待不住，抽空就骑着鸟出城打猎，要不就偷偷到玉石场找林野山喝酒。反正国家的事，有弥达和石祥他们带人管理就行。林兄弟，你要么把我弄去林场和弟兄们在一起，要么让我回跑马坊住一段时间。总之，在宫殿里我屁股是坐不住了。赵官家，你就在宫殿里再住1个月吧，让臣子们再熟悉熟悉你啊。这样，我给你弄辆好车来，给你开着打猎，怎么样？好车有多好？我看看。第2天，高阳开了一个拖拉机过来交给四哥。考虑到古代的路不平坦，开这种车反而会更好。四哥，这车你开吧，老带劲了，哈哈。这车厉害，野山那小子教我开的那皮卡，跟这个可没法比。臣把它献给大王了。别扯淡，咱兄弟在一起，叫四哥，什么大王小王的，这袍子穿的贼难受。臣把宝马献给陛下了，陛下不赏点什么？回头我赏你2个宫女吧，哈哈。说完，一踩油门就跑了，留高阳在风中凌乱。这四哥怎么越来越时髦了？浴场这几天没什么事情，林野山去大名府溜达溜达，先去了跑马坊看看大姐。林兄弟，多久没来看看姐姐了？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四哥现在当官了，明天我就带你去他那过段好日子。他当官了，我才不信！兄弟你又逗我，呵呵。不信，明天去了你就知道了。第2天一早，林野山就赶了辆马车，接了大姐就直接穿到怀仁城了。兄弟，这是啥地方啊？四哥呢？别着急，马上就到。不多会儿，赵四开着拖拉机来了，后面还跟着护卫和仪仗队。娘子，我来了。恭迎娘娘回宫。爷们，你真造反当皇上了！我的天啊，要杀头的哇！四哥慌忙的捂住了他的嘴，接着2人就回到了宫殿。我说赵四啊，咱是大宋的人，大明城跑马坊里，咱有宽敞明亮大院，家里锁着花不完的金银，你还真想在这当一辈子的官家？是不是还想弄个3宫6院的娇妻美妾？哪想当什么狗屁大王，还不是你那兄弟让我当的。对，让他换人，咱回去过日子多舒坦。同意，娘子，咱们玩1个月就回去。玉石矿这边正常运转以后，胡胖几乎每天都过来坐镇，这样一来，林野山又轻松下来了，突然又想去大唐看看。于是叫上高阳，穿去唐代潇洒的逛长安城了。可刚到长安城，就听说大唐皇城出现了妖物，他利用时光机可以随意穿越，把现代的武器带到古代去，开疆拓土，建立基业。而这次穿去大唐就遇到怪事了，刚到大唐就听说长安城里出现了奇怪的妖物，闹得人心惶惶。那妖物可厉害了，据说能上天下地，达人于无形。走，我们找老贺问问情况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恰合我意。小林兄弟，自那日一别，真是想死老夫了。今日太白兄可好？想必仕途必然锦绣。他现在是翰林学士，可是活得也不洒脱。这个时辰差不多也该回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李白正好从外面进来了，原本风尘仆仆，满面愁容，一看到林野山就马上喜笑颜开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小林兄弟，多日不见，今天要好好和你喝几杯才是，哈哈。正当如此，我们还是去胡记酒肆吧，我请你们痛饮。痛快。老贺家距离西市很近，4人闲庭信步，溜达着就过去了。太白兄，我在大街上听说这长安城出现了妖物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昨天早上，圣人和贵妃正在后花园游玩，荷花池里突然冒出一个满身鳞片的东西，从水中冲天而起，直扑圣人和贵妃而去。这怪物力气巨大，几十名护卫殊死搏斗，才将那怪物打退。
另一处店内也现了相同的妖族作乱。到昨天下午，一共死了4个卫士，2个宫女。现在消息已经传遍长安城了，搞得到处人心惶惶。那后来呢？当时恰好又在圣人身边，我也纵剑上前助阵，剑刃触碰到那妖物身上，好像碰到了坚硬的皮革，根本伤不了他分毫。太白兄，你确定那东西不是幻象，而是活物？的确是活的，鼻孔里喷出的气息清晰可见。我活了80岁，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。怪哉，难不成是山海经里的东西现世？宫里现在怎么样？圣人和娘娘的安危如何？整个皇城内戒备森严，甲士林立，以防妖物再次出现。天有异象，须有大贤之人破之。恨无没有屠妖之术，能诛杀邪祟之贼。4人正在叹息，忽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原本外面晴空万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子变得昏昏暗暗的。天有异象，难不成是妖物来了？李白刚饮了酒，心内正好气万丈，抽出佩剑，一猫腰从窗户就跳了出去。大哥，你就这样直接跳了出去？这可是2楼啊！这不是妖怪又是什么10步杀1人，千里不留行。看剑。孽畜，你下来，我要手刃了你，为民除害。太白兄，这一刻你实现了你一生的夙愿。你先管管老贺吧，我去帮师仙一把。说罢一抬腿，也从窗户跳了下去。高兄莫要拦我，我要和他殊死相拼。妖狗，撕我衣裳！这师仙骂人也太，都是妖了，还骂人是妖狗。高阳直接掏出机枪，突突突就往妖物身上射过去，子弹打中了妖怪的腿上，妖怪悲鸣一声冲天而起，瞬间已经不知所踪。亲爱的朋友，刚才那个东西真是鬼怪吗？肯定不是鬼怪，打中他有血迹，就能证明那东西是活物。去看看贺老吧，刚才都吓晕过去了。贺老，吃人的妖物呢？跑到哪里去了？没弄死他，现在不知所踪。 4个人又坐到桌子前，几口酒下肚，这才感觉惊魂初定。贺老，你博学多才，你认为那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绝不是我中土之物，多半是从异域而来。正说着，街上有马队疾驰而过的銮铃声响，是太子李亨的随行。太子怎么也在西市？昨天皇城里出现怪物，今天怪物又现身西市，难不成和太子有关系？管他什么妖魔鬼怪，我需用手中利剑与他斗一番。太白兄，你当真不怕那妖物？怕又如何？无为人臣，当报圣恩，护黎民，这件事我管定了。 高兄是有手段的人，刚才竟能凌空射伤那鸟妖，有此等大贤在，我大唐幸甚。天降异象，须有大贤破之。莫非小林、小高兄弟就是大贤？这怎么来喝个酒就变成了什么大贤呢？请2位大贤相助除妖，护我大唐。林野山本不想管这些事，但看着2人情真意切的眼神，又不忍心拒绝。我觉得吧，捉妖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，你不觉得很酷吗？贺老啊，帮忙的事情我们义不容辞，可是我也不会法术啊。 是不是得请一些和尚道士什么的才行？朝廷肯定也派了人了，我们只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就可以了。那好吧，我俩就协助太白兄想办法除妖。好极，我们这就回去准备。 4个人回到李白的住所，又开始分析商量。最近这长安城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和往常不一样的事情？长安南首善之地，一直以来都是海晏和清，并无什么怪异之事。 10天之前，东营派遣唐使来长安拜见圣人，会不会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呢？东营人，我觉得8成和这是有关系。自古以来沾上他们的就没好事。这件事得仔细调查才行。这样吧，明早我进宫，先打探一下消息，我们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。约定好第2天还在李白的小院子里会合。林野山和高阳离开后，并没有立刻返回，而是悄悄去了皇城旁边的卢寺馆附近。这里住的就是各国来唐的使节。2人找了一家小店吃着东西，林野山突然发现2个奇怪的人出现。看那2个男人。 男人怎么了？和咱有区别吗？是鬼子，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他头型，脑门那块剃了，兴许是谢顶呢。这个时代有几个年纪轻轻就谢顶的？听我的没错，就是小鬼子。 2人也顾不上吃饭，一路就跟了过去。大路换小路，越走越偏僻。哥，这样跟踪不是办法，会被他们发现的。要不我直接去绑了他们，你慢慢问可行？跟踪就是想知道点不一样的，你问不一定问得出来。 又行了一段路，来到一片树林前，前面那2个家伙好像已经感觉有人跟踪了，走着走着就突然掉头向回走。林野山没想到他们突然掉头，正不知所措。沉住气，他们是反侦察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就是。不多会儿，双方交错的一刹那，突然后背响起一阵金属破风之鸣，高阳一把拽过林野山，几枚星标擦身而过，2人立马窜进了一边的树林中，拔出机枪准备随时出手。外面那2个倭人好像并不急着进来打他俩，左等右等，枣林里一片沉寂，没有任何动静。你在这别动，我出去看看。 正要行动，一阵邪风吹过，突然整个枣林突然变得昏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了。这是一只杀人不眨眼的怪兽，不仅在长安城里肆意屠杀，而且还跑进皇宫内袭击皇帝。正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这2个刚穿越过来的小伙却发现了端倪。2个行踪诡异的东营人在街上匆忙的行走，于是他们就跟了过去。没想到最后却中了埋伏，大意了，这下子回不去了。大洋，咱俩今天算是交代在这里了，没想到咱死在了大唐。可惜银行还有那么多钱还没花了呢，咱和他们拼了吧！好，拼了，咱兄弟俩一块上路。
正当俩人准备赴死的时候，突然一道白光从林中直飞而来，一瞬间的功夫，高阳、林野山就感觉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给直接拽着跑一样，耳边是呼呼的风声，却啥也看不清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就感觉风停了，天亮了，妖怪不见了。不在早莲吗？怎么跑这儿了呢？这是哪里？就你俩这点功夫还敢去送死？不是我师傅救你们，早被妖怪吸掉了。小姐姐，你长得真好看，都快没命了，还有嘴滑舌，登徒子。大妹，你在说谁呢？又出来一个大姑娘，长相、身材、衣着都和刚才那个一模一样，仿佛是复制粘贴的一样。你们是双胞胎？那女子正要说话，一个腰里挂着葫芦的老汉从一旁走过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个大姑娘。鬼啊！二人都惊呆了，原来那老头身后跟着的姑娘，也和刚才那两个长得一模一样。鬼，你们才是鬼呢！你们全家都是鬼！嘿嘿嘿，你两个小子胆子也不大嘛，哪来的胆量去跟踪那些东瀛人的？你们是何人？老伯，他们长得一样，是三胞胎吧？的确是一母所生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两人知道是眼前这个老伯救了性命，于是把李太白皇城御灵怪、长安城里斗妖的经过都对老头说了一遍。不错不错，后生可畏。虽然你俩没有什么本事，可这份胆识魄力实属难得。我说大爷，你这是夸我们呢，还是骂我们呢？小哥对自己的身手很满意吗？请大爷赐教。来吧，后生。老头稳如老狗，简单一招就把高阳放倒在地上。大爷恕罪，小子肤浅了。高阳当兵的时候军区比武第一，现在被老头一招就放倒了，这老头的功夫也太强了吧！敢问师尊大名也好，让我2日后报恩。九中贤。原来这老头是个世外高人，带着3个孙女隐居在这青云山。大爷，你怎么也去了早莲？也是为了那些怪物吗？不要叫我大爷，叫我九仙爷爷。遵命，九仙爷爷。你们推断的不错，那些东西就是东瀛人弄出来的。东瀛的一些萨满教徒用造处之术培育出这些怪胎，用人的血肉养大，用巫术控制，为虎作伥。九仙前辈，那这些鬼子的目的是想干嘛？你把东瀛人叫鬼子，好名称，哈哈。目的很简单，他们嫉妒我大唐的繁荣，妄图弄死玄宗皇帝和太子李亨。前辈是如何得知这些细节的？很简单，我偷听了他们说的话。你听得懂他们的话？年轻的时候去过东瀛，自然能听懂10之8九。那枣林里是他们的老巢，我本想设计铲除的，被你们一搅，肯定又换地方了。恳请九仙前辈出手斩妖，还我大唐一个清平世界。难得你俩有此侠肝义胆，明日上午随我去皇城。去皇城干啥？当然是去干活了，还能是去赴宴带妞儿？怎么这次打的酒又没有酒味儿？掺水了吧？酒没味儿，不解馋。九仙爷爷，您老喜欢饮烈酒，可不嘛，越烈越好。爷爷，明日我给你带最烈的酒来。真的，你莫要骗我。爷爷，骗你我是你孙子。都叫爷爷了，带不带随你，反正都是孙子。我必信守承诺。约好明儿上午在朱雀门见面，于是拜别九仙，两人找了个小树林就穿了回去。哟呵，二位也可回来了，光瑶子也不带我。听说大唐以胖为美，还以为你俩被胖妹迷住了呢。高阳把今天在长安城的奇遇对他俩说了一遍。真牛逼，怎么听起来和电影似的？这小鬼子就是欠收拾，打1000多年前开始就惦记着祸害我华夏。要我说，就是欠揍，不说别的，为了民族大义，老鹤头和失仙者忙，咱都得帮，错不了。你们说那九仙爷爷就这么厉害，那真是世外高人呐！不如咱跟他学学本事怎么样？这些世外高人一般可不会轻易收徒弟的。我有办法，你不说他喜欢酒吗？咱给他供上，实在不行还有香烟，美酒加烟，法力无边吗？那这个忙咱就帮了。帮做小鬼子吗？不怕。就是不还有九仙坐镇吗？应该没什么危险。乖乖，又是失仙又是九仙的，过瘾过瘾呐！这次多带点装备过去，看看那些妖怪硬还是这些装备硬。阿静，你就不要去了，这么多生意都你忙呢，咱不能都去冒险，我和大洋胖子去就行了。就是你是军师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我听野山的，不跟你们去凑热闹，不过你们一定要小心点。好。第二天，三人带上装备就准备出发了。过瘾呐！有这些家伙事，咱可以玩转大唐，狠做小鬼子。老子要报仇，一雪枣林之耻。上次过年时，紫金长老马送来2箱纯粮烧刀子酒，60度的，咱带给九仙吧。也不知道这度数他喝不喝得惯。老头就要烈酒，带着。不早了，出发吧。三人背起帆布袋，就去了长安城。先来到李白的院子，事先进宫去了。三个人把东西放在李白的屋子里，接着跟老贺一起坐马车去了朱雀门。刚到就看见九仙骑着毛驴，溜溜达达的过来了。这不是张国老吗？太像了。九仙看老贺胡须洁白，就问他贵庚几何。今年80有4。小老二吃长5岁，哈哈。这么说，这九仙89岁了，可他看起来也就70岁的样子，着实令老贺羡慕不已。小子，我的酒呢？你不会哄我这个老头子吧？我哪敢骗您老呀，这酒太烈，您老慢点喝。就看这装酒的琉璃就价值1000金，更别说酒了。你小子怎么这么败家？帮我打开，我要尝尝。九仙爷爷，我来开。不错不错，
酒香浓郁，这才是酒嘛，有劲儿。小胖子，来，你帮我把这2瓶酒都倒进葫芦里，我要慢慢享用。哈哈，正聊着呢，李白从朱雀门急匆匆的出来了。3杯突然诺，5月倒为庆。诸位都是侠之大者，白不胜感激。果然一表人才，满腹经纶，哈哈。现在皇城内怎么样？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圣人为保贵妃和太子的安危，从各地征调能人义士和军中悍将，星夜进京勤王。事不宜迟，我先去面圣，你们回去准备一下，等到下人来通知，立刻进宫。皇宫里明明都是禁军护卫，可一旁的皇帝和大臣们还是害怕的瑟瑟发抖，并且还从各地征调能人义士，星夜进京勤王。然而这声势浩大的行动却没有阻止他们的到来。起风了，他们要来了。是鸟妖，你们都别动，我来打。3只体态硕大的鸟妖扑扇着翅膀俯冲而来，宫殿前的卫士们举起弩箭就射，距离较远根本就射不到。高阳架起大狙，瞄准鸟妖就是1枪。连续2枪后，最后一只发现不对劲，掉头跑了。高阳再想打已经来不及了，酒仙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雀儿，向天上一扔，开追，再慢就追不上我的小雀儿了。几人就跟了过去，一直跑到了城外的一处废墟。突然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，10几个怪兽正蓄势待发，准备猛扑过来。狗子的，原来躲在这里，老子送你们上西天！怪物们瞬间被炸得7横8竖，5、6只死于当场，其余的也不同程度的受伤。李白和酒仙都看呆了。雷公电母也不过如此，小子好手段。林野山和胡胖端起机枪，冲上去就是一阵突突，10几只怪物全部干掉了。突然，从仓库里一下子又涌出20多号人，这些人气势汹汹，举刀上来就要拼命。小鬼子，今天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来吧！不多会，大内统领林武阳也带兵赶到了。林野山几人收拾武器退到后面，让他们来收拾残局。第2天，皇帝得知此事后，对几人大加封赏。而此事调查结果出来后，把倭国的使臣叫到面前，吓得倭寇屁滚尿流，跪地磕头如捣蒜，发誓此事是国内萨满搞的鸟事，与他们没关系。之后，林野山几人回到了李白的小院，折腾了半宿，酒仙酒葫芦里早就1滴酒不剩了。酒仙爷爷，临场开了喝，以后这酒我给您管够。没呀，管够，有什么条件？说呢，我可不能白喝。想跟您老学学功夫，不知酒仙爷爷能否赐教？当然了，全看您老心情，不想叫也没关系，酒照样管够。行，你们几个小子有勇有谋，老夫喜欢，哈哈。下午，3个人索性陪着他一起去了青鱼山，而大内统领林武阳奉太子李亨之令，护送各位回住所，也要跟着去一趟。不好，有生人来过，3妮儿都不见了，难道有土匪来劫人？不会，这附近的响马土匪绝不敢来我青鱼山作乱。贼人定位跑远，我们赶紧去追。你如何得知？你看地上水痕，陶罐被打碎了，还在滴水。左边山脚下4、5里远有尘土还在飞扬。赶紧追！几人追到后大吃一惊，这150、60号人马竟然不是土匪装扮，身上都有盔有甲，难不成是官兵？他们不是编制军队，而是州县自备的守捉狼。你们是哪个州县过来的？如此仓促，所为何事？对方领头的一个大汉，长相不像中土人的样子，反而像是契丹人。你们又是何人？为何追着我们不放？你身为大唐的捉守狼，莫非不认得我身上的禁军甲胄？我们都是边民，从来不认得什么狗屁老爷官。劝你们莫要管闲事，不要跟老子手里的大刀过不去。我来问你，青鱼山上3个女娃是不是被你们掠了去？如果是的话，速速放人，老夫不杀你们。你说那3个娇滴滴的小娘子，不错，的确是老爷捉的，你又能奈我何？你个老东西！话没说完，酒仙瞬间就飞到他跟前，重重的把他拍倒在地上，还巡视了一圈回来，确定人没在里面。等大汉缓过神来，提起大刀就向这边冲了过来。林武阳挥刀和那契丹大汉站到了一起，一看都打开了，也没啥讲究的了。打他娘的！谁派你们来的？我孙女在呢。东瀛人，小胖小高，前面树林马车里，快，大姨他们在那。他说这些人是余关来的。余关在哪？秦皇岛。余关也叫山海关。平卢节度是安禄山的地盘，安禄山和东瀛人有瓜葛。我操！这些嘎的人怎么办？要不要上报朝廷？最好先不要打草惊蛇，这些人都是余州来的，先把他们扔林子里去，后面搞清楚了再说。妹妹们不要怕，我来救你们来了。人解救出来后，大家伙就一起回了青鱼山。林武阳明日还要进宫当值，就先告辞回去了。师傅啊，有个东瀛倭寇跑了，你这青鱼山估计是不能住了，还是换个地方吧。是呀，师傅，小鬼子心胸狭窄，最是记仇，过段时间肯定还会回来报复的，还是换个地方住吧。我是不太想离开这里，就是担心到时候真打起来顾不上这3妮子。明天我给你在长安城里找个院子，去城里住吧，皇城脚下也安全一些。也是，由你安排吧。第2天来到了长安城，林野山怕老林着急，打发胡胖子先回去了，自己和高阳2个人来到房产中介的衙行，连看了几处都没看上，最后在朱雀门附近看了一处院子，于是就定了下来。可酒仙住进来没多久，却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件。师傅，这信上写的什么？该来的总算来了。
老头刚入住新房，没想到却收到一封神秘信件，看到后竟然让他这个绝世高手都满脸愁容。师傅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要从为师年轻的时候说起。师傅年轻的时候是狄仁杰大人的卫队长。有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，1个月之内接二连三的有人失踪，城里的百姓个个都人心惶惶。朝廷责令大理寺和6扇门1个月内必须将犯罪之人绳之以法。可没日没夜的苦苦搜寻，就是没有一点蛛丝马迹，事情反而还愈演愈烈了。师傅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官府不得已，开始把地方的妇女少年集中起来，派兵保护，甚至还有的说是皇帝老儿用他们炼制仙丹，才把他们弄走的。南城都开始动乱，和官兵对抗。狄大人不吃不睡，终于在城南土地庙获得一点线索。我带大理寺和6扇门的人把雷公山给围了起来，这里被一伙名叫神鹤教的匪徒给占了。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，我们才打退了神鹤教的众多高手。进去以后才发现，消失的人都在这里，场面惨不忍睹。什么人如此歹毒？我们把活着的神鹤教徒带回去严加审问，才知道背后的主谋不是我中土之人，而是东营人东村大介和东村柳次郎。又他娘的是小鬼子！这2人在东营势力很大，很早前来我大唐做中药生意。神鹤教徒说，他们抓人来炼制一味药物，可治疗小儿天花。师傅，他们嘎了这边的人炼药，不会就为了银子吧？他们用我大唐的人救的是他倭寇的性命。朝廷不想把事情搞大，不让我们追查下去。可狄大人不同意，吩咐我们秘密缉拿，若敢反抗就直接嘎掉。最后一路搏杀，追到海边时，那2个畜生已经乘海船跑了。那我华夏儿郎的性命就白死了。就是这个血海深仇，朝廷可以遗忘，狄大人不能忘，我罗振凤更不能忘。3天后，我和大理寺另外2个高手悄悄买船东渡东营，准备追杀东村大介和柳次郎。师傅，还是您老牛逼。到了东营后，我们假装是遇难的渔船，先在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安顿下来，每天靠打鱼为生，慢慢的和当地人学说东营话。3个月后，我们混进了东村的府上，最后一场大战，我们3个打了他50多人，东村大介和柳次郎被我亲手宰了。最后我那2个兄弟都重伤而死，我一个人撑船逃回海上，后面船也被打散了。我抱着木板漂了5天5夜才回到神州。5年后，东村家族来大唐想要除掉我，我不得不离开狄大人，隐姓埋名几10年来，他们能找到都被我反杀了。最近终于平静了10年，没想到又来了。师傅，这帮鸟人信上写的什么东西？这帮倭寇要师傅把人头送去禹州，祭奠东村那王八蛋。我去他娘的，凭啥去啊？要送人头也得是鬼子送才对。信上说不去的话，他们往后还会派杀手，后人不得安宁。真是被小鬼子缠上了，阴魂不散。我跟你们说，对付这些畜生就得下狠手，只有全给他嘎掉才能消停了。师傅，你这是……你们3个小子，我还没来得及教你们什么功夫，看来是缘分如此了。我要去一趟禹州，和东营人之间的恩怨也该了解了。以后啊，你们有心的话，就帮我照看下3个妞。爷爷，你不要去。鬼子在禹州肯定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况且安禄山的势力很大，这一去，老头为了保全3个孙女，是抱着赴死的决心，绝不能让他去送死。师傅，您不能自己去，要去的话，我们一起去。就是师傅，要不我们一起去？老子要去禹州，宰了这帮小鬼子。九仙看着这3个年轻人，内心波澜起伏，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。老头本不想连累他们，可前日看见徒弟的武器，的确震惊了他。看到3个徒弟情真意切，也就答应了。反正关键时刻，就算自己这把老骨头灰飞烟灭，也要保全这几个徒弟了毫发无伤才行。哈，你们就和老夫一起杀敌，哈哈。师傅，离信上的时间还有2月呢，明天开始咱先练功夫。好徒弟。接下来的几天就开始练功夫。九仙先教林野山易容之术，人皮面具是用猪皮和鱼鳞鱼泡等材料加工而成。林野山日夜研究，10天就基本上手了，然后就跑去哥几个哪里显摆去了。你谁啊？怎么是我？大杨子，不认得我了吧？像不像你？哎，你们这是？老林，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他是老林。操，刚才进来，我竟然没有认出他来，真把他当你了，哈哈，牛逼，足以以假乱真。没想到古代还真有这些奇门方术。好是好，就是这玩意儿贴在脸上有点闷，不透气。你练得怎么样？确实不错，师傅教我的全是杀招，出手就能要人命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胖子练得最苦，硬气功如果能练出来，说刀枪不入那是扯淡，但是关键时刻真能挡刀枪保命。老林坐在2人对面，认真问他俩，决定去山海关替九仙师傅那却身后事。答应老头了，肯定得去。再说了，我还真想会一会这帮小鬼子。可我有点担心，那里人生地不熟的，安禄山可是佣兵10多万，万一他和鬼子勾搭一起，咱们就算有枪，危险系数也很大。况且老头年纪也大了，能否经得起折腾？放心，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，我有分寸。首先，这事不能带老头去，一个是因为他年纪大了，怕他有危险；二就是咱总不可能带着老人家从西安骑马到山海关吧，1000多公里呢。对，不能折腾老头，咱就自己干。第二，不能蛮干，到了地方先化妆侦查，摸清敌情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
还有这次不光为了打小鬼子找快活，我是带着目的去的。你啥目的？当然是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处捞了，哪能白干呀？就是搂草打兔子，两不耽误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这2天准备就动身。要不让四哥派几个兄弟一起去？有没有搞错？你让宋朝的兄弟去打唐朝鬼子，这合适吗？我觉得没啥，咱们就是要放开了玩，怕个锤子。再说了，打仗还得四哥这帮兄弟，古代谁知道哪年不哪年的？你们啊，是花蝴蝶追青蛙，玩得越来越花了。高阳去怀仁郡找四哥，说明了来意。四哥一听那些事情，简直肺都要气炸。然后大家开始做出发钱的准备，考虑到要打大仗，武器弹药肯定要备足才行。第2天，大家都装备好后，整装待发，一起去了山海关。我可以随意穿越到各个朝代，带着兄弟们去大宋赚钱，去民国炸小鬼子。而这次去大唐却遇到倭寇在作妖，索性把小鬼子的武器直接搬去炸他老祖宗。为了打探敌情，我正和好兄弟高阳扮成商贩，去倭寇聚集的渝州城打探消息。这渝州，古代又称临渝，就在现代的秦皇岛市北边，再往前就是山海关了。小商小贩不容易，为了生计，大早就纷纷开门做生意了。哥，你看这些黑衣人都是练家子，你怎么知道？看他们的身板，一看就是练武的。店家，这扇子多少钱一把？客官好眼力，上好的南竹扇片，一口价30文钱，物美价廉，不错，给我拿一把。不用找零了，我家公子喜欢。这是遇到有钱的少爷了，可是看穿着也不像吗？店家，刚才那些穿着黑衣服的人是做什么行当的？看起来很急的样子。一看2位就是远道而来的公子，我和你们说，这些人不得了，都是神鹤教会的人，神着呢。神鹤会，听九仙说，50多年前在长安东村大街弄的那个什么，就是神鹤教会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阴魂不散。哦，神鹤会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，他们是干嘛的呢？他们的教徒光在咱这渝州城就有800号人，听说他们都有神功护体、刀枪不入的本事。那么多人，平时以什么为生呢？他们的生意大着呢，水路运输、矿山林场采伐，官府都靠他们，百姓们江河渔获他们都有抽成，富得流油。这不是一群吸血鬼寄生虫，社会的毒瘤吗？这位小哥，你小声点，被他们神鹤会的人听到，咱们可就麻烦了呀。他们这是去哪呀？这么急匆匆的。今天是大日子，他们分堂的堂主陈松鹤在城东庙堂开每月1、4的堂会。林野山和高阳听到，赶紧告辞摊主，向城东赶去。上去看看里面在弄啥。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，两个倒霉蛋一连被抽了10几鞭子。半个时辰后，神鹤教徒们解散了，那2个挨打的家伙也相互搀扶着慢慢走出了院里。走，跟上那2个挨打的家伙，看能不能问出点东西。2人不紧不慢地溜达着，始终保持了一段距离跟着，最后来到城外一处偏僻的院子。哥哥，咱哥俩真是倒了血霉了，白白挨了堂主一顿打不说，地位还降低了。要怪就怪那几个穷渔户不交钱偷着捕鱼。等着，伤好后老子就去宰了他们。高阳悄悄地向里面走去，老大突然察觉到有人摸进了家门，提起斧头就向高阳扑了过来。哎，你啥时候有这身手的？师傅教的刺杀12路招数。说说吧，说说你们神鹤教的事。就凭你们2个小贼，也想知道我们教会的事？呵呵，不说是吧？那爷爷可要砍了。来吧，砍吧！我正想去圣赌那里当神仙呢，快砍啊！不砍你是我孙子。看来这些教徒早就被洗脑洗得回不了头了。他以为为教会而死，灵魂就能够成仙。有了。兄弟，恐怕你的灵魂到不了圣主身边了。我要把你兄弟俩的灵魂送进18层地狱受苦，永世不能超生。你莫要哄骗，老子不吃你那一套。回头我家堂主知道，非得开香堂，活剥了你俩的皮不可。林野山跳完，拿起手机打开录像功能，对着老大开录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看吧，你的元神已经被我收进那魂盒里了，你嘎后会永生，永世在地府受罪，怕不怕？爷爷，小人错了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你们问吧，丝毫不敢隐瞒，只求2位爷爷别把我兄弟俩的魂魄给送到阎罗殿啊。说说你们神鹤教会的事。在东北这片有大大小小几10个堂口，每个堂口的教徒少则几百，多的有1、2千人。总堂在山海关北边一个叫做黑海营子的地方，总堂我们也没去过。你们堂主陈松鹤什么来头？新任堂主是7、8年前从总堂来的，据说是圣经人，别的真不知道了。爷爷呀，你的元神我先保管着，从今天开始隐姓埋名，做个普通百姓。假如不再干坏事的话，半年后我自当打开魂盒，放回你们的元神。是，小的听令。2人回了营地，和4哥他们会合，然后就一起动身前往黑海营子。这座城规模不大，城墙防御却非常坚实，怪不得神鹤教会把总堂设在这里。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直接攻城？直接把他总堂干掉，拿下这黑海营子，再围点打援，一一清剿。好，就先干他总堂。高阳一炮把城门轰开，3辆车直接开进去，四面扫射。古代的鬼子哪见过这些武器，一路打得嗷嗷叫。车开到黑海营子中心后，一个倭寇缓缓地走了出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阁下可是东村家族的人？我是东村闽郎，东瀛人，为何来我华夏？船匠就黎明于水火。
既然是东村后人，可认识罗振凤前辈。罗振凤，你是他什么人？他是我师父。对，我们都是他徒弟。你们追杀了他半辈子，还要对他的后人下手。今天我们来做个了结吧。你师父能东渡东瀛，杀我曾祖与家父，我东村家后人，来你华夏寻仇，不应该吗？去你姥姥的！那400多无辜的少年，不是被你东村家那个老王八蛋给炼药了吗？爸爸。我每开一炮，小鬼子就少1枚弹药，并且东营就少1个倭寇。至于我可以随意穿越，把鬼子的武器带到古代去打倭寇。估计以后这倭寇也不敢再有人到长安找九仙寻仇了。但是安禄山那边还不清楚是什么情况，需要小心行事。先收兵，安禄山那边回头过去打探一番，再做定夺。倭寇解决了，任务也算完成了。林野山带着一行人原路返回，之后就来到长安城向师傅报道。师傅呀，你不用去渝州了。为啥？因为那帮东营牲口都被我们宰光了。你们自己去了渝州城。林野山把渝州的事情都对师傅说了一遍。想不到这么多年了，神鹤教居然还在，你们几个小子胆子也太大了。酒仙的事告一段落后，而皇宫那边，李白经常夸林野山在诗词方面是个大才，皇帝心奇，于是秋游时让李白带上林野山一起前去。大唐国力强盛，真是牛逼啊！跟这个一比，四哥那大王当的就寒酸多了。嘿嘿，咱俩今天请假，也不知胖子有没有去师傅那练功？肯定也跟着请假了。我估计他晚上先去洗个桑拿，再回去美美的打游戏去了。小林兄，如今秋意正浓，你看这漫山残红煞是可爱，我们不如赋诗一首打发时间如何？赋诗，我还怕你吗？纵是诗仙我也不怕。嘿嘿，既然太白兄有此雅兴，小弟只得从命。太白兄请。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，相思相见知何日？这首的确是李白的作品，不过好像是李白晚年写的呀，这怎么随口就出来了？真乃上乘之作。不过太白兄心情似乎有些低落啊。该你了，小林兄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听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2月花。好啊，林兄大才，才高八斗。他又装逼，我3年级就会背了。当天下午，队伍到了长安城南的终南山，早有当地官员准备好了营帐和饮食，几人微醺到半夜。高阳好像发现帐外有些异常。野山，营帐外面有什么东西？体型不小，兴许是什么山中野兽吧。高阳悄悄地拿出机枪，向外面走去。啥呀？大熊猫呗，野生大熊猫。原来是2只白熊。3个人开怀大笑，笑声还没停，就听见从营帐南边传来一阵嘈杂。有刺客，护驾，护驾！南边是圣人的大帐，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来厮杀圣上？刺客在上面，弓弩手射。情况危急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林野山和高阳2人在黑暗处拔枪就往上面射，中枪的黑衣人纷纷从帐篷上掉了下来。弟兄们，圣人和太子可都在大帐里，我等就是粉身碎骨，也绝不可使贼人踏入半步。愿将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。太白兄不可前往，那些人都是亡命徒。君王有难，臣子奈何惧死乎？臣子，我的师仙兄啊，你不过是个翰林待诏，偶尔陪皇帝娘娘写个诗，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，你拼个啥子命哦？几分钟后，残敌全部肃清，林武阳抱拳谢过2人。经此一番折腾，皇帝再也没有了游山玩水的雅兴，连夜回华清宫。林野山和高阳留下来和林武阳一起寻找刺客的线索。林统领，你快看混在这里面的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些人不是汉人，怎么长得和大辽人似的？细目高鼻，是契丹人。小林兄说的没错，这些人服饰和装扮很像。契丹人怎么会奔袭千里，和汉人一起来刺杀皇帝呢？难道是安禄山？这是怎么和安禄山扯上关系了？再说他是突厥血统的胡人，可没有契丹血统啊。幽州多契丹人，别忘了安禄山的后山八军，安禄山就是在幽州靠着契丹人发家的。林野山清楚地知道，安禄山在10多年后发动了安史之乱，两者结合让他不得不怀疑。完事之后，一行人就回了长安城。第2天傍晚，林野山和高阳正在和酒仙练武，林武阳带着几箱金银珠宝就过来了。来就来了，怎么还大包小包的呢？带的啥呀？昨天你们救驾有功，这些都是圣人吩咐太子赏赐的。你们既然已经怀疑是安禄山干的，圣上怎么说？太子殿下已经传口谕于我，让我去范阳和圣经秘密调查。那正好，我们正打算去一趟呢。你们去做什么？上次那兄弟俩说，神鹤会的许多堂主都是从圣经委派下来的，我怀疑圣经那边还有他们的组织。我们不如一起，也好有个照应嘛。那必须的呀。酒仙本不想让他们去冒险，奈何拗不过他们的请求，只得作罢。不可意气用事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半个月后，林野山、高阳和林武阳到了范阳城，找了间客栈住下。哥呀，咱先从哪里下手？下午打听得知，范阳军的大营就在城北10里的盘龙坡。那咱们先从军中调查，去盘龙坡大营。第2天，3个人就悄悄地来到盘龙坡大营周边等待，一直等到下午，才等到有一个牙将骑着一匹快马正投东而去。3个人趴在路边草丛，等那人离得近了，高阳掏出机枪，抬手就是一枪。他把手机带到古代去，虽然没有信号不能通话，但关键时候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并且让古人看到后言听计从。几位是劫财呢，还是寻仇？不然呢？老子们还能劫你的色？我可是范阳军的人，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？敢劫我们行伍之人？没错，劫的就是你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对范阳军很感兴趣，你可以给我们讲讲里面的情况，我保证你会活着离开。你们干脆还是嘎了我吧，今天我要说了的话，9族都会被灭掉。奶奶的，碰到滚刀肉了，由他没用，嘎了吧。来呀，
三人心知军中律法森严，没办法的事。而林野山则心生一计，可不用上次对付神鹤会两兄弟那一招你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换个方式吧。你要干啥？你可别！你的一小半魂魄已被我收入盒中，等这件阎王把你骗人，我不信，你自己看吧。啊，不要，我听你的，都听你的，你把我魂放出来，求求你了，爷爷。那你还不赶紧把范阳军情况说说？我叫李三麻，是范阳马军统领黄剑的传令官。今天是奉了黄剑之令，去邀请前将军熊胜武，还有神鹤会会长尹家腾来范阳议事的。等下，你说神鹤会长？啊，神鹤会是个大的组织，他们的总堂主就是尹家腾，和我们左将军相交甚厚。会议地点和时间呢？明天晚上太平街上将军府上。好，知道了。我兄弟跟着你去传信，回来后我保证你平安无事，还有赏银拿，明白吗？银子小的不敢要，只要爷爷把魂魄还我就行。说完，高阳就和李三麻到城东镇上去认认门。林野山和林武阳在荒山里找了个山洞藏起来，这里挺好，就在这落脚吧。行。之后两人去了一趟城里，买了不少吃的喝的。下午，李三麻和高阳回来了。一顿饭后，李三麻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少。第二天，林野山和李三麻、林武阳三人去了前将军熊胜武家附近等候。高阳独自去了尹家腾住所附近。他娘的，神鹤会的人一群渣渣！是谁？手里拿的什么暗器，竟然如此厉害？会长大人，要不要也来一下子试试？不，咱们有话说话，别晃那玩意儿。有人出钱请你打我，给你多少？我出3倍。真不是钱的事，你乖乖跟我走一趟就知道了。尹家腾无奈，只好和他一起往山洞走。林野山这边也顺利的绑了前将军熊胜武。八嘎，东瀛人，小鬼子，你他娘还真是小鬼子啊！兄弟别打我，我是汉人，自己人。真是天助我也！熊胜武身材高大，和高阳差不多，尹家腾和自己相仿。至于那李二麻也和林武阳差不多。师傅教的易容术，看来这下用得上了。明天的晚会就化妆参加吧。有意思。当晚没别的事，林野山在制作易容的材料，而高阳则继续审问。加藤君，说说吧，你们是不是勾结了安禄山，准备联手对付我大唐？福邦的樱花来年一定开得很美，而我却再也看不到了。真是个装逼犯，都承接下囚了，还在这顾影自怜。加藤心里明白，事情败露，他也难逃一死，索性等死拉倒。哼，你们这些鹰犬哪懂什么风月？老子是兽医，不是鹰犬，更不懂什么鸟风月。今天就让我露一手，给加藤君演示一下什么叫做阉割。李三麻，把他裤子脱了。爷爷，脱他裤子干啥？东瀛有一首儿歌，叫做《一休歌》，咯叽咯叽咯叽。不要，东瀛没有这种歌曲，你不能这样做，这有损人格，有种我们决斗。你这混蛋！对，怎么看不见在呢？他缩回去了。不要紧，找一找总会有的嘛。抱歉，加藤君，你弟，稍微等一下，刀子凉了，需要再烧一会儿的干活。几位小兄弟，咱们都是大唐的子民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知道的我都说，放了我行吗？让他先说。和东瀛人联系的是新调任来的大将军江山虎，听说他背后有东瀛人撑腰，盛京那边他们的势力更大，我们都是喽啰，具体情况也不了解。老兄婊子，你奶奶的也不是好人，去年为了祸害人家姑娘，你把排帮100多家属都屠在山里，老小都管了，你也休想活命，那些冤魂可天天盯着你呢，哈哈。林野山心里明白，加藤这是想借刀杀人，封上熊胜武的嘴巴。狗子的东瀛人，你他娘不要血口喷人！高阳眼珠子一转，自然也明白了。老熊，咱们是自己人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兄弟这次来就是为了对付东瀛人的。老熊大喜，唾沫子横飞，继续说道：其实啊，他们东瀛人的目的就是在我们内部插钉子，收买势力，有朝一日还不是为了吞了我们？林野山的目光一直在盯着他们3个人，手里的猪皮已经做成了几张真皮面具。熊大婊子，不幸之人，你会死无葬身之地，我们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呸！你个倭人！你以为1万两银子就能收买了我老熊？我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，哈哈！这是安禄山之情吗？还有范阳军里有多少人参与此事？小人不清楚节度使大人有没有参与，范阳军里倒是有6、7个人参与了。盛京那边，你们江山虎向谁汇报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齐火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杀鸡儆猴，老熊瞬间吓尿了。爷爷，小人真不知道呀，只知道盛京有个叫东村尚武的，和江山虎来往密切，好像也是神鹤会的，肯定比加藤地位高。熊胜武祸民女，屠杀排帮的事可是实情。你不要怕，说实话就是，别忘了你的东西可还在我身上呢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排帮都是砍木头的百姓，他把人嘎了，姑娘被他霍完，又让他兄弟霍，最后都跳江了。爷爷，我一时糊涂，别嘎我呀！老子今天要给那些被你屠戮的百姓讨一个公道，亲手宰了你个龟孙。痛快痛快，别怕，你小子没做什么大恶，我不会赶你的，只要你乖乖听话。是，小的知道了。不多会儿，林野山的面具也做好了。林武阳看到吓了一哆嗦。怎么样，像不像？我的爷爷真是以假乱真啊！你还真变成那小鬼子了。师傅这个易容术真的太牛了。爷爷们，你们都去赴约了，那小人怎么办？你连夜回家，不可出大门半步，半个月后我来还你魂魄就是。小人明白，小人明白。第二天，3人整理好衣冠，就去了马军统领黄健的府上赴约。
他每答一个人，就可以变换成他的容貌，并且声音也非常相似。这就是古代使用的易容术和变声丹，而他利用这个方法，已经连续答掉多个潜伏在大唐的倭寇。而此时他正变换成一个小倭寇，去敌方总部打探消息。丫头，今天谈过事，家里可免，不要拘束，都坐吧。三人坐下后，林野山猜到他变换成的倭寇身份不太对劲，中间肯定有些问题。哥哥，你辛苦了，我敬你一杯。他娘的，该来的总算来了，没办法，只能赌一把。来啊，兄弟，你是谁？快说！呵，没想到吧？加藤是我的内侄，你们这点小把戏是逃不出我的眼睛的。东村识破了几人的易容术，却不知道他们是带着现代武器的穿越者。高阳拿着机枪突突几下，就把他们放倒，并且扔下几个炸弹，就迅速离开。之后，三人就各自回去了。林野山和高阳正准备找个地方穿回去时，却发现有几个人绑了2个姑娘，正朝这边过来。二人没有多想，冲过去就把几人放倒在地。在酒仙那里学的功夫，对付这几个人绰绰有余。说怎么回事？大爷，饶命！这金罗2个公主是东村大人让我们把他俩送给节度使的。安禄山，林野山也瞬间明白了，安禄山不缺金银，却好美色。东村想要拉拢他，就必须投其所好。新罗、百济正是现在的朝鲜、韩国那边。你们滚吧，这2个姑娘留下。是爷爷。就这样放他们走了？哪有那么容易？送他们一程。懂了，哈哈。姑娘，你们俩叫什么名字？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我叫美惠，她叫美娜，我们俩是堂姐妹。家没了。家没了？啥意思？我们是新罗公主，国家被百济人强占了，族人也全部战死，已经没有家了。那你们今后怎么办？被抓的时候，我姐妹俩就对天盟誓，不论谁救了我俩，就是我们的男人，所以我不许你走。姑娘，我有女朋友了，她还未婚娶，要不……你小子竟然弃兄长于不顾，独自逃跑，良心大大的坏。不是，我觉得你不是单身的吗？我不管，反正誓言发了，做妾也行。讹人是不是？做妹妹行不行？妹妹，她大你1000几百岁呢。以后我们就是你们的人了，你们去哪我们就去哪。这样吧，我们可以带你一起走，其他的就先不谈了。好，我们会乖乖的哦。之后二人就带着2个姑娘穿到于田国4哥这儿，让4哥暂时给他们安排个地儿，然后又召集4哥开了个小会，商讨准备东征东营。兄弟，你真的打算起兵造反了？4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造大宋朝廷的反，我征讨的是异族。我明白了，反正你脑子好使，而且做事也靠谱，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呗。经过几个月的准备，林野山和高阳带着于田的军队直接穿到东营的北道岛。林野山一眼望去，不由得哑然失笑，这一队队的全是鬼子兵，因为这些装备全都是在鬼子那里搬来装备上的。弟兄们，这第一仗一定要打赢，拿下皇城再吃早饭。由于使用的是热武器，实力悬殊很大，第一仗根本就是要偷袭。大炮轰炸之后，抬起机枪就是一顿突突突。3年前我还在送外卖呢，现如今老子也带兵打仗了。你和老林可别抠搜的，军装的重新做。鬼子的身材矮小，你看这军装弟兄们穿在身上，有的还露肚脐眼呢。这不是临时的吗？都会有的，哈哈。到城里后，一个倭寇叽里哇啦的一通咆哮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我猜他肯定是在骂娘。哎，忘记找几个汉奸翻译官了，这听不懂怎么交流呀？没有就没有吧，他不也听不懂咱的话吗？直接干就完了呗。开进城中心后，晃城的郡司黑田一男决定跪伏着，趴在林野山和4哥的面前，诚惶诚恐地祈求着什么。可惜大家都听不懂。你弟当官的干活。跪着的官吏摇摇头，表示不明白高阳说的话。一群不开化的倭木疙瘩，觉我唐宋这么多年，连汉话都不会说，真是欠揍。正尴尬之间，从外面进来了白胡子老者，跪在黑田身后，对林野山拜了一拜。几位大王，莫非来自中原？老丈，你是汉人？我是东营人，世代在北道岛居住，年轻时去中原交流过一段时间。焦老儿现任皇城军政文书一职，敢问大王为何带兵来我东营？自古以来，倭国世代都受我大皇帝所封，奈何数百年来东营发展太过缓慢，不得已我带兵而来，为东营国重建秩序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。林野山自己都他娘编不下去了，心里偷着乐。天朝上国不爱垂帘，我东营百姓幸甚。北元小景愿意为大东亚共荣牵马直登，效犬马之劳。好，北元，这位是东海霸王唐云，以后就是他执掌东营，往后你就辅助他吧。这小子倒成了金口玉言了，自己被他封了个于田大王，现在也不和人唐云商量，直接起个名字就安上了东海霸王。唐云被赶鸭子上架，不得不硬着头皮问道：北元啊，这皇城里像你一样能说汉话的还有人吗？禀霸王，我文书院有3人，其他部门还有5人。好，把他们都找来，我要重用。大王。北道岛大战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，东营京都一定会调集其他岛屿的兵力前来征讨，大家先休息整顿，准备迎接大战。开炮！林野山带领众人占领北道岛后，东营的主力军果不其然，几天就开着战船过来了。然而弓箭对战大炮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兄弟们，都给老子打准一些，别浪费子弹。3天时间，整个东营海军主力全部被歼灭。林野山决定休整5天，整军备战，然后一鼓作气拿下整个东营。北道岛这边的事务暂时由唐云处理。林野山4哥高阳先回到于田，刚到于田，2个新罗公主就迎了过来。脚腕扭到了，走不了路。
你背他吧。回去之后，美惠笑吟吟地拉着林野山去后宫泡温泉去了。高阳留下来给美娜的脚腕涂药酒，高阳大气不敢喘，脸红脖子粗。美娜这小丫头好像是故意调戏他。你别动啊，你这痛，药酒都洒了。傍晚，一轮玉盘挂在天空，那2个泡温泉的回来了。美惠脸红扑扑的，慢慢跟在林野山身后，一脸的幸福模样。美娜呢？里面呢，睡着了。美惠打着哈欠也回去睡了。完了，今天被那小丫头给套路了。爸，好你个马谡，莫非街亭失手了？哎，不是兄弟不利，是敌人火力太猛。别说街亭了，荆州都他娘的丢了，你说能咋办？丢了就丢了呗，一个老爷们还觉得自己亏了咋地？你就把这儿想成一个虚拟的世界就好了。咱们过来开矿、伐木、打仗，确实像在打游戏啊。5天假期很快结束，要回北道岛打仗了。来到北道岛后，唐云兵马已经整顿好，随时准备出发。而这次高阳还弄了辆坦克过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难道是天照大神对我的惩罚？城门被破，贼军马上要进城了。主将，我们怎么办？随我冲阵！机枪准备。护国军2个营一鼓作气攻破城门，城破以后，城内士兵已无力抵抗，官员带着城内剩余的守军都不战而降，全部归顺了东海王国。东营大部分城池都已占领，剩下一些残余小城都全交给唐云处理。想着很久没回大名府了，林野山就穿了回去。刚到大名山号，胡胖子就拉着他往黄汉飞的醉红楼跑。你小子在外面浪了这么久，皇兄特意把醉红楼头牌的姑娘西葫芦给你留着，要是再不回来，姑娘都熬成老姑娘了。卧槽，胡胖子，你和黄胖子都不是好鸟，喝着火坑我是不？我可没坑你，人家青楼姑娘要么就翠花紫薇海棠，给我留个西葫芦，还头牌，故意的吧？我哪知道，我也没见过。上次来应聘那个娃娃脸，人家黄大少爷给洗个西红柿。刚到醉红楼门口，黄汉飞就从楼上飞奔下来。我说今个一大早，这喜鹊就在枝头叫个不停。嘿，今个我兄弟来了，快请后排3楼至尊 VIP。难得咱们兄弟今天相聚，今天都不要走，我们一醉方休。酒过3巡，大伙都有了一些醉意。一觉醒来，林野山发现自己在客房里。公子，你醒了，喝点茶水醒醒酒。姑娘你是？奴家本名叫做青岩，公子就是林大官人。哦，你叫青岩啊？不是说有个什么西葫芦的吗？林公子，不要这样说，他们说的就是我。姑娘面容秀丽，怎么有这么个雅号呢？我家在西边的吐玉魂，黄大少爷他起的。哼。吐玉魂在吐蕃北边啊，你既是那里的人，怎么跑到这大名府了呢？家道中落，跌跌烂赌，还不上赌债就把我给卖了。来到这醉红楼有1年多了，黄大官人是个好人，知道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就把我养在这醉红楼，平时不让陪客人，说是只陪他的好兄弟，就是你林公子。胡闹，陪我干啥？青岩，醉红楼多少银子买的你？600两。我和黄大官人说，给你自由身，你回家过日子去，可好？公子当真？当真。林野山起来之后，就直接来到1楼大堂。卧槽，你们都醉了？是呀，这酒后劲太大。昨晚都干了啥了？都是黑眼圈。不知道，没印象了。哥呀，你还金炉藏娇啊？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我怎么没听你说过？听过，怎么没听过？她就是西葫芦呀，我给野山安排的，哈哈。哥哥，青年姑娘多少银子？兄弟我给她把身赎了，让她回家过日子吧。提银子不是打我的脸吗？这醉红楼的姑娘，你林野山看上的，尽可领了去，咱俩谁跟谁啊？哈哈。小弟多谢哥哥。当天，林野山就马车把青岩姑娘送到了怀仁郡，让四哥派人把她送回家。这姑娘真是俊俏，跟仙女似的。你要不是我姐夫，我就做回月了，把她介绍给你了。滚犊子！1个月后，林野山再次来到东营，看看唐云的情况。东营全境已经全部拿下，从此东海生生不息。天皇一家人呢？本想留条活路给他的，哪知道性子挺烈，全都投海拔了。现在战事已定，护国军2个师在东营休整1个月，到时会另有安排。是。半个月后，林野山没啥事，准备去于田陪四哥喝酒打猎。刚到怀仁城，就看见四哥怒气冲冲，正在集合兵马。四哥，你这是要去厮杀？这事你听说了，保准也会气炸了。上次你送来的那个姑娘，还记得吗？记得啊，青岩嘛，不是送她回家了吗？怎么，她惹祸了？就是她小命就快没了，我看不下去，要带人去救。说说看，怎么回事？叶哥，你来说吧。大皇帝，您听说过吐玉魂这个地名吗？当然听说过。隋唐时期，吐玉魂为一小国，曾经给大唐带来过不小的麻烦。现如今，这吐玉魂的国号似乎不存在了吧？早已经并入吐蕃境内，如今和我们于田国大着边界。吐玉魂有个残忍至极的传统，遇到国难就会用20名少女献祭。如何献祭？活着生剥人皮，制成人皮果祭天。青岩在内，他爹来求我了，老子要去救他。别急，这事不能明着干，否则又是2国大战。咱们组织一个特战小队，悄悄摸过去，把事情干了就完了。嘿，正合我意，就这么干，人选你定。不过这事得由我参与。行，那就你和我还有高阳3个人一起去。他利用时光机可以随意穿越，去搬古代的金银珠宝、现代的武器装备，在古代打土匪炸倭寇。而这次朋友被绑了，他直接把坦克开了过去。林公子，林公子，青岩姑娘们都不要怕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都别嚎了，快跟着走，一会儿追兵就来了。血月教的狼兵来了，快走！先走，我来断后。
跌跌撞撞跑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跑进了汽车停放的树林。姑娘们都上车厢里。一辆汽车打开大灯，在荒原上一路驰骋，1个多小时后就到了于田的边境线上。终于有惊无险的就回来了。救回来的女孩子们都由大姐带到后宫里先歇息去了。第二天中午，宫里摆下宴席给大伙压压惊。这次我们动静闹得有点大，黑水城嘎了不少人，祭天用的少女又被我们带走了，不知道那边会不会善罢甘休。吐蕃我都不怕害怕他要不服气就顺手灭了他，省得再有无辜少女遇害。叶哥，回头你让石祥安排哨探，在边境盯梢，有情况及时来报。好嘞，喝完酒我就去。对了，救回来的那些姑娘怎么办？你都带走吧。我往哪带去？还是你安排吧。愿意回家的回家，不愿的你就安排。你这帮兄弟可都还单着呢，能成一对是一对啊。对啊，这法子合适，不过还要看人家姑娘愿不愿意，不能强迫，哈哈。兄弟，我看青眼姑娘和你很配，你就娶了她吧。你没看到姑娘心里有你吗？姐啊，我不着急婚娶，还得干大事呢。嘿嘿。几天后，林野山闲得没事，就去大宋小王爷的府上转了转。我说驸马爷啊，你真是个大忙人，这段时间弄啥去了？想我了？我想你啥？关键我老姐想你了，你说咋弄？愁死人！王爷啊，你可别开玩笑了。我跟你说，福陵还真就看上你了。这段时间没见你整日里魂不守舍的，只要你同意，我去和皇兄说，招你做驸马爷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哈哈，没事过来转转。正说着，就听到府门外边一片嘈杂声猛然传了过来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人喊马嘶的？你们坐着，我出去看看。大胆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君王赵猜，公主福陵欺瞒圣上，勾结乱党，密谋造反，奉圣一即刻捉拿归案。放你娘的屁！老子什么时候勾结乱党了？把他们拿下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把你手里的敕令给我看一下。将领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手里的文书递给了赵猜。而林野山悄悄地上了屋顶，看见郡王府的四周已经被大批的官兵包围着。赵猜和福陵绝不可能做出谋反之事，这肯定是遭人陷害，得想办法救救他们才是。公主不可，宝剑只要沾血，便坐实了你们谋反的事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林野山故意装作家丁的样子，慌慌张张地来到赵猜跟前，在他耳朵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好歹我也是大宋的亲王，你们等我片刻，我姐弟俩换一身衣服随你去了便是。来将没有说话，轻轻地点了下头，代表默许了。反正这王爷府也被团团围住了，他跑不了。有没有办法进宫去找我皇兄？这事也许还有转机。皇宫不能去了，他们既然这么大阵势过来，早已经做了万全之策。我们现在过去就是自投罗网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逃出去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们就是逃出去又能去哪里？藏得了多久呢？这个你先别管，我来办。你这里的密道能通到外面吗？能到院子外，不能到城外。事不宜迟，先走。赵猜跑了，快来人呐！抓住他们，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这是奔着灭口来的，他娘的不想让我们活了。快上马，姐夫，你做我姐的。老姐，你受伤了，你这是往哪边跑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先出城再说吧。出城不行，有可能出不去了。不怕，成功的城守是我老相识，咱们过去试试。现在可能整个东京城都在通缉我们了，再好的交情也不能用脑袋来赌啊，去了就是自投罗网。大，那我们闯皇宫去见我九哥行不？不行，皇宫那边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可能我们还没到就会被官兵诛杀。都不行，那你说怎么办好？总不能在城里束手就擒吧？城里马上就会乱起来，先到我的商号去，快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老姐，你怎么样？卧槽，这箭头好像有毒。大姐夫，你可得救救我老姐啊！赵猜求你了。东京城不能久留了，这里也不可能一直安全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先从这东京城里出去。小王爷，我来带你们出东京城，找人救福陵，这是他能活下来唯一的办法。可是姐夫，我们怎么逃得出去呢？就算逃出去，又能去哪呢？林某自幼的高人指点，学得一神仙法术，可瞬移到千里之外。当真？你信我便是。把眼睛闭上。好了，小王爷，把眼睛睁开吧。姐夫，这是到了哪里了？你难道是天上的神仙下凡？那我老姐还能嫁给你吗？谁他娘的是神仙？扯淡，我是人，和你一样。不多会儿，三人来到宫殿的一处客房，林野山把福陵放在了床上，赵四和大姐也匆匆赶来了。兄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伤得重不重？四哥莫急，我没有受伤，赶快把这个女子救过来，她肩膀中了毒箭，箭头有毒，必须马上把箭头拔出来，清理伤口。兄弟，这女子从哪来的？她就是当今大宋福陵公主，这位是小王爷赵猜。多谢诸位替我老姐疗伤，大恩不言谢，赵猜没齿难忘。今天你们姐弟落难，就放心的在于田住下来，不管什么事，有我赵四在，就算大宋翻过天来，我也能给你再翻回去。太医，公主的伤势如何？公主中的毒类似于曼陀罗花的毒，非常棘手，我已经给伤口上了药，至于能不能活下来，要看她自己的命运了。姐夫，这个如何是好？看来要想救福陵的命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把她带回现代。哎呦喂，姐啊，你掐我干啥？刚才小王爷打你叫个啥？啊，没叫啥吗？怎么了姐？我耳朵又不聋，明明听到他叫你姐夫。我的老天爷啊，你难不成做了大宋的驸马爷吗？没有的事，这姐弟俩的确和我关系比较好。好小子，不用解释了，兄弟好眼光。对了，回头你和公主说一下，把青颜妹妹也收了吧。男人嘛，总是有个3妻4妾的。回头再说吧，老姐啊，我得赶紧去救人去了。说完，林野山从客房里把昏迷的福陵给抱着，直接穿回了现代。
古代神医都解不了的毒，他却可以轻松解除，只因他有可以随意穿越的能力，把古代受伤的公主带到现代来救治，然后又把她送回去。可是正当他们乔装回到古代的时候，却发现大宋已经变了天。嘿，听说了吗？这小王爷赵猜竟然勾结反贼温庭林、龙宇等人，密谋造反，颠覆朝廷。是呀，御林军一大早就开始抓捕了。不过我可听说了，小王爷带着公主跑了。啊，龙宇不是去年才当上成都府兵马都监吗？怎么会造反呢？想不到这小王爷小小年纪竟然有夺位之心呢，真是人心难测。谋反，龙宇和温庭绫也出事了，难道这大宋朝廷要变天不成？公子，快看，你们也被通缉了！他娘的，这大宋还真要变天了！先回于田，现在只有那里最安全。之后二人找个地方传到了于田，胡胖和高阳也逃到了这里，而李靖和林浩然此时在现代办理业务，暂时还没什么危险。事情严重吗？大宋已经变天了，龙宇、温庭绫和我们都定成了谋反罪，我们所有商号都被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事估计出在朝廷内部，我猜测是和太师蔡京、高俅一帮人脱不了干系。我估计问题出在宫墙之内，有人想谋反，所以清除我们这些所谓的间谍。宇哥和我想的一样，最大的可能莫非就是太尉府和枢密院的一帮老臣？不用说，肯定是蔡京、高俅之流，尤其是那个高俅，亏我和高阳当时还和他拜了把子，真是瞎了眼了。几天后，林野山终于从户部侍郎宋英的口中得知，确实如他们猜测的一样，是原本历史就有这么一节，还是穿越而来改变了剧本？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把它变一变。在林野山的主持下，召开了一场针对大宋现状的特别军事会议，经过激烈的讨论，最后达成统一结论，全体拥护小王爷赵猜为大宋国君，借用于田的军队，重建大宋秩序，还百姓们一个朗朗乾坤。诸位义薄云天，为我大宋黎民百姓着想，赵猜谢过。王爷不必如此，我等原本都是大宋子民，如今奸臣肆虐，百姓受苦，我等岂能袖手旁观？即日起，成立大宋秦王军指挥部。几日后，大军整顿好，准备出发。福临公主也是一身素衣，前来为赵猜送行。弟兄们，出发，拿下东京城。几天后，大军已经逼近了东京城正南门下，守城的官兵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也没有各地的守军来报啊。这么多军队，是他娘哪里冒出来的呢？让蔡京、高俅上城来见。哪里来的叛军，竟敢到皇城根下闹事，找死！这厮名叫黑哈桑，是湘军一个步军头领，去年醉酒霸占了民女，就他娘关了2天就被放了。他娘的，这样的人也配做大宋的守城将军？兄弟好手段，这起码得有800步远呢。这不算什么，两位兄弟瞧好吧，精彩的还在后面呢，哈哈。守军们群龙无主，慌作一团。城上的弓箭手尝试往下面放箭，奈何距离太远，羽箭根本不起作用。尔等是越王的叛军不成？知道是越王，还不乖乖滚出来！和他娘的扯这么多干嘛？直接开炮！几轮轰炸下来，守军已无人再敢应战，大军不紧不慢，昂首挺胸，大步向城里走去。到了皇宫后，高俅可怜巴巴地向赵四示好，不再是往常那个盛气凌人的高太尉。二弟、三弟，你们不认识大哥了。高俅，你这厮欺君害民，祸乱朝纲，当初我赵四真是他娘的瞎了眼了，认了你这狗屁大哥。今日我要和你割袍断袖，分断一决。难道你们要造大宋朝廷的反不成？你错了，我们是为了清君侧，除奸臣，还天下百姓一个朗朗乾坤。我是越王赵猜，你们不要助纣为虐，赶快放下刀枪，跟着我清君侧，杀奸贼。禁军们被枪炮打傻了眼，听了赵猜的喊话，禁军弟兄们慢慢的开始放下武器。下午4点，东京城全部拿下，各城守卫全部由于田军接管。徽宗皇帝沉迷于书画，精神有些不太正常了。林野山和赵四建议，让越王赵猜暂且主持大事。礼部、户部等一些老臣纷纷上书，让越王赵猜取代徽宗，位尊九五。现如今东京城里有卢俊义掌控军政，宋英一帮老臣辅佐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担子太重了，你得留下来帮我。你想做什么官都行，坐我这位置也行。官家，我早就说过不想当官，还是把我的商号给开起来吧，哈哈。几天后，局势稳定下来，赵猜摆下筵席，大家一同畅饮。我的驸马爷，该和我姐成亲了吧？林野山内心情绪复杂，想着这和他们都相隔1000多年了，这合适吗？你看你一说就急了，一急又开始吐烟喷火。官家，我愿意娶福临公主。这就对了，我的姐夫嘞，你不能只娶福临公主一人啊，还有怀宁公主嘞。怀宁，我妹子青颜。这段时间，青颜一直在怀仁城对福临公主照顾有加，赵猜和福临公主早已把她当做亲妹妹一样对待。那就2个都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管他娘的什么时空差异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哪有那么多的狗屁规矩？福临和青颜眼中满是泪花，林野山的这句话让他们等待了很久。3个人相谈甚欢，福临豪情不减，非要去试驾林野山带来的新车。走，开咱们的劳斯莱斯去。劳什子，这车的名字也太难听了吧？那牧马人多好听啊！不错，这车舒服，一点也不颠屁股，好马，果然是好马呀。林野山心里高兴，酒精上涌，迷迷糊糊的一不留神，直接打开了时光门，车一不小心开进去了。福临越开越不对劲，这周围的建筑怎么都没见过。公子，我们这是到哪儿了呀？这时林野山的酒劲也过了，才缓过神来。这他娘的一不小心竟然带他们到现代来了。林大公子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说说吧。奶奶的，终于还是穿帮了，穿了就穿了吧。这2个女人既然自己娶了，也不可能瞒着一辈子。
实话和你们说吧，我和你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。时代？你是说年代？是的，我不是大宋时代的人。那你是哪的？大唐还是？我是从后世1000年后过来的。公子，你是不是酒还没醒？你俩来看。二人看向窗外，摩天大楼一栋连着一栋，高大的摩天轮、街道、公园。你们现在也在大宋1000年以后。出乎林野山预料的是，茯苓和青岩听了以后，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还很兴奋。公子，我们真的在1000年以后？没错，这里就是1000年后我出生的年代。那大宋呢？亡了吗？不在了，现在是1000多年后的中国。茯苓顿时显得有些伤感。公子，那我俩比你大1000多岁啊，我们跨越1000年也阻挡不了我们。既然大你1000岁，以后你就叫我们姑奶奶吧。行，我的大姑奶奶、小姑奶奶，